一户简陋的农家院内。哎呦，生了，是个小丫头。大宝爹啊，你呀，终于有闺女喽！李万全，真的，真是个丫头。不信呢，你自己瞅瞅啊。老婆子，你看咱家也有闺女了，嘿嘿，长得多好看呐，像你。大眼睛扫视着周围，终于明白过来，他穿越了，而且还穿越到了老李家刚出生的小闺女身上。再看老李家，家母刘淑贤一口气生了8个儿子，唯独生不出闺女，说老李家是和尚庙。老婆子，你搂着闺女睡一会儿啊，我出去一趟。见老大媳妇儿进麦芽，老大媳妇儿啊，你拿上筐去山坡上走走，看能不能挖点野菜啥的。哦，知道了，爹。老二媳妇儿赵葵花，老二媳妇儿，你去村长家借点红糖，要是有鸡蛋和鸭蛋呐，也借几个回来。爹，我才不去呢，让人笑话。我娘生孩子，家里啥没有，连鸡蛋红糖都得管外人借，不嫌磕碜啊。你赶紧的。家里就属这老二媳妇儿最糟心，天天啥活不干，事儿还不少。哼，赶上灾年，谁家的日子好过呀？赶紧去，不然我让二宝回来削你。还有你们2个的2个孙子，平时不最爱掏鸟蛋抓泥鳅吗？去，给你们阿奶整几个鸟蛋回来。爷爷，阿奶真的生个丫头啊，我能瞅瞅吗？啥丫头啊？你们2个得叫姑姑，小姑姑。啊，爷爷，小姑姑长得水灵吗？我看一眼行不？去，掏鸟蛋去，看啥看？不能看。爷爷，就一眼。一眼也不行，赶紧走。李三宝，爹，听说我娘生了个妹妹，是真的吗？给人帮工，没给你拿点馒头花卷啥的？哎，别提了，那老孙家比咱家还穷呢。哼，以后再叫你帮工啊，别去，抠搜的。爹，我进屋看看妹妹。哎，不中，你去烧点水，万一啊，你大哥和二哥打了野鸡、野鸭啥的，回来就能秃噜毛。杏花村都旱成啥样了，哪来的野鸭子？李大宝和李二宝在山中转悠了一上午。大哥，现在可是夏天，这山里跟入秋了似的，树叶子都黄了。再这样下去，村子里的那口井也快干了。大哥，你说娘这胎能不能给咱生个妹妹？但愿如此吧，家里阳盛阴衰，是该有个小丫头冲冲霉运了。谁料话音刚落，林子深处忽然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响声。完了，碰到熊瞎子了！大哥，赶紧跑吧！正想掉头往山下跑时，就见一头体型肥硕的野猪从蒿草丛中窜了出来。老二，你先跑，我挡住他。大哥，咱一起跑，被这东西撞上，小命就没了。然而，这头野猪似乎对他们哥俩不感兴趣。他对准李大宝脚下的岩石，像是抱着必死的决心，猛地撞了上去。目测得有200多斤。真邪门啊！大哥，咱回村今晚炖猪肉吃。200斤的重物可不轻巧。哥俩轮番上阵，小心翼翼地下了山。老李家，闺女乖，等娘有奶了，就把你喂得饱饱的。老娘，我现在就很饿。老婆子，你看咱闺女不哭不闹的，乖得很呐。要是别人家孩子饿了，肯定啊呜嗷喊叫的。他就算嚎啕大哭，老娘也没奶水啊。老头子，给咱闺女起个名字吧。啊，这个好办。李万全往李甜甜面前凑了凑。闺女，
以后就叫你小米咋样啊？李小米，咱家天天都能吃上小米饭，嘿嘿。好土啊！不要。嗨，那还不如叫大米呢，好歹是细粮啊。李大米，千万别还是叫甜甜吧。嘿，咱家是苦尽甜来，盼星星盼月亮的盼来一个闺女儿，又长得甜美可爱的，不如就叫她李甜甜吧。还是老娘最懂她。好，那就叫李甜甜，哈哈。爹，村长家里没有鸡蛋，只剩半斤红糖了。哎，也行啊，你给你娘熬点红糖水。赵葵花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，嘟嘟囔囔。真是的，没见过儿媳妇伺候婆婆月子的，这叫啥事儿啊？哎，你快少说两句吧啊！你生二和那会儿，你娘是咋伺候你的？当初要不是家里困难，他坚决不会让二宝娶这个糟心货进门。金麦芽在山坡上游逛一大圈，就挖了几个山野菜回来，还干巴巴的，又老又柴。这好像是大鹅的叫声。哦，开啥玩笑？咱们村子没人养大鹅。啊，那是啥叫？嘎嘎嘎的。哇，哥，快去抓住它！好家伙，得有10来斤，沉甸甸的。爷爷说，只要阿奶吃饱饭，小姑姑就有奶喝了。二和，晚上炖肉的时候，咱俩别抢，让阿奶先吃。知道了，哥。路过河边草棵时，李二和忽然看到一窝。哇，哥，这里有个蛋啊！个头好大。啥蛋呢？我瞅瞅。就见草棵中堆放着10几颗蛋。二和，咱俩走运了。二和，你快把衣裳脱下来，把蛋包好，别弄碎了。哦，好。老李家，李甜甜睡了又醒，醒了又睡，小肚子饿得咕咕叫。爹，你快出来看看我跟大哥捡到啥了。我的天哪，这大猪你们搁哪儿整的？我跟你俩说啊，咱家不管咋穷也不能出去偷东西，丢不起那人呐。李大宝，爹，您没瞧见吗？这是野猪，我就算想偷也没地儿去偷啊。真是捡回来的？啊，真的。爹，我娘生了吧？是丫头还是小子？嘿嘿，是丫头。哎，甜甜睡着了，你俩先别进去啊，万一吓到你妹妹，看我咋削你。妹妹叫甜甜吗？李二宝乐坏了。这名字真好听，不像我哥几个大宝、二宝、三宝依次排开，也太敷衍了。嘿，有名字叫都不错了。李万全横了他一眼。正好老三烧开水了，你们把这野猪退退毛，杀肉吃吧。好嘞。哎呀，爹，晚上有肉吃了，真好。李万全拧了拧眉。哎，红糖水熬好没？赶紧给你娘端去。我这就去。哎呀，合着这半天他还没熬呢。老二，抽空你得管管你媳妇儿了，太不像话了。中，回头我就削他一顿，给爹出气。这不是削不削的事儿，而是有些话要跟他讲清楚。咱们李家娶的是媳妇儿，不是祖宗和奶奶。我知道了，爹。厨房内，赵葵花熬完红糖水，自己忙吸溜2口。真甜呐！早知道自己就多藏点了。哎呀，你这傻子，搁这蹲着干啥？吓死我了！李六宝，二嫂偷喝糖水，二嫂是馋货。他自幼贪玩，有一次掉进冰窟窿，救上来后便全身高热，活活烧坏了脑子。
家里没钱给他看病，李六宝就这么半吃半傻的长到了14岁。你胡说啥呢？谁都喝了，我是帮娘试试水温，万一烫着咋整？再试喝2口，糖水就没了。哼，这个傻子，我跟他计较什么？娘，红糖水熬好了，您快趁热喝吧。看着只剩半碗的糖水，刘淑贤深深看了眼赵葵花。听说大宝和二宝猎了一头野猪，你帮他们忙活忙活，把猪油烤出来装进坛子里。油梭子愿意坏，就先存到菜窖去，留着包饺子。家里一直都是吃猪油的，没钱买豆油。在青黄不接的年月，猪油都吃不起了。哎呀，娘，我这几日头疼的不行，您让大嫂去炕油吧，我回屋躺一会儿。李甜甜见状，撇了撇小嘴，感情这二嫂是个极品懒妇啊，家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她还想吃现成的呢。哎呀，闺女儿，娘给你读书听，好不好啊？李甜甜颇为意外，老娘作为乡下村妇，居然还识字。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代，这已然是很难得了。为人子，方少时，亲师友，习礼仪。李甜甜眨巴着大眼睛，哇，老娘好厉害！李六宝站在炕沿边，妹妹好小呀，像个小肉团子。李六宝眼里满是喜爱。小六饿了吧？等你大哥二哥杀完猪，晚上给你炖肉吃。娘，二嫂偷喝糖水，我看见了。李甜甜闻言皱起小鼻子，哼，这二嫂太过分了，连娘的红糖水都偷喝。刘淑贤吁了口气，唉，让他喝吧。这一笔笔账他都记着呢。妹妹真软乎，真水灵。李甜甜在六哥哥的笑容中感受到了温暖，可就是他看人的眼神怎么有点木讷呢？小手碰触到他脉搏的刹那，李甜甜才明白，原来六哥哥染过大病，留下顾疾了。娘，你快看，妹妹笑了，她对我笑了。李六宝兴奋极了。你妹妹喜欢你呢。唉，小六要是不得那场重病，该多好啊！然而这种病在李甜甜眼中根本不算什么，她已经在家里的水缸中注入了灵泉水。六哥哥只需喝上个把月的，就能彻底痊愈了。金麦芽已经把剁好的猪排骨下锅焯水，打算给娘炖一锅排骨汤。爷爷，你快看，我们捡了只大灰雁。爷爷，这里还有大雁蛋呢，咱家今晚有煮蛋吃了。哎，这是哪儿整的？可不准去偷啊！爷爷，不是偷的，是从河边捡的。野猪是捡来的，大雁和蛋也是捡来的。可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凑巧的事情？自打小闺女出生后，家里的好事就一桩接着一桩。哎呀，难道闺女是个福娃娃，家里要转运了？李万全喃喃自语。爹，您说啥呢？李大宝诧异。啊，没啥，这大雁还没死呢。老大，你把它翅膀剪了，关到鸡架先养着。爹，养倒是可以，但没东西喂它呀。我听说这玩意儿可能吃了。等猪肉炖好了，咱就开饭。七哥，你闻到啥味儿没？好像谁家炖肉了。李八宝吸了吸鼻子，李七宝夹着书。哎，好像是咱家。
嘿，啥？咱家也有肉吃，快进去瞧瞧。哇，真的是咱家！哎，嚷啥玩意儿？这猪肉是你妹妹用福气招来的，只管闷头吃，出去别瞎说啊！爹，妹妹长啥样？我能瞅瞅吗？不能看。爹，这头猪真的是妹妹用福气招来的吗？她是福娃娃吗？那当然了，以后你们两个啊，要是敢对妹妹不好，看老子咋收拾你们！哟，大宝爹，你家挺热闹呀。那是猪肉吗？金寡妇站在院门口。虽说你媳妇儿生了个丫头，那也不用杀猪庆祝吧？哎，不对呀，你们家根本没养猪，这猪肉是哪儿来的？买的，不行啊！李万全懒得搭理他。这金寡妇在村里名声恶臭，谁跟她走得近了，就免不了被人说闲话。你就胡扯吧，家里都穷冒烟了，还有钱买猪杀呢，我可不信。哼，你爱信不信，想吃猪肉啊，就自个儿买去。大宝爹啊，这猪是不是你在别的村偷来的？你分我一个猪肘子，我保证不往外说，咋样？去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，少在我家门口叭叭。去，把院门关紧了。切，有肉吃了不起啊，我还有肉呢。你有啥肉？喏，在这儿呢，你敢吃吗？这没羞没臊的玩意儿，啥话都往出说。里屋，娘，这是1盒跟2盒捡来的蛋，皮已经剥好了，您快趁热吃吧。这到底是什么运气啊？况且这个季节还没南迁呢，怎会在杏花村停留下蛋呢？老大媳妇儿，你也吃一个。娘，这是给您煮的，我不吃。哎呀，拿着吧，整天忙里忙外的，辛苦你了。赵葵花忽然跑了进来。哎呀，蛋煮好了，大嫂，你要是不吃的话，就给我吧，我这胃都饿疼了。真好吃啊！娘，你也吃啊！老二媳妇儿，把蛋放下，出去。李甜甜还是第一次见老娘冰冷的一面。哇，娘好飒，一点儿也不像普通的村妇。娘，不就是一个蛋吗？我咬一口咋了？行，蛋给你，但你晚上也别想吃肉了，就坐在边上看着吧。哎，娘，没有您这么偏向的吧？您凭啥给大嫂蛋吃，不给我吃？你大嫂一天干多少活，你又干多少？赶上荒年，你再不知好歹，当心被扫地出门。你娘家是啥样人，你比我清楚。倒是走投无路了，饿死在外面，也没人给你收尸。娘，您哪能？出去！李甜甜目睹了这一切，为老娘点赞的同时，她也真心觉得这二嫂蠢不可及。这年头不跟婆婆搞好关系，偏偏还奸懒识茶，专耍小心眼儿。这样的儿媳妇，估计嫁到谁家都不招人待见。老李家终于开饭了。老婆子，来，就着热汤啃一个猪蹄子吧。李三宝啃。哦，爹娘，明天我想跟老冯家的二小子去京城。去京城干啥呀？那地方鱼龙混杂，啥人都有，你去了不是等着挨骗吗？爹，我去京城干活的，挣了钱也能补贴家用。眼下庄稼大旱，留在村里也没啥指望，万一我在京城混出头了，就把全家人接过去享福。唉，老头子，让老三去吧，都守在家里能有啥出息啊？三哥应该出去闯一闯，他还没成亲，又识文断字，
能写会算，没准真能赚到钱呢。李万全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老三也不小了，正应该娶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了，出去折腾啥呢？”就算娶媳妇儿，也得有地儿住才行啊！家里就4间茅草屋，爹娘住在主屋，大哥2口子和二哥2口子领着1和2和各住一屋，剩下的小屋挤着我跟小6、小7、小8。娶了媳妇儿，总不能住柴房吧？爹，好像有人进院子了。往前面一看，都齐齐愣在原地。只脚少年躺在院内。啊，爹，这小子是谁呀？哎，娃娃，醒醒，你是谁家孩子啊？这真邪门了，这小子咋翻进来的？小少年双眼紧闭，脸颊和手上有很多擦伤，已然陷入了昏迷之中。刘淑贤听到动静，问一和：“一和，外面咋的了？”阿南，有个小男孩跑到咱家来了，爷爷咋叫都叫不醒。哎呦，那还等啥呢？快把孩子抱进来啊！老头子，瞧这孩子的穿着打扮，也不像普通人家的娃娃。先让他躺一会儿，醒了之后再说吧。啊，中，咱先吃饭。李甜甜正盯着屋梁思考人生，身旁就莫名其妙地躺过来一个人。爹娘，你们快看啊，妹妹乐了。哎，有啥大惊小怪的？快过来吃饭。妹妹好像喜欢这小子啊。希望老娘能尽快下奶，不然我就要给自己弄一头奶牛来了。他生病了，好家伙，他这是中毒了。幸亏我懂医术，不然这小子恐怕挺不到天亮就嗝屁了。李甜甜从空间中找出解毒药剂，掺在灵泉水中，搅拌均匀后倒进碗里，然后开始放声大哭。她这一哭可把全家人吓坏了。李万全第一个站起身：“闺女这是咋的了？为啥哭啊？”可能是饿了，从出生到现在他还一口奶没喝呢。娘，好像不对啊，这炕上的水碗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虎玩意儿，你妹妹都哭成这样了，你还关心水碗的事儿？闺女这是啥意思呀？老头子，闺女是不是想让这娃娃喝了这碗水呀？李甜甜听后瞬间止住了哭声。还是老娘最懂我了。难道闺女真的是神仙转世吗？大宝，你把这孩子扶起来，我喂他水喝。一碗水下肚，小少年的体温降了下去，呼吸也逐渐平稳了。今晚就让他睡在这儿吧。也不知他家大人咋想的，哪能让这么小的孩子到处乱跑呢？老婆子，早点歇着吧，有啥事儿明天再说。次日清晨，有奶了，哈哈，猪蹄子果然是好东西啊，当真下奶了。闺女慢点吃，吃饱了就缓缓，等会儿啊，娘再喂你。啊，咦！李甜甜抿着小嘴乐了。今后总算不用饿肚子了。赵葵花进屋瞅了一眼，自己家都吃不饱饭呢，还往回捡孩子，可真长心了。这二嫂又开始了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去把碗架子拾掇拾掇，埋汰盘子和脏碗都拿出来刷刷。娘，大嫂刚才不是刷过了吗？我去后院看看大雁。你在看什么？卓萧然面色发冷。这里是你家吗？我身上的毒是你们帮我解的吗？没错，正是在下，还不快谢谢阿姨。
前世他刚过完30岁生日就猝死了，可不就是老阿姨吗？我真是疯了，我居然在跟一个婴儿对话。这个臭小子，本阿姨可不是一般的宝宝。李甜甜往他腰间看去，只见一枚翡翠玉佩，不管是做工还是玉质，都属于上等的好物了。小子，你家是做啥的？貌似很有钱的样子。卓萧然听不懂他的语言。孩子，你醒了。大娘，是你们救了我吗？也不算救，你倒在我们家院子里晕了整整1夜呢。劳烦大娘了，我这就离开。万一把那群人引到这里，大娘家就会受到牵连。哎，你现在走道都打晃了，往哪儿走啊？先养养身子再说。你家大人呢？为啥自己跑出来了？我跟他们走散了。那你家在哪儿？你总该知道吧？在很远的地方。那你叫啥名字？卓11。是在家里排行11吧？是的。他上面那10个哥哥没一个省心的，整天净琢磨杀他。既然这样，你就先在我家住着。回头我让你大伯去县衙贴一张告示，你家人若看见了，便能寻过来了。大娘，不可！一旦张贴告示，他的行踪可就暴露了。李甜甜听后，眨巴着大眼睛，头上飘着一串小问号。怎么这位是一个神神秘秘的，好像有什么事瞒着我们似的。李大宝和李二宝吃过早饭后，便借了辆板车，推着野猪肉去县城了。哥俩推着板车继续往前走。爹娘，我昨天说的那事儿，你们考虑的咋样了？考虑啥事儿啊？爹，您忘了，我要跟老冯家的2小子去京城干活啊。你要真想去，家里也没啥东西给你带的，你就把剩下的几个大烟袋煮熟拿上吧。老婆子，三宝都17了，应该给他物色个媳妇儿，早点成亲才是正事儿啊。成亲是正事儿，但娶个媳妇儿回来住哪儿？一句话就把李万全给噎住了。没住的地方，谁家姑娘愿意嫁过来？看来我得想办法帮家里搞钱了。三哥哥，去京城闯荡吧，我支持你呀。妹妹，等三哥挣了钱，就给你买最好看的小衣裳，好不好？昨日虽然解了毒，但他的老病尚在，吃东西没有味道。从前太医不管用了多少灵丹妙药都没有效果，可就在今日一早，他居然能尝到饭菜的滋味了。虽然是粗茶淡饭，那也胜过满汉全席了。京城那么远，你路上加点小心，如果碰到山贼啥的，别跟他们硬碰硬，掉头就跑。到了京城后啊，记得给家里捎封信，在外边干活啊，有点眼力劲儿，别跟东家吵吵。爹，我都记住了，您放心，我保证不闯祸啊。明个我让你大哥送你到县城。不用了，爹，我现在就走。这么急呀？妹妹，三哥一有空就回来看你哈。三哥哥保重。李甜甜有一种预感，三哥此次进京定是大吉大利，一路顺遂。三宝长这么大还没出过远门呢，这一去呀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。怎么，你还想拘他一辈子？咱家三宝有志气，将来肯定能出息的。但愿如此吧。老婆子，你说咱闺女是不是仙童转世啥的？
哎呦，啥仙童转世，这话你可别往外说，万一大伙儿听说天天来咱家拜他咋整啊？那倒是。回去后让咱家小子都对天天好一点儿，谁要是敢给闺女使脸色，就是跟咱俩作对。老婆子，这话呀，我天天说，你放100个心哈。老李家，李甜甜眯了一觉，醒来后发现二嫂正一瞬不瞬地盯着他看。哎呦，甜宝宝醒了！哇，你这个小东西，这么快就学会翻白眼了，谁教你的？呀，我天生就会，咋地？甜宝宝，你帮二嫂一个忙呗。家里人都说你是福娃娃，只要摸摸你就能沾上福气。那你能保佑二嫂出门就捡钱吗？等他有了钱，就去县城的饭馆狂吃一顿，再买一栋大宅子搬进去住。家里地方太小，他都快憋屈死了。李甜甜直接无语了。咋地？二嫂真把我当活神仙了？说什么出门就捡钱，你咋不去捡金条呢？咦，甜宝宝，你那是啥表情？你不想保佑二嫂发财吗？赵葵花手劲加重，捏得李甜甜直皱眉。只要二嫂捡到钱，就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，你想吃啥，二嫂都给你买，好不好？他发现了一盒跟二盒捡回来的大雁，以及大宝和二宝捡回来的野猪，这些都不是偶然的。只要跟这位小姑子搞好关系，他以后还愁没银子花吗？呀，走开！二嫂，你真的很烦。再叨叨的话，我就从空间扔出一板砖，直接把你拍晕过去算了。哎，甜宝宝，你是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呀？李甜甜忍无可忍，索性放声大哭起来。金麦芽，弟妹，你干啥玩意儿啊？你快放开甜甜！这老儿媳妇儿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哪能这样拽孩子？万一撑着咋整？大嫂，你嚷嚷啥呀？我又不是没生养过孩子，瞧把你给娇惯的。那谁家的孩子像你这样又抻又拽的呀？万一把胳膊拽坏了咋办啊？哎呦，他是纸糊的，一拽就坏。大嫂，你要是看我不顺眼就直说，犯得上整天给我使脸色吗？哎，谁给你使脸色了呀？还能有谁？见天的到娘面前献殷勤拍马屁，还说我的坏话，你当我不知道啊？爹娘这些年为啥总训我？还不都是你在背后咕哝的？以为自己多干点活，就想压我一头了？你想都别想！哼！哎，你弟妹是不是疯了呀？这家里都艰难成这样了，连饭都吃不饱了，我哪还有心思跑到爹娘面前去告状啊？呀！叫什么叫？弟妹，你跟甜宝宝喊啥玩意儿啊？他还是个孩子呢。孩子咋的了？孩子就……不等他把话说完，忽然感觉有什么东西钻进他衣领中。啥东西？天哪！见他蹦蹦跳跳，泪水和汗水哗哗往下掉，李甜甜直接笑出声来。你居然还笑！大嫂和小姑子却平安无事呢。还愣着干啥呀？快帮我把这脏东西给扒拉下去啊！老二媳妇儿，我闺女睡觉呢，你跑进来嗷嗷啥玩意儿？我都不想活了！出去好去，别打扰甜甜睡觉。李六宝，他虽是傻的，但明白。妹妹真好看。就见六哥哥笑吟吟地看着他。妹妹醒了，给你吃肉。香可香了。六哥哥，我是婴儿，
吃不了这东西呀。妹妹是不喜欢吃吗？六哥哥，我连牙都没长呢，咋吃啊？唉，也想快点长大，不然都没法跟家人沟通了。等妹妹想吃了，六哥再给你送来。这病能治，但需要时间。只要坚持喝灵泉水以及里面掺入的特效药，不出1个月就彻底痊愈了。六哥哥喝水。一碗水出现在炕沿边，李六宝见了，愣了愣神，这碗水是从哪里来的？他虽然傻，但是不瞎。妹妹，你渴了吗？六哥喂你喝水哈。六哥，这碗水是给你喝的。李六宝才恍然大悟，端着水碗凑到自己嘴边。妹妹应该是这个意思吧。消片刻，他就感觉神清气爽，脑子也不晕乎乎的了，甚至连视力都变好了。你在做什么？逗妹妹玩。你们家的饭菜放盐吗？李甜甜也是一脸诧异。谁家做菜不放盐啊？许是之前中毒的缘故吧。今早我居然能尝到咸滋味了。李甜甜听后挑了挑眉。难道这小子是味觉失灵吗？这好办，多喝灵泉水就可以了。呀，肥肉真香啊！老二媳妇儿，你就不能有点人样？你娘还没吃呢，你就造起来了，你是饿死鬼托生啊！家里人口多，能有肉吃都不错了。等大宝和二宝买回粮食来，也要精打细算，省着点吃。阿奶说的对，我一顿就喝半碗小米粥。李二，我喝1勺就够了。李甜甜歪着小脑袋看家人吃饭，真想快点长牙。他大致摸清了家里的情况，李家总共有8个儿子，2个孙子，2个儿媳妇儿。眼下李甜甜已经认识大哥、二哥、3哥、6哥、7哥和8哥了，可唯独没见过4哥和5哥。他们干啥去了？一定是他。大伯说过，甜甜是个福娃娃。11，这盆里还有肉呢，快趁热吃啊！婆家啥情况你也看见了，等粮食买回来，咱们就熬小米粥喝。大娘，今天家里煮的肉真好吃。好吃就多吃点儿。也不知是谁家的孩子，跑到这儿来蹭吃蹭喝了。小11，我提醒你一句，我们家可不是寺庙，吃饭睡觉是要给钱的。我看你这块玉佩不错，应该能卖不少钱，就先压在我们家吧。大伯和大娘都没说什么呢，他倒是先开枪了。唯一贵重的物件就属这块翡翠玉佩了。老二媳妇儿，你少说2句，我和你爹还没死呢，你就要当家做主了。你们所有人都听好，日后在小11面前，谁也不许管他要钱。娘，咱家的日子也不好过，您还非弄个白吃白喝的住进来，1盒跟2盒都瘦成啥样了？你不心疼，我还心疼呢。咱们家再穷，也没饿着你吧？不管有啥好吃的，都是你先吃头一口。你出去打听打听，谁家的儿媳妇像你似的，奸懒失馋不说，事儿还不少。我不也是为这个家好吗？有啥错啊？哼，你要是为这个家好，平时就多干点活，别见天的睡觉偷懒，一碰到啥脏活重活的，就跑到娘家躲清闲。婆婆今天火气咋这么大呢？不想让我吃肉就直说，何必这样夹枪带棒的？算了，你们吃吧，我不吃了。
哼，这是吃饱了。瞧瞧这盆里的肉，全被你造了，整个一个馋货，脚家精。铁，你咋这么说我呀？我到底做错啥了？李甜甜眯缝着大眼睛，冷冷地睨着二嫂。她觉得二嫂如果再这么作下去，就离被休不远了。你哪儿错了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？行，你们说啥都对，我干啥都是错的。十一啊，他说的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在没找到你爹娘之前，你就安心的在我家住着，没人管你要钱。不，大伯大娘，我觉得二嫂说的没错，吃饭睡觉就是要给钱的。呀，孩子，快把玉佩收起来，我们不要。大伯大娘，这块玉佩是我的贴身之物，你们家若是遇到困难或者是惹上官司了，它能护你们周全。正好甜甜妹妹刚出生不久，这玉佩呢，就当作是送她的礼物吧。她主要是想感谢奶团子帮她治好了病，玉佩啥的乃身外之物，能品尝美食才是头等大事。既然是贴身之物，我们就更不敢收了。十一还是快拿回去吧。你住在我们家，无非就是多添了一副碗筷，只要有我们吃的，就饿不着你。唉，这孩子，瞅着只有4、5岁的模样，就这么懂人情世故了，比老二媳妇儿都强。大伯大娘，这是我送给甜甜妹妹的，收不收只有她说的算。老爹老娘，人家都执意要送了，你们还客气啥？老婆子，闺女是要还是不要啊？收下吧。李甜甜如获至宝，脸上溢满了灿烂的笑容。卓萧然忍俊不禁，哼，看不出来啊，这个小年团子还是个小财迷呢。清水县城，由于3年大旱的缘故，10里8乡几乎没有人养猪了，所以李大宝和李二宝刚把猪肉推过来。呵，这猪肉真新鲜呐，咋卖的？这是野猪肉，味道鲜美着呢，比家猪肉贵。是，就算贵也得有个价钱吧。二宝，咱打算卖多少钱一斤啊？我听说家猪肉是50文一斤，咱这野猪肉咋说也能卖到1000吧？中，那就1000。1000一斤，不管是后丘还是里脊，通通1000。哎呦，这1000有点贵了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我多买几斤。不能便宜了，最低1000。你要诚心买的话，我给你搁一块最新鲜的。就在这时，让开，别挡路！哟，这不是冯县令吗？大家快让开！这肉咋卖的？县令老爷，这是野猪肉，100文钱一斤，您买一块回去尝尝。野猪肉？天遭大旱，他都多久没吃过野猪肉了？这些肉加在一起能有多少斤呢？天令老爷，我们搁家都称好了，整整100斤，还多来5、6两呢。那啥，这些肉我都要了，你们俩帮我抬到马车上去。都买了？好家伙，县令老爷果然豪气啊，一口气买了100斤猪肉。不是，你俩还愣着干啥呀？快帮我把猪肉抬马车上去啊！爹娘说的果然没错，妹妹绝对是个福娃娃，能望子孙18代的那种。有了这些钱，能买多少斤粮食啊？血肠咋卖的？20文钱一根，都是新灌的血肠，老新鲜了，来一根不？这次夫人没讲价，一口气买了2根血肠，不消片刻，血肠就卖光了。大哥，以后咱啥也别干了，就养猪吧，
忒挣钱了，嘿嘿。嗨，等咱把猪养起来，猪肉就不值钱了。那不能，咱家现在有福娃娃了，干啥都顺当。有道理。走，买粮食去。走着。哎，娘，咱们家有粮食吃了啊！娘，猪肉加上血肠，足足卖了10两3钱，这感觉就跟做梦似的。哎呀，没想到能卖这么多钱呢！娘，您猜猜看，咱家的猪肉卖给谁了？嗨，这你让我上哪儿猜去？卖给县令老爷了。哎呦，人家出手老阔绰了，一口气就买了100斤，都不带犹豫的。嘿，你俩运气还挺好。老头子，快把小七和小八叫回来卸车，天色不早了，该做饭了。阿奶，咱家今晚吃啥饭啊？哇，可以吃小米干饭吗？中，就蒸小米干饭吃。里屋，李甜甜吃饱喝足后，正打算继续睡觉。妹妹，看大哥给你买啥了？呀，李甜甜眉眼弯弯。谢谢大哥。她现在虽然玩不了，但能明白大哥对她的用心和喜爱。嘿，妹妹，你让大哥咋感谢你好呢？啊，这突如其来的感慨是咋回事啊？哎呀，你要是不出声啊，咱爹都打算领着大伙逃荒去了。这破村子3年不下雨，地都焊裂缝了，还有啥指望呢？可就在咱爹马上要快走的时候，妹妹就降生了，还带来了绵绵的福气儿。大哥只求你能开开心心的长大，以后不要有啥烦恼。李甜甜听到这里，见大哥眼里闪烁着泪花，说的情真意切，可见是真心想感谢他。呀，大哥别哭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以后我要让全家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李六宝蹲在灶坑前帮大嫂烧火，自从喝了妹妹给他的水，李六宝就觉得自己脑袋变灵光了。他猜测所有的玄机都在水中。爹娘，我发现一件事。金麦芽走进里屋。哎，老大媳妇儿，咋的了？我发现咱家小六好像变了，具体哪里变了，我又说不上来。确实是变了。以前小六啊，整天蹲在墙根下抓蚂蚁，也不跟谁说话。就在今天早上啊，他居然主动跟我唠嗑了，还挑了2桶水回来。李甜甜听了，抿起小嘴，心里暗笑。看来是起效果了，六哥哥天资聪慧，若一直想下去，岂不可惜了？是啊，爹，小六现在都能帮我烧火劈柴了。金麦芽笑着道：就是有福气嘛，咱闺女福气大，把小六的傻病给治好了。坐在一旁发呆的卓萧然轻轻颔首，他觉得大伯说的有道理，这小丫头福气冲天，啥病都能治，谁靠近她就能给谁带来好运。他甚至希望袁晋统领不要找过来，他暂时不想离开杏花村了。李甜甜歪着小脑袋观察十一哥，这小子怎么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李甜甜在心里呢喃一句：少年老成吗？明明只有5、6岁的模样，可看人的眼神却很深沉，给人一种冰冷淡漠的疏离感。11哥送的那块玉佩一看就不是俗物，应该是某位技艺高超的工匠打造而成的。哇，是小米饭哎，闻起来香喷喷的。吃饭。哦，知道了，阿奶。爹娘，
你们没看见那卖米的伙计都傻眼了，还以为我和二宝是来抢粮食的呢。哼，显摆啥呀？要是没有你妹妹，别说小米饭了，咱家现在连树皮都吃不上，还不快谢谢你妹妹？爹，我已经谢过了。爹，我吃完饭再谢哈。不行，妹妹，谢谢你啊，你福气旺，能保佑咱家顺顺利利、平安无事。二哥真心感谢你。呀，李甜甜同样很无奈。二哥哥，真的不用这样，你们的好意我都心领了。爷爷，我一天感谢小姑姑8遍，不信你问奶奶。李一和举起手。爷爷，我连说梦话都在感谢小姑姑，真的。这还差不多，吃饭吧。好嘞。李二宝干了2碗饭，这才发现媳妇儿一直没上桌。爹娘，葵花又去哪儿了？哼，还能去哪儿？回娘家了呗。又回去了？这次又是因为啥呀？哎，你媳妇儿想要11的玉佩，你娘不让，又吵了2句。不是，她要人家的玉佩干啥？炕上的李甜甜翻了个大白眼。二嫂要是嫌磕碜，就做不出那么多丢人现眼的事儿了。爹娘，你们放心，等葵花回来了，我审她。家里日子总算有点起色了，那败家玩意儿又开始作妖了。与此同时，老赵家，赵葵花盘腿坐在炕上，骂得嗓子都哑了。这老李家有一个算一个，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家里都吃不上饭了，还往回捡了一个拖油瓶，每天白吃白喝，啥活不干。我那婆婆和公爹纯粹是脑袋进水了。他娘高氏听后，葵花呀，我可告诉你，咱家现在啥吃的都没有，你骂完了就抓紧回去啊，可别赖在我这儿不走。娘，您说啥呢？我是您亲闺女啊。咋的了？亲闺女咋的了？我听说前几日你婆婆家杀猪，他们给我送1块猪肉了吗？啊？你更是自己吃的满嘴流油，撑得直打嗝的，却让我和你爹挨饿遭罪。我可没有你这种忘恩负义的闺女啊。娘，哎呀，那猪肉都是有数的，我1块也不敢拿，除了家里留下来的猪头和1个肘子外，剩下的都被大宝和二宝拿到县城去卖了。哼，宁可卖了，也不说分我一扇排骨是吧？啊，这老李家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啊？大姐，你去把老李家那只大雁偷来呗，我都老长时间没吃肉了。赵春燕悻悻道：这种屁话，二妹是咋说出来的？想吃自己抓去呗。娘，您看大姐凶巴巴的，她咋那么欺负人呢？葵花，快给你二妹道歉。我凭啥道歉啊？赵葵花气炸了。不道歉，你就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我们赵家现在不欢迎你，滚吧！娘，您现在咋变得这么不可理喻啊？都怪二宝，如果他能帮爹娘多干点活，我在娘家也不用这么受气了。嘿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说谁不可理喻呢？啊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高氏从炕桌下面抽出一根鸡毛掸子，朝赵葵花就挥舞过去。高氏的女婿江三狗，娘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老李家买了1马车粮食，听说还有大米白面呢。哎呀，江三狗是赵家的上门女婿，平时好吃懒做，啥活不干，稍有不顺就打媳妇儿。啊，真的假的呀？买了1马车的粮食？那还能有假？我亲眼看见的。哎，正好大姐也在，你赶紧回家给我们备1袋小米回来，快去快去！你说啥？我婆家买粮食了？
哎呀，大姐，你快别磨叽了，赶紧回去要粮食啊！那头大那头小，你分不清吗？赵葵花脑袋嗡嗡的，二话不说就往家跑。她都多长时间没吃白面馒头和糖饼了，还有那香喷喷的大米饭，睡觉都能馋醒。金麦芽，这弟妹回来了呀！我以为你在娘家吃过了，就没有给你留饭。大嫂，先别说这个，粮食呢，都装进米缸里了吧？啊？老二媳妇儿啥意思啊？哎呀，大嫂，你快别愣着了，抓紧帮我找个袋子，装30斤白面和30斤大米，快点的！大嫂，娘叫你进屋一趟。娘叫我有啥事儿啊？不知道，你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葵花，咱家这些粮食来之不易，你最好别打歪主意啊！大嫂，你说这个干啥？我还能偷4家粮食啊？哈哈，机会来了。娘，您找我有啥事儿啊？哎，我没叫你啊。那弟妹说你让我来一趟。你弟妹，老二媳妇儿回来了。他还管我要粮食来着，我没给他。裹在襁褓中的李甜甜听后，瞬间明白咋回事了。她扭了扭小身子，张开小嘴便叫唤起来：呀，老爹、老娘，二嫂可能在偷粮食，你们快去看看吧。李二宝也反应过来，我去瞅瞅，这败家玩意儿如果再敢作妖，看我不削死他！厨房内，哎呀，妈呀，吓我一跳！死鬼，你走路咋没声呢？你干啥呢？这米面你打算送到哪儿去？你猜？败家玩意儿，你现在都敢偷粮食了？从前你往娘家偷东西，心心点点的，我没说啥。现在可倒好，咱好不容易买点米面回来，你就一盆一盆的往娘家偷，你把我们老李家当成啥了？李老二，二宝，我是你媳妇儿啊！因为这点粮食，你就拉着我去见官，你的良心被狗叼走了吗？少跟我整这些没用的，走，咱俩去见爹娘。二宝，我知错了。再无闹喊叫的，我就把你扔粪坑去。李二宝3步并作2步，很快便把赵葵花扛进里屋去。爹娘，葵花在厨房偷粮食，被我抓了个正着。哎，老二媳妇儿啊，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咱家辛辛苦苦买点粮食容易吗？你说都不说一声就往娘家拿，你这叫偷窃。若是去县衙报官，你就等着下大狱吧。爹，我知错了，我娘家那头已经断粮了，再不吃饭，他们就得活活饿死。就算想接济他们，你不会跟我们说吗？你是哑巴呀？老二媳妇儿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回娘家，3天2头的往回跑，好，那我也不拦着你，抓紧回去吧。我们老李家地儿太小，容不下你这位姑奶奶。二宝，马上给她收拾东西，让她回娘家住吧。今儿后就再也别踏入我们老李家一步了，咱们呀没关系了。娘，您这话是啥意思啊？难道您还想让二宝削了我吗？而且二和今年都7岁了，这些年我在你们家任劳任怨，吃苦受罪，没有功劳，还有苦劳呢。您不能赶我走。李甜甜听后翻了个大白眼，这二嫂可真会往自个儿脸上贴金啊！
他虽然生了二侄子，但从小到大都是老娘和大嫂在照顾，甚至到了最艰难的时候，他连儿子的馒头都抢。就这号人，不趁早撵出去，以后老李家没好。哼，对，就是要休了你。二宝，去把纸笔拿来，写一封休书，然后把张村长请过来，让他做一个见证。知道了，娘。那个二宝，要不就算了吧。葵花毕竟是你媳妇儿，何况二和都这么大了，何必闹到写休书的地步呢？大嫂，你现在还不往煽风点火呢？我到底跟你有啥仇啊？你就这么恨我？不是的，葵花，我是真心替你求情的。用不着，少给我假惺惺的，你就是个马屁精。这些年，要不是你在爹娘面前说我坏话，我至于被全家针对吗？老儿媳妇儿，你闭嘴！李大宝不乐意了，惯的臭毛病。大哥，你喊啥呀？我说错了吗？你媳妇儿蔫坏的，死不要脸，也就你把她当成宝似的，只要换个男人，一天打她8遍都不嫌多。这二嫂真是个奇葩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有功夫埋汰大嫂呢。赵桂花，你说话给我注意点，你在家里不受待见，都是你自己作出来的，现在要被撵出去了，还怪在我媳妇儿头上，你脑袋里灌粪汤了吧你？以后再敢贴上来，我就削断你的腿。儿子，你爹要把娘撵出去，你快劝劝他呀！你也不舍得娘离开这个家吧？你干啥玩意儿？哎呀，你们都不是好东西！你说谁不是好东西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他觉得自己要是再多说一句，可能跟老李家就彻底无缘了，所以不妨以退为进，先让他们消消气，等老李家所有人都没那么大的火气了，他再回来。拿好休书，马上出去！再敢踏进李家一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爹，我回娘家住几天倒是可以，但这休书我不能拿。哼，你拿不拿都一样，反正二宝已经写了，他这些年替你们家干多少活，出多少力，你比谁都清楚。反倒你爹和你那个妹夫，天天啥活不干，抱膀待着，播种、收秋、掏大粪，全让二宝干，他是你们家奴才啊！爹，您说这些干啥？我爹娘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这些年我在你们家也没少遭罪吧？呵呵，你遭啥罪了？我们家是饿着你了，还是冻着你了？赶上灾荒年月，家里的几个孩子饿得面黄肌瘦，像麻杆似的，你却吃得膘肥体壮，还好意思跟我提遭罪？你们老赵家是不是都像你这么不要脸呢？哈，愣着干啥？还不快把他轰出去！出去，别磨叽。老赵家。嘿，大姐，粮食呢？娘不是让你回去拿小米吗？我咋一粒儿也没看见？赵春燕把赵葵花堵在院门口，不让她进去。春燕，你先让我进屋，外面蚊子太多了。嗨，干啥玩意儿？你给我站住！被休了。那你还回来干啥呀？吃闲饭呢？想白吃白喝白住呗？我是你闺女啊，现在无路可去，无家可归，不回来我还能去哪儿？葵花回来了，让她进屋。粮食呢？哎呀，娘，大姐被老李家撵出来了。啥？葵花，你说说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这好端端的怎会被休呢？
老李家的日子刚刚有点起色，葵花要是被休了，他们还怎么借光？娘，李二宝他把我给休了，我婆婆和公爹也在一旁添油加醋加缸，他们老李家有一个算一个，就没好东西。赵葵花委屈极了，眼睛肿成了灯泡。爹，娘，我先在家住几天，等老李家消气了，我再回去劝劝，帮他们干干活。二宝只是一时冲动，说了气话，他心里其实还是有我的。嘿，你是仙女啊，真有意思。哼，这老李家确实过分，你给他们家生了二和，单凭这个，他们就不能把你扫地出门。娘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老李家小子成灾，只有小丫头才最受宠。自打那便宜丫头出生后，好家伙，全家人就把她当成宝似的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掉了，盛着吃香了。那你怨谁啊？你要是一早跟二宝生个丫头，至于被你婆婆穿小鞋吗？娘，我也想生啊，可生不出来呀。况且这几年李二宝都不咋碰我了，天天一脸不乐意。我一靠近他就推我。活该！你以前不是总跟我显摆二宝多好多好吗？现在傻眼了吧？哼，你嘚瑟啥？二宝不好，你男人就好了，整天五迷三道的，就是个酒猛子，吃喝嫖赌样样不落。跟你成亲这么多年，你肚子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不是，大姐她啥意思啊？一回来就想跟我干仗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俩不嫌磕碜呢？你俩可真有出息。呀，大姐回来了。米呢？面呢？哼，什么米面呢？葵花都被休了，还想着吃呢。赵树林训斥道：“这个没用的上门女婿。”啥？我说大姐，我们只是想让你回家拿点粮食，这咋还被休了呢？我看这李二宝就是皮痒痒了，竟然敢休媳妇儿，今天我非剁了他不可。哎，三狗，你干啥玩意儿？没出息的东西，给我消停点。爹，这老李家都快气在咱们脖梗子上拉屎了，您就能咽下这口恶气？哼，就你这两下子还想笑李老二？你长了几颗脑袋呀？等着吧，明天他就找李老二算账。赵春燕有些发懵，为啥自家男人这么关心大姐的事儿？他们俩是不是那啥了？江三狗一直对赵葵花图谋不轨，他当初想娶的也是葵花。那你现在咋想的呀？就打算在娘家待一辈子？娘，我说了，等老李家消消气，我再回去。我跟你说，不能太久啊，最多只能在家里住3天。我可没有粮食供你。次日上午，老李家，老婆子，这封休书葵花没带走，咱们还留着吗？这次老二的态度很明确，看样子是真不想跟葵花过了。哼，过不下去了还咋过？你说咱家一口气买了这么多粮食，万一有人来借可咋整啊？咱家这粮食都是谁挣来的？闺女啊，要是没有小闺女啊，咱家连野菜糊糊都吃不上。那不就得了？你呀，往出借粮食之前，先问问咱闺女同不同意吧。老头子，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呀？我出去劈点柴火。谁呀？大早上的。我说，老李头子，你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啥的？三狗子，你干啥来了？哼，噗！老李头，你说我干啥来了？
你们家咋那么霸道呢？啊，一言不合就把葵花给休了。他回家都哭得快岔气儿了，现在还发烧呢。你说咋办吧？啥玩意儿？江三狗，你还没醒酒呢吧？跟我在这放什么罗圈屁？哼，混不吝的东西，你以为我不敢削你啊？那就削呗！来，老子参军那会儿，你还在墙角挖泥巴呢，跟我搁这儿扯没用的，你算啥东西？哼，老李家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比那老赵家富裕多了。你无故打人，害得我脑袋滋滋的疼，留下后遗症了。你要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就去县衙报官。那你去呗，我又没拦着你，赶紧去，去晚了县令老爷该下职了。咋回事呀？你俩干啥呢？恰在这时，张村长闻声走了过来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张村长是杏花村土生土长的老人了，为人正直温厚，很受村民们的爱戴。你这么年轻却被一个老头子打了，说了我也不信。村长，你不就是看老李家买了粮食，想过来讨好八家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啊，你就是个墙头草，老狐狸，你跟李万全都是一路货色。呸！我说三狗子，你不会好好说话吗？村长也是你想骂就骂的。村长咋了？跟我有啥区别？快闭嘴吧！再胡说，我就让捕快过来评评理。感情老李头子打人还有理了呗？是没理，但是你前几日去邻村偷老孙家的大鹅，还调戏老王家的媳妇儿，人家巴不得告你一状呢。你要是男人，等会儿捕快来了你别跑，就在这儿给我蹲着。八宝呀，你腿脚快，马上到县衙去报官，就说江三狗被抓住了，让捕快快来拿人吧。哎，知道了，我这就去。干啥呀？还嫌不够乱呢？别去，叔叔跟你爹闹着玩呢。谁跟你闹着玩了？你不是想讨个说法吗？不是想让我给你看病吗？现在咋不咋呼了？本来就是你们做的不对，葵花那么孝顺的儿媳妇，你们为啥把她撵出来？他惦记那么久也没娶到葵花，这李老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呵呵，江三狗，你是不是对孝顺这两个字有什么误解呀？那赵葵花好吃懒做，顶撞公婆，在咱们村都是出了名的。你说她孝顺，是不是有啥企图啊？我能有啥企图啊？你见过谁家的妹夫喜欢大一血的？脸不要了。嘿，你这种人还要啥脸呢？当初不就是你想娶葵花吗？被我家老二截胡后，你就心存怨恨，逢人便说二宝的坏话。你真是恶心他娘给恶心开门，恶心到家了。这个老不死啊，骂起人来一套一套的。行啊，你们都给我等着，一个个的。说完，他怕李万全削他，撒丫子就往家跑。还有脸来闹事儿？大宝爹，以后三狗子要是再敢来，你就找我，我替你收拾他。啊，那就谢谢村长了。其实他能看出来村长的意图，早上都已经跟他张嘴借粮了，到现在李万全还没回信，估计是过来催了。村长，进屋坐坐吧。中，正好看看你家小闺女儿。嚯，你家小闺女儿长得真水灵呀，就跟年画里蹦出来的瓷娃娃似的，好看得很。呀！李甜甜蹬了蹬小腿，吐了个口水泡泡。谢谢村长伯伯。真好，真好呀。村长啊，我闺女怕生人，不让别人抱。哈哈哈，没事儿没事儿。村长不就是想借点粮食吗？
你们借给他就是了。之前家里日子艰难时，村长不也接济过咱家吗？厉甜甜伸出小手，忽然叫了起来：“老婆子，闺女这是咋的了？是不是饿了？”不能啊，我刚刚才喂过她，不像是饿了。咦，咱闺女手里好像攥着啥东西。这孩子是想把小米给我吗？闺女，你这是搁哪儿抓来的小米啊？快给爹！闺女是同意把家里的粮食借给村长呢。谢谢田宝宝了。大宝爹，大宝娘，听说你家买了不少粮食，能借给我10斤吗？回头我还你们15斤，咋样？村长不用这么客气。那就谢谢你们了，我尽快把粮食还上啊。哎呀，不用，10斤小米也吃不了多长时间，没了再上我家来拿。谢谢，太谢谢了。卓萧然坐在大门口晒太阳。自打恢复味觉后，他忽然觉得生活变美好了。现如今，他就算吃高粱米水饭，也能吃出宫廷御膳的感觉。哟，老李家啥时候又冒出一个儿子？长得挺俊秀嘛。村妇陈月莲，哎，不对，你不是我们村的吧？瞧他的这副打扮和穿着，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哥。他为啥跑到老李家来了？大婶，有事吗？我是来借粮食的，家里有人吧？卓萧然没吱声，继续眯着眼睛晒太阳。大宝娘，搁家呢没？我给你拿点干豆角。大花娘来了，来，炕上坐。哎呀，你说来就来嘛，咋还拿东西呢？他不用猜也知道，这陈月莲是干啥来的。之前家里还养猪时，不小心跑到山上去了，是陈月莲的男人为老蔫儿帮着赶回来的。他这次过来，应该是要人情的。哎呀，这干豆角留着炖豆腐、炖大骨头，那味道可老好了。大宝娘，留着吃啊！哟，这就是老李家的小闺女儿，瞅着贼精的，这长大了肯定是虎妹子。来，小丫头，让婶子抱抱。嘿，这小崽子给谁使眼色呢？李甜甜只是单纯的不喜欢这位大婶罢了。陈月莲往她面前一凑，身上就一股子酸臭味儿，油腻腻的鼻子都快贴到她脸上了。大宝娘，你闺女还挺有小脾气的，这么矫情的孩子还真少见。哼，这熊样吧，就好像谁愿意抱你似的。一个小孩子能懂啥？哼，我闺女有小脾气，你家那2个闺女就是好玩意儿了。本来刘淑贤没那么膈应陈月莲，毕竟住在一个村子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可他张嘴闭嘴就说他闺女的不是。大宝娘，村子里的人不都说你闺女是个福娃娃吗？她真有那么邪乎？嗨，邪不邪乎我不知道，但我闺女一出生啊，我家就有粮食吃了。哎呀，没办法呀，粮食太多了，撑得我家那几个小子从早到晚的打饱嗝。现在呀，一看见小米粥都觉得恶心，你说气不气人呐？好家伙，原来读书识字的老娘也这么凡尔赛呀！不是，这大宝娘是在跟我显摆家里有粮吃吗？她嘚瑟啥呀？是，整个杏花村就你们家粮食多。既然这样，大宝娘，就先借我50斤苞米面吧。啥时候我家有了，再还给你们。
李甜甜听后，气得鼓起小脸儿，咿咿呀呀地叫了起来：“老娘不借他粮食，这个人真讨厌！”似乎感受到闺女的想法，大花娘，我家的确有粮食，但不往外借。你呀，还是去别人家看看吧。胡说啥呢？那会儿张村长不也来借粮食了吗？你们家二话不说就给他拿了10斤小米儿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哼，村长是村长，你是你，那能一样吗？大宝娘，咱们两家处得不错吧？不过是借50斤苞米面而已，你至于这样为难我吗？当年你家猪跑到山上去了，要不是大花爹帮你们赶回来，那猪早就被野狼吃了。你咋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呢？哼，大花娘，你家老年的确帮我家赶过猪，但这个人情我家已经还完了，你不用天天的挂在嘴边提醒我。还完了？哼，开什么玩笑？你们家拿啥还的？空气吗？哼，今儿个就好好掰扯掰扯。大花娘，这些年你们家但凡有啥活，我家老头子和大宝二宝去没去帮工？你家秋收人手不够，我们帮没帮忙？别人家帮完工都请吃顿饭喝顿酒啥的，你们家倒好，一碗凉白开就给打发了。嘿，咋的？我家男人和儿子就那么好知识呗？因为赶过一头猪就得随叫随到呗？这狗屁人情就得还一辈子呗？所以不太了解对方的实力，今日一瞧，心里才明白，原来这也是个硬茬啊。大宝娘，你不知道一头猪值多少钱吗？赶上行情好的时候，都比驴崽子值钱。就凭这个，让大宝他们帮我家干点活，咋了？还想要工钱啊？陈月莲呜闹叫喊，吵得李甜甜脑仁生疼。什么叫胡搅蛮缠？这便是了。大花娘，你还真是醉汉耍酒疯，无理取闹啊！且不说大宝他们帮你家干过多少活，就是逢年过节，我们往你家送的东西那还少吗？又是红糖又是鸡蛋的，就跟去坟头上供似的。刘淑贤，你说啥？说啥你听不懂啊？这些年我们家送过去的东西，买头猪都绰绰有余了，你还搁这儿跟我叭叭啥呀？不像话，太不像话了！难怪赵老太太咒骂老李家，规划那么好的儿媳妇都能撵出去，简直是瞎了眼。中，我不跟你唠猪的事情，咱们啊就事儿论事儿。你们家七宝前些天去后山坡看书，正好我家大花打那路过，好家伙，那李老七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摁住了，又是摸脸蛋儿的，他还好意思称自己是读书人，却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我家大花现在都不敢一个人出门，睡觉都不踏实，你说咋办吧？李甜甜彻底无语了。七哥哥性格温厚，出口成章，做人做事很有礼貌。村子里谁家写信或者读信啥的，都会把李七宝叫过去帮忙。大花娘，你这无中生有的本事真是见长啊，连我儿子都敢诬陷了。谁诬陷你儿子了？这是真事儿，就算闹到公堂上去，我也占理儿。李甜甜心里暗叹一声，看来这女人今天不要点粮食回去，是不会善罢甘休了。你说是就是啊，你有证据吗？如果不拿出证据，我就告你诽谤，看看县令老爷向着谁说话。娘，咋的了这是？他欺负你了？来，七宝，娘问你一件事儿，你有没有非礼过魏大花？啥？娘，
您说啥呢？我一见到魏大花就恶心，怎么会非礼她呢？就那种脏了吧唧的丫头，白给我都不要。他说的确实如此。李老七，你个小崽子，你骂谁恶心呢？道歉，赶紧给我道歉！我凭啥给你道歉啊？你算老几啊？李甜甜张开小嘴儿叫了2声。七哥哥威武，给我使劲对他！你个有娘生没娘养的小崽子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刘淑贤，你哼，打的就是你！陈月莲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里是我家，你再敢胡说八道一句，我就把你的嘴抽歪，门牙都给你打下来。不信，咱就试试。不是，你儿子非礼我家大花，你还有理了呗？就算非礼，也是你闺女占我儿子的便宜，你还巴巴啥呢？这婆娘还真不好对付。刘淑贤，是你先跟我翻脸的，你记住了，今天这事儿没完。回去我就把大花叫过来，让他跟李老七当面对质。你儿子如果解释不清楚，那咱们就公堂上见吧。呸！大花娘这就走了，不借粮食了？刘淑贤，你今天要是不给我拿100斤大米，你就是我孙女儿。哼，不要个脸！大花娘，你说反了。你要是管我叫一声姑奶奶，我心情一好，没准还能多送你一点粮食呢。李甜甜一个没忍住，直接笑出声来。哎呀，老娘啊，你也太逗了吧！不去说相声都白瞎了。刘淑贤，你也不怕折寿？就你这德行，也配当我姑奶奶？嗨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不怕折寿。七宝，你去米缸给我装20斤小米过来。今天不狠狠羞辱这泼妇一顿，他下次还敢过来嘚瑟。知道了，娘。李七宝应了一声，颠颠地跑进厨房。片刻后，他提着半袋子小米走过来。娘，装好了，这些得有30斤了。大花娘，快点叫啊！不过是一声姑奶奶而已，等叫完了，这些小米就都是你的了。在青黄不接的年月，粮食就是天，不管有啥矛盾和恩怨，只要有一口吃的，面子和尊严都可以放下，毕竟不能当饭吃。陈月莲舔了舔嘴唇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袋子。姑奶奶，速度之快，声音之小，估计贴在耳边都听不到。大花娘，看来你是不想要粮食啊。哎，那算了吧，我还是自己留着吃吧。七宝，去把小米拿回去吧，你陈大婶不想要。哎，好。李七宝点点头，拿着袋子就要走。陈月莲面色一慌，急忙开口：“哎，等一下，谁说我不想要粮食的？李老七，你给我站住！”那你倒是叫啊，大点声，我耳朵背，听不见。姑奶奶，这下总行了吧？哎呀，大花娘，我没听见啊，你再大点声。真恨人呐，他就是故意的。再大点声，我得把全村子的人都吸引过来啊！刘淑贤，咱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你差不多就得了，别得寸进尺。来，把小米给我，等会儿你再去给我拿点白面，30斤就够了。陈大婶，你咋那么贪呢？李老七，你非礼我闺女，单凭这个，我要多少粮食你都得给，不然，你还想去报官呢？刘淑贤，你别太过分，姑奶奶我也叫了，
你还想干啥？老娘，七哥哥，快把粮食夺回来呀！不许给他！我身上要是有了污点，以后还怎么考科举啊？陈大婶，你也太损了，缺德加冒烟，你才不得好死呢！就凭你这两把刷子，估计连童生都考不上，还想着做官老爷，你做梦去吧你！呸！这疯婆子的嘴也太毒了吧！哪有这样诅咒人的？他也不怕遭雷劈。哼，不行，我得帮七哥哥出这口恶气。李甜甜闭上大眼睛，在空间里寻摸一圈，最后将目光落在一只笼子上。好吧，就是他了。闭上你个臭嘴！我儿子能不能考上童生，不是你说的算的。再敢胡说八道，我就把你脑袋揪下来。你敢？你揪一个试试！墙角处忽然窜出来一只大耗子，它体型肥硕，黑不溜秋的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嘴里发出吱吱的叫声。哎呦，我的娘啊！耗子，有耗子！大宝娘，你快帮我整下去啊！哎呦！我知道了，感觉你们家闺女是个小妖精。这青黄不接的年月，耗子早都饿跑了，为啥你家……大花娘，你能不能别胡乱瞎说咧咧呀？我们家买了这么多粮食，招几只耗子过来有毛病吗？比如你，不也闻着味儿过来了吗？你啥意思？你说谁是耗子呢？谁蹦跶的越欢，谁就是了。你等着，只要我陈月莲还有一口气在，我就跟你没完。说完，他便气鼓鼓地离开了。这大清早的，粮食没接到不说，还惹了一肚子气。这老李家太不是东西了。娘，您没事吧？嗨，没事儿没事儿。闺女儿，没吓到吧？李甜甜眉眼弯弯，快速眨了2下眼睛。老娘，我没事，你很勇猛。李甜甜眯了一觉，眨巴着大眼睛。老爹，我尿泡了。真是太丢人了。哈哈哈！爹，妹妹尿炕了。老爹，胡子家人不许亲了。老婆子，你不用说我也知道，那陈月莲呐，太不要脸了，借粮食就说借粮食的，还非要往咱家小七头上泼脏水。娘，咱家粮食够吃上一段时间的了，明儿个我想上山一趟。上山干啥？山上焦黄一片，你还想采山野菜呀？娘，您忘了，咱家现在有福宝宝了。山上虽然荒凉，我和老二不还是捡了一头野猪回来吗？我想去碰碰运气，万一能采到山韭菜和木耳啥的，不就有下饭菜了吗？李甜甜听后微微眯起眸子。大哥说的对，粮食不缺了，但总得弄点下饭菜呀。空间里啥都有，随随便便拿出来一些，就够全家人吃一阵子的了。李甜甜蹬了蹬小腿儿，弯起眉头。老爹老娘，去山上采野菜吧。哎，老婆子，你看闺女好像听懂咱们说话了。李万全乐得合不拢嘴。唉，既然想去，那就去吧，注意安全啊，别被蛇咬了。哎，要是真能碰到蛇，我就把它摁住，回来烤着吃或者泡酒喝。哎，小六啊，你为啥整天不停地喝水啊？大嫂，喝水能治病，你看我现在都不傻了。好像真是这样啊。你只要聪明了呀，以后肯定能干大事。谢谢大嫂，等我出人头地了，
就给你买胭脂、买首饰。好，好，好，快点把水瓢给大嫂吧。老赵家，赵葵花站在大门口，抻着脖子往老李家那边瞅。哎，葵花，你干啥呢？听说早上那会儿，陈月莲去老李家借粮食了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太不像话了！老李家宁愿把粮食借给外人，也不想救济他娘家。看来从一开始，公爹和婆婆就没把他当成家人。葵花，你关心那事儿干啥？有我一口吃的，就肯定饿不着你。江三狗，你干啥玩意儿？别跟我动手动脚的，不然我让春燕过来收拾你。你提春燕儿有用吗？他都知道咱俩的事儿，就是没说出来罢了。我跟你有啥事儿了？江三狗，你别跟我蹬鼻子上脸，再敢摸摸搜搜的不老实，当心我把你打成太监。呦呦呦，小样儿吧！葵花，我对你咋样，你心里应该清楚吧？当初要不是李老二下手快，你就是我的媳妇儿了。现在他每天面对赵春燕那个蠢货，脑袋嗡嗡的，睡觉都能吓醒。再看葵花，天生皮肤就白，身材有些丰腴，特别是笑起来时，简直迷死个人。我呸！江三狗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自己是个什么德行？跟我家二宝一比，你就像一坨牛屎，恶心的要命。哼，做他的媳妇儿，那还不如一头撞死呢。赵葵花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要不是我护着你，你在娘家根本待不下去，不知好歹的东西。别的不说，就春燕那个母老虎早就把你给吃了，叭叭叭的，心里不知道咋回事啊。我就知道你是个人渣，以后少跟我说话。葵花呀，你还打算在家住到啥时候啊？家里没粮食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，整天白吃白喝白住，啥活都不干，你是把自己当成祖宗了？娘，您总把这个挂嘴边干啥？我这几天都没咋吃东西，喝口水都得看您的脸色，您还想咋地呀？赵葵花一脸的委屈，她算是看出来了，娘就是偏心眼儿，她不管做啥都是错的，喘气儿都有错。嘿，葵花，你再给我嚷嚷一个，反了天了你了，没用的东西！高氏攥着苍蝇拍，在赵葵花面前抡了2下。你个赔钱货！你不是说待几天就回老李家吗？这一晃都多少日子了？我每天供你吃供你睡，你还问我咋想的？你这脑子是灌粪汤了吗？娘，过几天我肯定回去。就算娘家不撵他，他也要想办法回去。江三狗天天骚扰他，春燕又是个刁钻刻薄的，爹爹自私自利，娘就更不用说了，偏心都快偏到天上去了。这样的娘家，多待1天就少活2个月。不行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回去，然后拿30斤小米回来，不然的话，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了。哎呀，快去！娘，您别做的太过分了。赵葵花眯起眸子，您要是跟我断绝关系，今后就别想吃到老李家1粒米。嚯，赵葵花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啊，都敢跟我这么说话了是吧你？大娘，你吵吵啥玩意儿？葵花毕竟是咱俩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，哪能轻易断绝关系呢？脾气一上来就知道瞎咧咧，嘴没个把门的。闺女，你娘说的都是气话，你别在意哈。葵花啊，你听爹的啊，现在去外屋地洗洗脸梳梳头，换一身干净点的衣裳，抓紧回老李家去吧。爹，回去就回去，我为啥要打扮呀？哎呀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
你不拿捏住李老二的心，他能替你说话吗？爹，您这是让我去色诱二宝吗？这话说的，你跟李老二是两口子，谈不上色诱，只要把他哄开心了，要多少粮食他都给你。可是二宝已经写了休书了，我没脸回去了。你不是没把休书拿回来吗？况且张村长又没给他们作证，所以不算数。赵葵花听到这里，轻轻点点头。爹说的有点道理，既然没拿休书，又没有证人，她现在依然是李二宝的媳妇儿。爹，我明白了，我现在就去洗脸梳头。切，一个赔钱玩意儿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少说两句，拿上扁担和水桶，去把水缸挑满。爹，我脑袋疼，好像是生病了。你让三狗去吧，我得躺一会儿。次日上午，老李家，美呀，昨天的蛋汤整得挺好喝的，味道不错，你再做一锅吧。哎，知道了。里屋，李甜甜闭着眼睛在空间里溜达一圈，她在想给家里人拿点什么东西好呢？自己只能喝奶，吃不了饭菜，所以这次进山，她要给全家人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。嘿嘿嘿，爹，你快看妹妹，她自己笑呢，真好玩。爹，妹妹喜欢被我哄，不信您看，她还笑呢。老婆子，你咋还突然想上山了呢？你俩要实在闲得慌，就给你们小姑姑念百家姓和三字经听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你们七叔。就算给小姑姑读，她也听不懂啊。呀！李甜甜叫了一声：“大侄子，姑姑能听得懂。”你瞅瞅，你小姑姑说她能听懂，比你强，一天天就知道虎逃。别骂了，别骂了，再骂就骂傻了。大宝，麻袋啥的家里还有吗？你去找3个来。爹，您拿那么多麻袋干啥呀？当然是采山野菜呀。咱们今天走远点，看看能不能采到猴头和木耳啥的。运气好的话呀，没准还能采到柳蒿芽和宽叶钱麻呢。那东西都愿意长在水边，整个马岭山都光秃秃的，哪来的水啊？你妹妹福气绵绵，会保佑咱们的，放心吧。咦，李甜甜眉眼弯弯。大哥，有一物。对呀，有妹妹在，没准一出门就能捡到金疙瘩呢。吃过早饭后，便跟着老头子和大宝、二宝上山去了。爹娘，你们快看呀！爹，那是不是蘑菇呀？蘑菇？这么干旱的天儿，哪来的蘑菇啊？爹，不为别的，我的天娘呀，这里咋这么多蘑菇呀？李二宝，咱们可能是找到蘑菇窝了。这些蘑菇要是全采回去晾成干，1斤起码能卖到5文钱呢。爹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这马岭山都旱成啥样了，连蒿子都焦黄焦黄的，为啥会有蘑菇呢？你管那么多干啥？有蘑菇吃你还不满意呀？闺女知道家里粮食够吃，但就是没有下饭菜，所以才弄出这么多的蘑菇的吧。二宝啊，你现在回家一趟，再拿几个麻袋过来，这3个麻袋指定不够用。爹，整多了咱们也扛不回去呀，这山坡上的蘑菇起码有10几麻袋的样子。不采回去，你打算原地晾成蘑菇干呐？这都是你妹妹用福气招来的蘑菇，你是想拱手让给别人？中，我这就回家。与此同时，老李家，李甜甜睡了一大觉，醒来后发现老爹老娘还没回来，倒是六哥哥坐在他身边。妹妹，你醒了？见妹妹睁开大眼睛，六哥哥，其实你不用多喝水的。
家里的饭菜都是用灵泉水做的，在潜移默化中就能把病给治好了。许是六哥哥想尽快变成正常人，所以才水不离手的吧。妹妹，你是饿了吗？有点饿了。那六哥喂你水喝好不好？呀，不可以的，白凉的水喝了会窜稀的。他还是个宝宝，肠胃太娇贵了，现在连米粥啥的都不能喝，还要再等等。呀，六哥哥，炕太热了，你能把我抱到炕上去吗？妹妹是冷了吗？完了，更烫屁股啦！好凉快啊！为了表示感谢，晚上请全家吃蘑菇大餐。大嫂，咱们还有麻袋吗？二宝，爹娘在山上采到什么了呀？居然用这么多麻袋。嘿嘿，蘑菇、杨树菇可多了，满山坡子都是。真的啊？小姑子这是又显灵了。七弟和八弟去哪儿了？啊，他俩说去帮村长家干活了，等会儿回来。大嫂，我得上山了，等老七和老八回来，大嫂让他们把剩下的麻袋送过去。不说了，大嫂，我先走了。行，去吧去吧，告诉爹娘啊，早点回来吃饭。今天呢，熬小米粥喝。知道了，大嫂。老六，走，跟我上山采蘑菇去。来了，妹妹，我去采蘑菇了，你不要乱动哦。厉甜甜哭笑不得，眨了眨眼睛。去吧，六哥哥，今晚咱家就有菜吃了。里屋炕上的李甜甜抿着小嘴笑。嘿，甜宝宝，你乐啥呢？告诉大嫂，你想到啥高兴的事儿了？呀！李甜甜吐了个口水泡泡，小手一动一动的。真好，自打你出生以后啊，咱家都跟着转运了。你呀，就是全家人的掌中宝。甜甜喜欢大嫂吗？呀，喜欢大嫂，特别喜欢。他前世是个孤儿，在孤儿院长大，身边最疼爱他的人就只有老院长了。今生重活一世，他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家人带来的关爱。穷不可怕，怕就怕家里人不是一条心，整天玩冷暴力，不和睦。咱们甜甜长大了，想干啥呀？呀，大嫂，我啥也不想干，只想躺平。哦，甜甜想躺着呀？那大嫂不打扰你了。哦，好奇怪啊，大嫂好像能听懂我的鸟语啊。卓萧然闲着没事，又开始坐在大门口晒太阳。因为恢复了味觉，他这段时间过得极其惬意。哎呦，小11，你又在这儿坐着呢？王道香，老李家有人没？不知。哥，家里有没有人你都不知道啊？这孩子是不是跟李老六一样，也是个傻的？一天天的就知道坐在大门口，像个活哑巴，见到谁都不说话。我有义务告诉你，李家有没有人吗？咱俩很熟。不是，这小娃娃啥意思啊？瞅他不过4、5岁的样子，说话咋这么气人呢？一定是刘淑贤那个死娘们教他的。哼，没教养就是没教养，难怪你爹娘不来找你。你呀，就在老李家蹲一辈子吧。话落，王道香头也不回地朝院内走去，却没发现卓萧然随手捡起一块小石头。咋了？谁家杀猪了？会不会说话呀？谁是猪？哎呦，姨大娘啊！哎，你这是干啥呢？
在我家院子里打啥滚啊？麦芽，那个小崽子，他打我。那你瞅瞅，我这小腿肚子都肿起来了。哎呀，姨大娘，小十一才多大点儿啊？你说被他给打了，这谁信呢？哼，除了他没别人。麦芽，你今天别拦着我非削他一顿不可。姨大娘，小十一是我们李家的孩子，他就算犯了错，也轮不到你来打他。好啊，护短是吧？行，那我就先打你。我咋瞅着那个人像赵葵花呢？娘，不用看了，那就是赵葵花。爹娘，你们等着急了吧？你干啥去了？让你拿几个麻袋，你去了将近1个半时辰。你把他领来干啥呀？修都修了，还想破镜重圆是咋的？李二宝一脸无奈。爹，他自个儿跟来的，撵也撵不走。来，盛着麻袋往里面装蘑菇。大宝，你也别闲着，把山坡上剩下的蘑菇都采回来。你先让大宝送你回去，然后帮麦芽做饭，等饭好了，蘑菇也就扛回去了。瞧你说的，我又不是小姑娘，回趟家还得让人送啊。哎，这不是怕你碰到蛇和熊啥的吗？万一你被熊叼走了，我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上哪儿找你这么好的老伴儿啊？他觉得还是老李家最有人情味儿了，打打闹闹的，偶尔再拌2句嘴，多有意思啊！再反过来看他那个娘家，整天都死气沉沉的，特别是他娘，一天天的就跟要死了似的，没一个笑脸。娘，您回去吧，我帮爹采蘑菇。这是讨好公婆和李二宝最好的机会，绝不能错过。葵花，既然二宝已经把你休了，你跟我们就没啥关系了。突然跑到山上帮我们干活，回头你爹娘埋怨起来，我可担待不起。不，娘，我这是自愿的，真的。赵葵花一边说着，一边捡起蘑菇往麻袋里装。真邪门啊！这马岭山一带都快旱冒烟了，老李家居然能采到这么多蘑菇，看来他那个小姑子又显灵了。赵葵花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，只要老李家有田宝宝在，家中的兄弟们早晚有一天都能出息。这么好的家庭，他如果被撵出去了，那是极大的损失。呵，你想自愿，我还不同意呢。赵葵花，我们已经给足你面子了，你别闹得大家都不好看。现在赶紧回家去吧，我们不用你帮忙。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爹娘，我就跟你们说实话吧，自从被你们撵回娘家后，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，天天受气，连喘气儿都是罪过。还有我那个妹夫，就跟个牲口似的，天天纠缠我，脏话连篇，太不是东西了。说着，赵葵花抹了把眼泪，二话不说就磕了3个响头。爹娘，我这次回去就跟娘家断绝关系，再也不跟他们来往了。以后我跟二宝好好过日子，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家里的脏活累活，我一个人全包了，洗衣裳、扫地、上山砍柴火、倒脏水桶，我全能干，再也不说打扫是马屁精了。你说说你要是一早就有这个觉悟该多好啊，非得闹得鸡飞狗跳才干这马后炮的事。刘淑贤没说什么，瞥了李二宝一眼。你自己看着办，有些事儿不要全听爹娘的，你要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。
说完，刘淑贤拍了拍身上的泥土。哎呀，老头子，我先回去了。晚上你想吃点啥呀？还能吃啥呀？这么老多蘑菇，抓紧炸点蘑菇酱，熬点蘑菇汤，我都快馋死了。李万全吸溜一下口水，这都多长时间没吃蘑菇了，连蒲公英都被挖灭绝了。等蘑菇晒成干，他就算砸锅卖铁，也得去买只小笨鸡来，再炖上干蘑菇，嚯，那味道简直没谁了。中，那我先扛一袋子回去。哎呦，可不中啊，可不中！万一闪到腰咋整啊？这玩意儿含水，太沉了，你先装一小兜子拿回去，足够咱们吃了。看着爹娘之间的互动，赵葵花哭得更凶了。她真后悔啊，当初为啥那么不懂事呢？贪小便宜吃大亏，老李家是多好的人家，她咋就不知道珍惜呢？刘淑贤走后，赵葵花抢着干活，山坡上零零星星没采干净的蘑菇都被她扫荡一空。哎呀，不中啊，麻袋不够了。二宝，老七和老八咋还不送麻袋来呀？哎，这老二还真把赵葵花当成香饽饽了。老二啊，你还没看出来呀？赵葵花是看咱家日子有起色了，能吃饱饭了，才一门心思要回来的。你以为他是痛改前非、大彻大悟了？你可别被他骗喽。爹，那您说咋办嘛？既然已经休了，那她就不是你的媳妇儿了。具体咋办，你自己拿主意呗。这话说了等于没说。老李家，大嫂，家里还剩几条麻袋啊？都给我拿上吧，山上等着用呢。哎，不是，这啥情况啊？老二媳妇儿咋突然跑回来了？来，老大媳妇儿，把缝好的麻袋给他拿上。大嫂，以后咱妯娌两个好好处，我再也不跟你作对了。嗨，你说这些干啥呀？大嫂，你等会儿到娘面前替我说几句好话啊！我能不能回来，就全靠你了。葵花，我这边还有挺多活呢，你能不能回来呀？全靠你自个儿的表现，我可帮不了你啊。娘，中午那会儿王道香来了，我还跟他打了一架呢。你咋还跟那个泼妇干起来了呢？娘，他呀就是来讹粮食的，还说小十一用石头打他，一点都不讲理。削得好，那个泼妇一看到咱家有粮食吃了，闻着味儿就过来了。咱家最难的时候，管他借2个鸡蛋都借不来呢。那是神童吗？里屋，卓萧然坐在炕沿边上，淡淡的看着李甜甜。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你们家了，我的味觉还会在吗？十一哥哥，你要走了吗？你找到爹娘了吗？见奶团子很费力地说着鸟语，卓萧然抿嘴笑了笑。你还真是个小福星，杏花村旱成这样，你们家居然还能采到蘑菇。不关我的事，是家人运气好，自己捡到蘑菇的。李甜甜咿咿呀呀的解释，卓萧然忍俊不禁。哎呀，又尿炕了！大娘，大嫂，甜甜她……但这会儿二人好像不在厨房，里屋就他一个人，所以这换尿布的活儿就落在了他的头上。哎呀，你为何这个时候尿炕啊？我可不会换尿布啊！卓萧然一脸的嫌弃，李甜甜闻言瘪着小嘴，大眼睛里蓄满了泪花。啊，好，我帮你换。他笨手笨脚地抱起李甜甜，随手把那条尿湿的尿布拿下来，又找了条干净的换上去。
虽然做的没有大娘和大嫂好，但她已经尽力了。从前在宫中的时候，她何时做过给娃娃换尿布的事情？都是别人抢着伺候她，好吗？现在你满意了？看着怀中笑容甜甜的奶团子，卓萧然一脸无奈。满意了，谢谢十一哥哥。啊，你为什么总是看着我笑啊？因为我喜欢十一哥哥呀。总算是把蘑菇都扛回来了。等这些蘑菇都卖出去啊，咱家就发大财了。县城就有收蘑菇干的，抽空你去问问，现在干蘑菇都是啥价？要是给的太低啊，那坚决不能卖。中，明天我就去县城。李甜甜笑眯眯地看着爹娘，心里很是满足。慢慢的，她会让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的。恰在这时，爹娘，饭好了。哎呦，甜宝宝，二嫂知道错了，你能原谅二嫂一次吗？这莫名其妙的，二嫂跟她道什么歉呀？二嫂跟你保证，以后再也不偷粮食了，一心一意的对你好，家里所有的脏活累活我都干，只求你帮二嫂说说情，好不好？李甜甜张了张小嘴。二嫂子，我连话都不会说，该怎么给你求情啊？你是不是求错人了？家里人都把你当成福娃娃，外面那些蘑菇和家里的粮食都是你用福气招来的，二嫂心里都明白。只要你给爹娘一个暗示，他们肯定会把我留下来的。他相信小姑子能听懂他在说什么。这小奶团子刚出生那会儿，赵葵花就看出来他跟普通娃娃不一样。二嫂，你要真有悔过之心的话，就应该去找爹娘好好谈谈，找我真的没用啊。见小姑子也不想搭理他。二嫂子，你哭啥呀？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片刻后，李二和走了过来。见娘哭得很伤心，李二和上前问：“娘，你咋的了？爷爷和阿奶让你去吃饭呢。”儿子，你说啥？阿奶让你去吃饭，小米粥、蘑菇酱。儿子，都怪娘不好，是娘太自私了，以前不该对你那么刻薄，今后有啥好吃的都给你留着，谁要是欺负你了，娘就替你打回来。李甜甜朝他眨眨眼，咧嘴笑了笑。二侄子，随遇而安吧，把心态放平，她毕竟是你的亲娘。娘，走，咱去吃饭。大宝爹，干白菜拿来了，我放门口了哈，你记得拿进去。老头子，你出去瞅一眼，看看那位老蔫搁外面干啥呢？这老魏家没一个好东西。上次陈月莲还诬陷他家老妻非礼大花，为了口吃的，啥事儿都能干得出来。中。来到院子一看，就见魏老蔫儿已经装了半麻袋蘑菇了。来，魏老蔫儿，你干啥玩意儿呢？给我放下！不是啊，大宝爹，你这就有点不像话了吧？怎么不像话了？一颗破白菜就想换一麻袋蘑菇，你把俺们家当傻子呢？你自己瞅瞅，就这破白菜，连一个蘑菇都换不来，还想装一麻袋？你脑袋被门夹了吧？不换就不换呗，说话咋这么难听呢？自己家日子过好了，也不知道帮衬帮衬大伙儿，以后没人跟你们家来事儿，你就等着过死闷子吧。
魏老蔫，就你这样事儿的，谁愿意跟你来事儿啊？哼，整天就知道贪小便宜，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！还有你家那婆娘，口口声声说我家七宝非礼你家大花了，啥证据都没有，张口就来。我没去县衙告你们一状都不错了，你还好意思跑到我家来偷蘑菇，真不要个脸！哎，我这不是偷，是换，你别胡说啊！我呸，揍行吧！李万全，你嘚瑟啥呀？不就是采点蘑菇吗？赶上好年头，我采的比你多，整一堆杨树蘑和松树蘑，就算晒成干了也卖不上价。你就等着烂在家里吧。哼，我妈老李家没一个好东西，最穷的那会儿，李老大还上过我家借过酱油呢。现在发达了，就关起门来装聋作哑了，没见过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。哎呀，姨大娘，你家有茶水没？给我沏一壶，我妈的口干舌燥，渴了。我有，你喝吧。切。王道祥，你这个死老娘们儿，你咋啥话都出咧咧呢？你就不怕烂嘴丫子呀？老李家，老婆子，咱家采这么多蘑菇回来，是不是太招摇了？能采到蘑菇是咱们家的本事，有能耐他们也上山去捡野猪、采蘑菇啊。那村民要是来借咋整啊？哼，不借。蘑菇是咱们辛辛苦苦扛回来的，要借也行，留下字条，还的时候要双倍。中，就按老婆子说的办。爹，以后家里的杂活都交给我吧，让大嫂歇一歇。我看家里面没有柴火了，明个我就上山打柴。娘，我陪你一起去打柴。好，一起去。赵葵花，如果现在不好好表现一下，他就彻底回不来了。李甜甜躺在炕上，大眼睛盯着漏窟窿的屋顶，睡意全无。她在想要用什么办法才能帮杏花村弄来一场雨呢？正是初夏的季节，如果雨水充沛的话，村民们还能种一茬粮食。来到空间中，李甜甜眼睛一亮，计上心头，有办法了。再过几天，她就给大伙儿来一场人工降雨。老婆子，你睡了没啊？咱家老三这会儿早该到京城了吧？他为啥不给家里写封信报个平安呢？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别担心那没用的。再说了，咱家老三打小就机灵，为人处事啥的都比你强。哎呀，赶紧睡吧。呵，三狗子，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！上次被修理一顿还不长记性是吧？咋的？反正也被你们抓了，要杀要剐，赶紧的！葵花，你真贱呐！人家都不要你了，你还舔着脸回来，真没见过你这种贱皮子！江三狗，你少跟我扯那些没用的，以后我跟老赵家再也没关系了。你如果再来纠缠我，我就去报官。呦，瞧把你给能耐的！你以为有李老二给你撑腰，我就怕你了啊？呸！一个赔钱货，我看你一眼我都觉得恶心，埋汰死了。江三狗，要不是看在赵树林的面子上，老子早就把你剁了喂狗了。自己活不起，还跑到我家偷蘑菇，你胆子真够肥的！娘，天亮我就去县衙报官，擅闯民宅，入室行窃。中，像三狗子这样的货色，让他下大狱都是便宜他了。你们吓唬谁呢？就县衙那牢房，老子想去就去，想出来就出来。再说了，进去有吃有喝，我怕啥呀？李老二，你抓紧去报官，老子要是怕了，就随你一下。把这狗东西扔到柴房去，天亮后抓紧去报官。知道了，爹。葵花，
你回到老李家不就是为了一口吃食吗？没事儿，我不笑话你。等我从牢房出来，咱俩就去私奔，再生5、7、8个孩子。哎呀，不要脸的玩意儿，你闭嘴！哎，为啥要闭嘴？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意，却偏偏往李老二的被窝里钻，你说你是不是？够了！再敢胡说，我就把你舌头割下来。他没猜错的话，这次来偷蘑菇肯定是赵树林和高氏让他来的。上次葵花偷粮食就已经惹得爹娘很不开心了，如今江三狗又来偷蘑菇，看来老赵家根本没有悔过之心。葵花，我问你，你真想跟我好好过日子吗？那行，明日一早你就去老赵家一趟，跟他们彻底断绝关系，以后再也不来往。如果你能做到，以前的所有事情就翻篇了。他确实想回到老李家，因为不用饿肚子，况且有田宝宝在，家里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可贸然让他跟娘家断绝往来，他心里隐隐有一丝不舍。咋不说话了？很为难吗？我都听你的，明早就回去把话说清楚。爹娘，我这就回娘家去，跟他们把话说清楚。今后我就跟二宝好好过日子，不听我娘家挑唆了。哎呀，老二媳妇儿，你有这份心就好。这次能让你回来，并不是我们老李家有多仁慈，而是你这2天表现得很好。以后相处过日子要手脚勤快些，有点眼力劲儿。如果再偷奸耍滑，二宝一样可以把你撵出去。他现在是真的后悔了，婆婆和公爹给了他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他就算再蠢也不敢跟家里人对着干了，特别是小姑子，那可是全家地位最高的人。哎，娘，您放心，儿媳心里有数了。赵葵花劈了柴火，把屋地扫干净后，这才解下围裙，朝老赵家走去。老婆子，昨天晚上你发没发现一件怪事儿啊？老二那棒槌都快落到江三狗的头上了，突然被石头砸。你说那石头是从哪儿来的？会不会是小11扔的石头啊？就算是他扔的，也不能扔那么准吧？所以我才问你呀。小11自从来到咱们家呀，就神神秘秘的，也不爱吱声，整天就坐在大门口晒太阳。你说他是不是某大户人家的私生子啊？老头子这想象力真是越来越丰富了。哎呀，得了，别想那些没用的。你去往县城方向迎迎，看看老二回来没？你个赔钱玩意儿，不省心的货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你婆家采了那么多的蘑菇，你也不说给我们拿上10斤20斤的。之前让你拿粮食你不拿，蘑菇吃不上，你现在还有脸空着手回来啊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今后我们赵家没有你这个闺女！哎呀，滚！娘，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们，以后我是老李家的人了，跟你们再也没关系了。啥玩意儿？这次不等高氏急眼，赵树林第一个火了。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，我以后是老李家的人了，跟你们……你娘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赔钱货。瞧见老李家有吃有喝，能填饱肚子，就不认自己的爹娘了。哼，你是你娘身上掉下来的肉，生是我们老赵家的人，死是我们老赵家的鬼。你以为3言2语就想跟我们断绝关系啊？做梦去吧！是啊，大姐，你也太没良心了。你忘了爹娘是咋把你养大的？回老李家吃了几顿饱饭，竟然有脸跟爹娘断绝关系。我说大姐，你脑袋是进水了吗？哦，还有，我家三狗昨晚去老李家借蘑菇，他咋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？哼，那江三狗是借蘑菇吗？那分明是偷。甭管是偷是借，他人呢？被抓起来，
扭送到县衙去了。啊，你说啥？娘，您听听，这就是您的好女儿，居然把自己的亲妹夫送到大狱去了。哎呀，你叫唤啥玩意儿啊！你给我憋回去！哎呀，是啊，亲妹夫整天调戏大姨姐，你这丈夫是罪有应得，他就该千刀万剐，就该下大狱。不是，赵葵花，我给你点脸了是吗？以为有老李家给你撑腰，我就不敢削你了是吧？好，今天我非撕了你这张臭嘴！葵花啊，你这个小浪蹄子，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，你是真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你说，老李家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？啊，让你跟我们断绝关系啊？啊，你说啊，你说。葵花，我告诉你，我和你娘生你养你不容易，你如今日子好过了，就想过河拆桥断绝关系，没门儿！你现在马上给我滚回老李家，拿30斤小米和20斤蘑菇回来。要是敢不听话，我今天就掐死你！爹，您想掐就掐吧，死了就一了百了了。你这个赔钱货，我掐死你，掐死你！就见刘淑贤和李二宝匆匆走了过来。住手！哼，光天化日，你是想掐死自己的亲闺女吗？娘，要不是婆婆及时出现，她恐怕就真的没命了。你个死东西，你管谁叫娘呢？我才是你亲娘！就凭你这阿杂货，你都不配活着。自己生养的闺女想掐死就掐死，你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二宝，送他们去见官，杀人未遂，故意行凶。你们2个老货就等着把牢底坐穿吧。李老二，这里是我家，你想干啥？干啥？我来救我媳妇儿，你再敢打她一下，我就把你脑袋揪下。那葵花是我们的闺女，我们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你们管不着。刘淑贤勾唇冷笑：哼，放什么狗屁！葵花是你闺女不假，但她不是你们家的奴隶。你要是活不起了，就赶紧一头撞死，没人拦着你。不是，亲家母，你说话咋这么难听呢？谁是你亲家母？刘淑贤嗤笑一声：哼，我可没有你这种自私自利，连亲闺女都想掐死的亲家。传出去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如今为了她，婆婆能做到这等地步，她还有啥理由不跟二宝好好过日子呢？二宝，你消消气，我是你岳父啊！狗屁岳父！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敢掐死，你还是人吗？娘，你先把葵花带回去，我送这老不死的去见官。二宝，你要干啥呀？你别动我儿子，不然连你也一块带走。亲家母啊，我错了，我是真的知错了。带赵树林去县衙见官，他是死是活跟我们家也没有关系。二宝，带走。院内，李万全翻了翻蘑菇，见晾得差不多了，便往麻袋里装。大伯，我来帮你吧。卓萧然走过来，昨天的蘑菇酱做的实在是太好吃了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不知晾成蘑菇干后，味道会如何？中，小11撑着带口哈。好。一老一小在院内干活，几乎没什么交流。小11啊，有个事儿我想问你。大伯，
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会武功啊？大伯为何会这么问啊？出宫前，很多人都提醒过他，不到万不得已时，绝不能使用武功，特别是在无辜的平民面前。李万全嘿嘿一笑：“啊，没啥没啥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”大伯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我知道小11是好孩子，不过你真记不清自己的爹娘是谁了吗？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，他家里人为啥还没找过来呢？卓孝然垂下眸子，摇摇头。他倒是希望袁禁统领晚点找过来，因为老李家福气满满，有人情味儿。下午时分，李大宝从县城回来了。哎，大宝，县衙咋判的呀？冯县令说，赵树林以前就有偷东西的案底，这次又持刀砍人，罪加一等，跟江三狗一样，被捕快毒打一顿，流放到北疆出苦力去了。我爹他没说啥吧？还能说啥？到了县衙他都吓傻了，冯县令放个屁都把他吓一激灵。你现在还担心他的死活呢？他想掐死你那会儿可没心疼过你。闺女儿，你今天咋不困了呢？娘，田宝宝说赵树林罪有应得呢。老大媳妇儿，你能听懂甜甜说啥是吗？他说慢点，我就能听懂。呵，真是稀罕事儿啊！呵呵呵，闺女儿，你再说一句。李甜甜转了转黑葡萄似的大眼睛。娘，甜甜说爹晚上睡觉啊打呼噜，很吵人呢。中，反正外面天热，以后爹呀去柴火垛上睡觉，好不好？李甜甜看爹爹一脸认真的样子，咧着小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甜甜说啊不用，她已经习惯爹的呼噜声了。全家人又是一阵大笑。李甜甜眉眼弯弯，看见家人们开开心心的样子，她也很满足。老婆子，我观察了，咱家的水缸可以一直出水，喝起来甜滋滋的，明显不是井里打上来的水。老头子，你那嘴没个把门的，出去可别瞎嘚嘚。万一哪天村里的井干了，大伙儿就都上咱家来挑水了。哎，放心吧，老婆子。这种事儿我哪能往外说呢？闺女，爹去种一片菜园子，好不好啊？爹爹随便，我不管。哎，老大媳妇呢？快过来听听，甜甜说啥呢？爷爷，我娘去茅房了。次日清晨，李大宝又把板车借来，装了4麻袋干蘑菇，身上揣了2个大饼子，便领着李二宝去县城了。大哥，我感觉咱俩今天要发财呀！李二宝推着板车往前走。我也有这种感觉。老二，如果把家里剩下的干蘑菇全部卖出去，怎么着也得有10多两银子了吧？差不多。有了这些钱，再盖1-2间茅草房都够了。来，给我推车，咱快点，争取正午之前到县城。县城，李大宝和李二宝找了个背阴的地方。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了啊！自己家晒的干蘑菇，味道纯正，价格实惠，买回去炖小笨鸡儿，味道嘎嘎香啊！李大宝扯着嗓子就喊开了：“那不就得了？整个县城就我独一份，你买2斤尝尝。”哎，小伙子，这干蘑菇10文钱1斤咋样？我多买点，大概3、5斤的样子。3、5斤还叫多买？不卖不卖，大伙儿都听好了啊！我再说一遍，干蘑菇20文钱1斤，不讲价。大娘，你买不买呀？不买的话，别用手掰啊。哎，咋的？买东西还不让挑挑了？一看你们俩就没做过买卖。不是，你是来捣乱的吧？走开走开！你就算想买，我还不卖给你呢。赶紧走！哎，
喊啥玩意儿啊？你还想打人啊？不卖就不卖，我还不稀罕买呢。话落，他转身就要溜走。你等等，挺大岁数了，咋还偷东西？给我拿出来！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别挡道！喂，你站住！二宝，算了算了，为了搬块蘑菇，不值当。大哥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不是冯县令的马车吗？哦，对对，哈哈，呵，是你们两个呀，真有缘呐！因为扭送江三狗和赵树林去见官，加上第一次买他们的野猪肉，冯县令已经认得哥俩了。哎呦，县令大人，您溜达呢？听说县城来一个卖蘑菇的，我便来瞧瞧，没想到是你们哥俩。这干蘑菇咋卖的？20文钱一斤。不贵不贵。之前他买外地的干蘑菇，价格都高达200-300文钱一斤了。都有啥蘑菇啊？哦，杨树蘑和松树蘑，还有一些草原白蘑啥的。县令大人要多少？都是20文一斤吗？啊，20文一斤，不讲价啊。这几麻袋总共有多少斤呢？200斤，我们在家都称好了。中，24得8，总共8两银子，你俩拿好。啊，县令大人，您全买了？哎，咋的？你俩不想卖？不，想卖想卖。呵，二宝，快去帮冯县令把袋子扛到马车上去。好嘞。哥俩装完车，冯县令二话不说就付了银钱。以后要是有干蘑菇，你们俩也不用摆摊了，直接送到我府上就行。20文一斤，有多少我就要多少。啊，真的？李大宝喜出望外，连忙说道：县令大人，实不相瞒，我家现在还存了不少蘑菇呢，大概有100多斤的样子，您全要吗？新不新鲜呢？没坏吧？这东西要是反潮了，容易生蛆，怪膈应人的。县令大人，您就放心吧，咱们这儿都3-4年不下雨了，哪来的潮气呀？那些蘑菇就在我家院子里晾着呢。县令大人如果照单全收，我现在就回家帮您装上，然后送到府上去。啊，中，正好今儿个我也没啥事儿，我去你们村转转，顺便把干蘑菇都买回来。县令大人真是豪爽之人啊！哥俩跟着冯县令回了趟家，把蘑菇卸下去后，便坐上顺风车，开开心心的回村去了。老李家，哎呀，二和，你别使劲踩种子呀！来，爷爷教你。老头子，二和今年才7岁，不会种地也正常，你别勉强他。7岁还不会种地呢，那也配叫乡下人？我7、8岁那会儿啊，都能赶着毛驴犁地了。现在这孩子呀，就是没吃过苦。你还想让他们咋苦啊？小闺女没出生前，咱家不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吗？这才过了几天好日子，你就开始埋怨上了。嗨，一点都不知足。是，老婆子说的都对。恰在这时，王稻香，哎呀，大宝娘，忙着呢。嚯，这青黄不接的年月，你们家还种菜园子呢？哎呦，哪来的水浇地呀？哼，反正没用你们家的水。哼，是没用我家的水，但咱们村子的那口水井马上就干枯了。张村长也说了，每户人家每天限量打2桶水。哼，你们家倒好，这都种上菜了。他今儿个过来是想管老李家要蘑菇的，顺便再借点粮食。如今抓住了他们的把柄，也不用借了，他想要多少，老李家就得给多少。一大娘，我家种菜碍着你啥事儿了？呵，咋没碍我的事儿？你们家多打1桶水，井里的水就少1桶，等井水干了，村民们都得活活的渴死。你们也未免太自私了吧？
一大娘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家去井边打水了？我，你啥都没看见，就在这儿叭叭叭的。你是不是想图点啥东西啊？粮食或者干蘑菇？没错，我就是来要粮食和干蘑菇的。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去张村长家告你们。门在那里，赶紧去告啊！你要是找不到村长家，我领着你去。嘿，不是，到底是谁给老李家的底气啊？他们打水种菜园子还有理了是咋的？刘淑贤，你得意啥呀？我知道张村长跟你们家关系好，他肯定向着你们说话，但村民们的眼睛可是雪亮的。王稻香以为自己逮住对方的把柄了，就拼命揪着打水这件事不放。哼，你们等着，我现在就把大伙都叫过来。他们要是同意你们家种菜，我啥话也不说了。去，赶紧去，没人拦着你。哼，易大娘，你要借粮食借蘑菇就直说，何必东拐西绕的？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不嫌磕碜呢？哼，大宝爹，我刚才说了想借点粮食，可你家婆娘不同意呀。中，那你再借一遍。嗨，啥意思啊？你刚才没听到啊？我耳背，真没听到。大宝爹，你给我拿30斤小米，20斤干蘑菇呗。哦，清楚了，嘿嘿，不借。易大娘回去吧。李万全嘿嘿一笑，这个老东西是在耍他吗？老不死的，你真不是个好东西！我呸！现在你想借，我还不要了呢！一个个的都给我等着！大旱3年，村民们都快渴死了，你们竟然还种菜，不要个脸！爹，万一村民们真过来起哄，咱家这菜还种不种了？是啊，爹，我今早去河边看了一眼，溪水已经干了，看样子咱们村的那口水井也快见底了。哎呀，怕啥呀？咱家又没去井边打水，他们想看就看呗。李六宝干了一阵活，连忙回到里屋去看望妹妹。李甜甜眨巴着大眼睛，滴溜溜地看着六宝，笑容甜甜。你的脸色越来越好看了，眼神也变清澈了。再坚持喝1个月的零钱水，就彻底变成正常人啦。李六宝咧嘴憨笑。妹妹，爹在后院种菜呢，以后咱家就有青菜吃了。等你长了牙，就可以吃韭菜炒鸡蛋了。李甜甜蹬了蹬小短腿儿，她喜欢吃这道菜。哎，妹妹，等你会爬了，就能坐在小木马上荡悠悠了。还有，这个，嘿嘿，妹妹这么聪明，用这些小木头就能搭一个房子出来。嘿嘿。李甜甜抿着嘴笑了起来。谢谢八哥哥。家里的几个哥哥都有些天赋，比如七哥喜爱读书，将来定能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八哥哥精通木匠手艺，以后没准能成为顶级工匠呢。三哥哥喜欢练武，去了京城后很可能会当上武状元。大哥和二哥的天赋还有待观察。恰在这时，哎呀，村民来了！妹妹，你躺好，我出去瞅瞅。张村长让易大娘，你把大伙儿都叫过来是想说啥呀？呵，村长，你没看见呢，他们家可种菜呢。咱乡下人种点菜咋的了？嗨，不是村长，我知道你偏心，但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的向着老李家吧？哎，来，大伙都瞅瞅啊，种菜是不是得浇水？这左一桶右一桶的，你们家是想断村民的后路啊？陈月莲也挤在人群中起哄。谁说不是？人都快渴死了，你们家竟然还种菜，
真自私！大花娘，你脸不疼了？还想再挨几下？你说那些干啥？陈月莲瞪着眼。你们家偷摸种菜就是不对，这事儿哪怕闹到公堂上，我们也占理儿。瞎说啥呀？你们要是谁看见我家去井边打水了，我家院子里的干蘑菇都白送你们。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个屁！我听你家大外说，你今天在炕上躺了一上午，连门都没出。你是用哪只眼睛看见的？就你话多。既然大伙儿都没看见，那这水就不是从井里打出来的。大伙儿都回去吧。哎，等等，大伙儿都想想，既然不是从井里打出来的水，那他们浇地的水是从哪儿来的？哎，对呀，我咋没想到呢？大宝娘，你咋不说话了？王稻香一脸得意。你刚才不是嚷嚷的挺欢吗？既然没去井边打水，那你家浇地的水是哪儿来的？哼，快点说，不然我就送你到县衙去，就说你偷百姓的水。哈哈哈哈！一大娘，县衙哪条章法上规定用水浇地还犯法了？虽然没有这一条，但赶上灾年你浪费整个村子的水，那就是犯罪，是吗？一大娘，如果我没用村子里的水，你该如何？你咋证明没用啊？行了行了，一大娘，你咋得理不饶人呢？种点青菜，到时候分给大伙儿吃，不挺好的吗？哼，白给我都不要。一大娘，这样吧，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？赌啥？如果我的确偷水了，你想咋惩罚我都行，我都认。但是若我能拿出证据没偷水，你就把我家的粪坑掏干净。今儿个有村民们一起给我作证，你敢赌吗？一大娘，你怕他干啥呀？你如果赢了，就管他们要100斤粮食，然后把那些干蘑菇全拿家去。反正有大伙给你作证，咱不怕他。好，我跟你赌，但事先说好了，如果我赢了，你家的所有粮食都归我，不许耍赖。哼，只有小孩才耍赖。一大娘，看清楚没？这坑里面是啥？是水。没错，坑中存满了绿汪汪的水。在如此干旱的年月，能看到这么一片水塘，简直振奋了全体村民的心。他们不会被渴死了。一大娘，看见没？我们自己家就有水塘，为啥还要去村子的水井里偷水呢？来，你给我解释解释。那个大宝娘啊，我刚才就是跟你闹笑话的，你别当真啊。我家锅里还烧着水呢，我就先走了。王稻香干笑一声，说完便要转身离开。站住！一大娘，常言道愿赌服输，你如果玩不起，就别跟老李家打赌。既然输了，那就按说好的办，立刻去把你家大外给老李家掏粪坑。哎呀，村长，我是闹着玩的，你这么较真儿干啥呀？哼，谁跟你闹着玩呢？玩不起就直说。李大娘哎，咱们两家做邻居这么多年，我不想挑难听的说，可你却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我家嘚瑟。哼，咋的？看我家好欺负是吧？没有，大宝娘，您消消气啊。哼，消不了气，完了，这下要来真格的了。张木匠听后叹口气道：“王稻香，你不掏粪坑也行啊，但你家一蛋儿才12岁，他将来在村里还咋做人呢？摊上你这么个娘啊，都不够丢人的。”
这个不要脸的骚寡妇，你跟人钻小树林的时候就不丢人了啊？走，我掏就是了。今天他认栽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让刘淑贤好看。闺女儿，娘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娃娃，知道家里要种菜园子，直接就弄了个水塘出来。哎呀，娘咋感谢你才好呢？李甜甜扭了扭小身子。老娘别停了！昨天夜里，他趁着爹娘睡着时，偷偷往挖坑里放了水。老爹要种菜园子，没有水怎么能行？水塘的事情还是一大早李万全发现的，他怕被村民们看见，便用草帘子给盖上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水塘，娘和你爹还真不好跟村民们交代啊。王道香一家子，你这个败家玩意儿，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干吗？我不管了，你自个儿慢慢掏吧。娘，你说你闲着没事跟老李家打啥赌啊？咱们自个儿家的粪坑都没掏呢，反过来还要给老李家干活。走，你俩就坐着吧，我自己干。道香，你就是闲着没事干乱抽风。咱们跟老李家做了这么多年邻居，你哪次跟他们吵占过便宜了？我真不好意思说你，就陈月莲那婆娘吵架厉不厉害？可以遇到大宝娘，不也跟耗子见了猫似的，躲得远远的？就你这两下子都不顾出来丢人的。嗨，不是，沈大歪，你搁那儿阴阳怪气啥呢？我跟他们打赌又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想弄点粮食和蘑菇吃？这咋的，到头来还是我的错了？是，你没错，你有能耐，想吃蘑菇就上山采去呗。挺大岁数了，还伸手管人家要吃的，不嫌磕碜。哼，放什么罗圈屁！你有本事，你去山上采2个蘑菇回来，去呀！呸！没人跟你这样的人说话，人语不懂。一蛋，走，咱回家，让你娘自个儿慢慢掏吧。二和，你爹咋还没回来呢？不知道，估计是蘑菇卖不动，没人买吧。那不能，有你小姑姑保佑着，肯定能卖出去。二和，你到大门外去迎迎，如果迎不到，就回来吃饭。哦，知道了，娘。如今的赵葵花已经彻底改头换面了，不管家里有啥活，她都抢着干，不给大嫂一点机会。倒是金麦芽闲得没事，只好回屋去陪田宝宝唠嗑。说了吧，大嫂帮你扇扇风。李甜甜抿嘴笑了笑。大嫂真好，想抱抱。哎呦，要抱抱啊！来，哎呀，真沉啊！哎呀，田宝宝啊，你要快点长大呀！然后呢，大嫂就给你做很多很多好吃的，像麻婆豆腐啊，还有蒲公英馅的大饺子、疙瘩汤、白面条。呀呼！大嫂，我想吃油炸糕。油炸糕啊，中，里面呢包点红豆泥，放在油锅里炸熟了，软软糯糯的，可香了。李甜甜眉眼弯弯，在大嫂怀中拱了拱，内心无比满足，有家人疼爱的感觉真好啊！就冲这个，她也不能让全家吃苦受罪。爹娘，我和二弟回来了，快把咱家剩下的干蘑菇都拾掇拾掇，装进麻袋里。一个穿着官服的人，县令大人。哎，你们家咋有点臭呢？这是啥味儿啊？县令大人，老李家在掏粪呢。哦，没事没事，大粪也是肥料嘛，谁家种地也少不了粪肥。干蘑菇呢，装起来我带走了。啊，搁这边的，县老爷跟我来。恰巧卓萧然坐在小马扎上犯迷糊，冯县令与他擦肩而过时，面色陡然一惊，直接绷紧了身子。这小少年长得像一个人呀，
不管是气质还是长相，都与寻常人家的孩子不一样。县令大人，咋的啦？哦，没事儿。他是你们家孩子吗？正要说什么时，卓萧然他冷冷地扫向冯县令，目光中带着令人胆寒的威慑力。有事吗？冯县令惊出一身冷汗，心脏砰砰砰乱跳，慌得不成样子。不过是个4、5岁的小娃娃而已，为啥看他的眼神这么恐怖？我是来买蘑菇的。那就赶紧买，盯着我看什么？卓萧然反问。冯县令擦了擦脑门上的汗水，连忙侧过脸去，不敢与卓萧然直视。真吓人啊！这孩子仿佛天生就身居高位，周身透着无法掩藏的金贵之气。县令大人，你咋的了？瞧他这表情，就跟见了鬼似的。小11有那么可怕吗？啊，走，咱装蘑菇去。他一口气把老李家的所有干蘑菇都包圆了。以后采的蘑菇记得直接送到我家去哈，20文1斤，真心不贵。啊，中！听说上次我们家的野猪肉也是县令大人买走的，这年头像你这么豪爽的人真不多见了。县令大人，进屋喝口水吧，天气太热了，歇一歇再赶路也不迟啊。见炕上躺着一个小奶娃娃，手里拿着一块玲珑剔透的玉佩自己玩。这位大哥，这块玉佩是从哪儿来的？真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。这老李家住着的都是什么神仙啊？小11的呀。谁是小11？就刚才门口坐着那位啊。躺在炕上的李甜甜盯着冯县令，心里憋不住乐。其实他一早就知道11哥的身份不简单了，单单从这块玉佩就能看出11哥肯定是出身名门望族或权势之家，甚至是皇家之人也说不定呢。从冯县令见到这块玉佩反应来看，李甜甜便印证了自己的猜测。他是你儿子吗？小11之前呢？大伯，我饿了。哦，你二嫂啊，正熬小米粥呢，等蘑菇酱炸好就开饭啊。瞧瞧你晒的，以后少晒点太阳吧，这小脸蛋啊都扒皮了。大伯，多晒太阳有好处。那也要有时有色啊，去洗洗手，准备吃饭吧。李大哥，他是你儿子吗？冯县令心里卷起惊涛骇浪，又问了一遍。李万全挠了挠头发，刚要回答，刘淑贤走了进来。老头子，饭好了，你去拿2瓣蒜来。县令大人，你坐着哈。冯县令，所以他到底是不是你儿子呀？县令大人，吃完饭再走吧。不了，我得回去了。这老李家邪乎得很，有些事他得弄清楚才放心。爹娘，算上刚才卖出去的干蘑菇，咱家总共赚了10两银子呢。有了这些钱，就能盖茅草房了。娘，我想去县城的书院读书。李八宝举手。娘，我要买一套工具，以后就能自己做家具和门窗了。我去县城问了，一套工具全算下来，大概需要1两3钱银子。李六宝倒是没啥需求，憨憨地笑了笑。我要给妹妹买小衣裳和小玩具。嘿嘿。娘，也给麦芽做一身衣裳和一双鞋吧。你瞧她的鞋，都落大脚趾头了。娘，二和身上的衣物都是简一和穿的，这么多年也没添置过，给她也做一身吧。闺女啊，这些钱都是你帮家里挣的，你来说咱们干点啥好啊？对，让妹妹做决定。李甜甜刚睡醒，见全家人都紧盯着她看，李甜甜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老爹老娘，
这不过才10两银子而已呀。将来他还要带领全家发大财呢，凡事都要讲究轻重缓急。李甜甜觉得送七哥哥去念书和修缮房子才是头等大事。甜甜说啊，应该送七宝去书院念书。家里的房子四面透风，房顶也漏了个大窟窿，先紧着这2样事情做。闺女果然是个神童啊，哈哈。哎呀，你还没满月呢，就知道为家里的事情操心了。李甜甜皱了皱小鼻子。老爹，我是被迫营业好吧？不过大嫂能听懂她的鸟语，这让李甜甜倍感欣慰。勤劳朴实的大嫂摇身一变成了家里的翻译，感觉这世界很奇妙。娘，那就听妹妹的，别的事情都可以先放一放，让老七去念书和修房子要紧。李大宝赞成，李二宝也没啥说的，点头附和。对，咱家这房子都是大窟窿小眼儿的，万一哪天下雨了，咱们全家都得淋成落汤鸡。下雨？3年不下雨了，除非老天爷抽风，才能几滴眼泪下来。李甜甜蹬了蹬小短腿儿。老爹，话不要说太满哦，没准哪天真的下雨了呢。刘淑贤微微笑了笑。咱们家至始至终也没挣过这么多钱呢。既然大伙儿都有想买的东西，那就买点回来吧。之前卖猪肉还剩下不少钱呢。明儿个咱们全家都去县城，小11也跟着一起去。娘，去县城买啥呀？去给你们所有人做身衣裳，还有干活穿的布鞋，也得重新做一茬了。哇，我们要有新衣裳和新鞋穿了，真好。哎，娘，都去县城的话，那谁留下来看田宝宝啊？我来看他吧，我还有衣裳穿呢，不用做了。葵花也一起去，回头我让村长媳妇儿过来看着甜甜。江桂花是张村长的婆娘，平时跟老李家处得不错，人也很好。中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卓萧然站在一旁微微叹息。大伯、大娘，我就不去县城了。不为别的，因为他今天就要离开杏花村了。哎，为啥不去啊？去县城给你做新衣裳啊。我不想出门。哎呦，那可惜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在家量好尺寸，做出来的衣服大小也差不多。大娘，真的不用了。这孩子在家里住这么长时间了，还跟大娘客气啥呢？卓萧然张了张嘴，想把自己要走的事情告诉家人们，可话到嘴边，他又咽了回去。就这么安安静静的走吧，留一封书信，将来有机会他再回村看望他们。昨夜老李家都入睡后，袁进统领找到他，综合分析了一下宫中的形势后，卓萧然决定回去一趟。这一去不知啥时候才能回来，所以他心里有万般不舍，甚至还偷偷掉了眼泪。李甜甜眨巴着大眼睛，紧紧盯着11哥哥，这小子好像有啥事瞒着他们。次日上午，哎呀，田宝宝都长这么大了呀！哎呦，真是越来越水灵了，真好看。宝根娘，那就麻烦你了啊，我们尽量早点回来。麻烦啥？我现在呀，就是没有奶了，喂不了田宝宝，不然你1年不回来都没事儿。看着乖娃娃不哭不闹的，江桂花的心软得一塌糊涂。那中，我们先走了啊。江桂花是真心喜欢这个小娃娃，不眨眼地看着他，万一从炕上掉下去，他可赔不起。
卓萧然写好一封书信，压在茶碗下面，然后起身来到里屋，跟奶团子道别。十一啊，今天没去大门口晒太阳啊？没有。江大娘，我能跟甜甜说几句话吗？哎呦，这么小就知道说悄悄话了。周，你们两个浪，我去厨房烧点水喝。记住哈，别让甜甜往炕沿边上爬。知道了，江大。小不点儿，我要走了。李甜甜眨了眨大眼睛，嘴里咿咿呀呀的叫起来。十一哥为啥突然要走啊？难道是他爹娘来接他了吗？不对呀，这几天就陈月莲和王稻香来家里闹腾过，也没见十一哥爹娘来找他呀。那块玉佩你一定要收好啊，将来或许能保你和全家一命。李甜甜知道这块玉佩无比珍贵，所以想玩的时候就拿出来捣鼓，不玩的时候就收进空间里。李甜甜咧着小嘴，想要挽留十一哥。抽空我会回来看望你的，你要保重啊。说完，卓萧然慢慢站起身，伸手拍了拍奶团子的小身子。我走了。十一哥，你走可以，但能不能跟家里人说一声啊？卓萧然深深看了眼李甜甜，旋即毅然决然地走了出去。哎，小十一啊，你这是干啥去啊？江大娘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啊，别走远了哈，等会儿啊，大娘给你炸大果子吃。卓萧然没说什么，径自走出院子。村子外面一处隐蔽的小路上，卓萧然走过来时，就见袁静站在蒿草旁等着。殿下，您来了。回京城吧。殿下，您这次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回来？那户人家很舍不得您走吧？卓萧然翻身，我没跟他们说。那您贸然离开，是不是太唐突了？袁静统领，你今天的话有点多啊。属下知罪。为了找到小殿下的藏身之地，他费了9牛2虎之力。本以为殿下会兴高采烈地跟他走，没想到却一拖再拖，直到现在才答应他回京。我在老李家能尝出饭菜的滋味。恭喜殿下，您味觉失灵的病治好了。不一定，没准离开他们家，我又尝不出食物的味道了。走了。所以说，那个老李家到底住着什么仙人？连宫廷太医都治不好殿下的味觉，为啥吃了他们家的饭菜就能立竿见影呢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还是先赶路吧。老李家。哎，他们家的人呢？啊，赶紧的都出来，别像个缩头乌龟似的。高氏领着赵春燕站在大门口，厉声咒骂：我们家的2个男人全都下大狱了，那我和春燕还咋活啊？让我们天天吃土吗？今儿个老李家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，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。杨桂花哄睡了奶团子，急匆匆地走出来。春燕娘呐，你这是干啥玩意儿啊？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吗？哟，江桂花，老李家给了你多少粮食啊，让你来拍马屁？呸！我跟你说不着。你赶紧的把他们家人给我叫出来，快点的，别跟我啰嗦。屋里的李甜甜刚睡着，就被外面的动静吵醒了。看样子二嫂的娘家又来找事儿了。不过现在家里就江大娘一个人在，这个高婆子如果发起疯来，伤到大娘可就糟了。想到这里，李甜甜酝酿了一下情绪，旋即咧开小嘴，嗷的一声就哭了起来。江桂花面色一惊，转身就往屋里跑。田宝宝要是磕着碰着，他可不好跟老李家交代。哎，
江桂花，你跑啥呀？啊，是不是做贼心虚了？你给我站住！高氏也迈开步子，跟着江桂花进了里屋。赵春燕四处扫了一眼，见有几名村民过来看热闹，便骂道：“看什么看？有啥好看的？都给我滚远点！我是光棍，你是寡妇，咱俩绝配呀！你也不是啥贞洁烈女。我听说下大狱或者被流放的犯人80%是回不来了。你还这么年轻，不能把时间都浪费在江三狗身上吧？滚开！拿开你的脏爪子！信不信我去县衙告你猥亵民女？”高有田见状，笑着打趣：“哎，张跑腿子，你不是有金寡妇给你作伴吗？现在咋还看上赵春燕了？”哟，你可别乱说，我跟金寡妇清清白白，啥事儿都没有。切，真的啥事儿没有？那你咋还总领着她钻小树林呢？我看见的呀，都不是1回2回了。闭上你的那张烂嘴！再胡说，今后再也不买你家豆腐了。嘿，不买就不买呗，反正你总赊账又不给钱。高有田冷哼一声，便去村西头挖野菜去了。赵春燕懒得搭理张光棍，趁他不注意，连忙走进院子。哼，这小娘们还挺倔，等着吧，早晚有一天把你拿下。里屋，江桂花，你快点说，他们家的人都干啥去了？不加掩饰。切，老李家咋就生了这么一个玩意儿，整得葵花跟我都不亲了。妖精，你就是一个小妖精。春燕娘，你说话给我注意点，你骂谁是妖精呢？嘿，你听好了，我就骂他呢，怎么着？哎，活该，咋不把你的手指头给咬下来呢？你这小崽子咋咬人呢？你是不是属狗的呀？啊！你别以为你是小娃娃，我就不敢打你了。呀，我。李甜甜眨巴着大眼睛，奶凶奶凶的。好啊，那今天咱们一老一小就试试看。嘿，你个小崽子，你叫我啥玩意儿啊？怎么着？你咬人还有理了呗？高氏咬牙切齿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李甜甜撇了撇小嘴，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。还不是，你那是啥表情啊？看来他猜的没错，这就是个小妖精。李甜甜蹬了蹬小腿儿，凶巴巴的：“坏恶婆，离我远点！”春燕娘啊，你都活这么大的岁数了，咋跟一个孩子过不去呢？你让开，这里有你啥事儿啊？那整个老李家就他自个儿在家，我不找他找谁呀？哎呀，娘，咱别跟他废话了。村长媳妇儿就是看老李家有粮食吃，有水喝，才故意来溜须拍马的。春燕呐，你也算是大娘看着长大的，咋能说这种话呀？老李家没粮食那会儿，我跟他们处的也比你们家好。哼，真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难怪葵花要跟他们断绝关系了。你这跟我叭叭啥呢？既然老李家没人，我今天呢就把这个小崽子先带回去。等大宝爹娘回来，你让他们到我家赎人去吧。春燕，你还愣着干啥呢？马上把这小妖精抱走。如果把他抱回去关押起来，那他们老赵家的日子也会越过越好的。到那时候，谁还吃大米白面啊？整天山珍海味，大鱼大肉，它不香吗？知道了，娘。住手！干啥玩意儿啊？光天化日的，你们娘俩还想抢孩子呀？春燕，你快点抱孩子啊！等着吧，等老李家回来人，有你们娘俩好。小崽子，乖啊，姨姨带你回家去玩。正要伸手去抱他时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，不知从哪里冒出密密麻麻的蛇群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的娘呀！天哪天，蛇，有蛇呀！娘，哎呦，这玩意儿也太瘆人了！春燕啊，你撑住啊！娘去找把镰刀来。
说完，高氏便一蹦一跳地跑了出去。这是亲娘干的事儿，大难临头了，他自己却跑了。江桂花吓得满头冒汗，站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，生怕被毒蛇咬上一口。事实上，这些蛇都是李甜甜从空间里拿出来的，没有毒性，就算咬上一口也死不了人。见赵春燕脸色发紫，李甜甜咿咿呀呀地叫了一声，大蟒蛇仿佛听懂了她的话，连忙松开赵春燕，然后带领其他小蛇慢慢爬了出去。哎呦，邪乎，这也太邪乎了！江桂花愣了足足半刻钟时间，才缓过神来。以后他们如果还想来抢娃娃，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老李家邪门得很，在大旱3年的情况下，居然还养了一大群蛇。不对，这些蛇都是那个小妖怪变出来的，是妖术。江桂花听不懂他的话，但刚才发生的事情都够他念叨一辈子了。田宝宝，那些蛇是从哪里来的呀？江桂花尝试着问道。李甜甜抿着小嘴，咯咯地笑了起来。难道真是你弄出来的？江桂花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。呀，是我拿出来的，但只咬高宝莲娘娘，不咬大娘你。下午时分，刘淑贤和李万全回来了，但听完江桂花的讲述后，家人们都笑不出来了。哼，这个老不死的竟然敢来抢我闺女，他不想活了吧？李二宝也愤愤道：真是给脸不要脸！上次赵树林砍了我一刀，我念在他是我岳父的份上，没跟他一般计较。他可倒好，居然敢打我妹妹的主意，不中！我必须要找他娘俩说道说道。二宝，你站住！娘，您还想说啥？先别冲动，跟那种人动手只会让自己掉价。刘淑贤说着，瞟了赵葵花一眼。我去找他们算账，你们都在家等着。老婆子，你自个儿去我不放心呐，要去就一起去，甜甜又不是你一个人的闺女，对吧？中，那就一起去。走。说完，他悠了悠怀里的闺女。闺女儿啊，娘去老赵家给你讨个说法回来，你在家等着啊。呀！李甜甜吐了个口水泡泡。老娘加油啊！宝根儿娘啊，多谢你照看甜甜了。小11去哪儿了？要是往常，他肯定坐在大门口晒太阳，或者去里屋逗闺女玩了。那孩子说出去一趟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以为他去县城迎你们了呢。阿南，这里有封信。哎呀，这孩子咋突然走了呢？老婆子，你说啥？小11走了，他家人来接他了？信上没说。娘，小11是不是被坏人抓走了？我这就跟二弟徐周围找找。听说最近人牙子总到村子里抓小孩呢。不会，小11能保护好自己。一手暗器用得出神入化，人牙子绝对抓不住他。炕上的李甜甜忽然叫了一声：家人们，11哥没事的，他还说抽空会回来看望大伙儿的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快听听，甜甜说啥呢？甜甜说小11没被坏人抓走，他只是单纯的离开了。哎，在家里住了这么久，都有感情了，就算是要走，也得跟家人们打声招呼啊。哎，走就走吧，那孩子瞅着很有贵气，咱们这种穷山沟子肯定是劝不住他的。闺女儿，在家等着娘啊。老赵家。娘，我刚才在大门口看了一会儿，见老李家回来人了，
赵春燕一脸惊慌，高氏听后瞥了他一眼。哎呀，回来就回来吧，咱俩又没做啥犯法的事儿啊！怎么着，他们还想吃人是咋的呀？娘，咱俩都抢人家孩子了，这还不犯法呀？你可别瞎巴巴，抢孩子？谁看见咱俩抢孩子了？村长媳妇儿呀，她那嘴跟棉裤腰似的，肯定跟老李家说了。哼，他要是敢告状，我就撕烂他的臭嘴。高氏皱了皱眉，撸起裤腿。哎，再说了，我这脚踝都被蛇给咬了，这事儿咋算啊？他们家那个崽子那就是个妖精，我……哼，高宝莲，你说谁是妖精呢？高宝莲，你真是脱裤子打老虎，既不要脸也不要命啊！竟然连我闺女都敢抢！今儿个你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一把毁这破房子！哎，亲家母啊！哎呀，你搁这说啥呢？我咋听不懂啊？我啥时候去你家抢孩子了？姓高的，你敢做却不敢承认了是吧？李万全沉声质问。你知道抢孩子是什么罪名吗？如果我现在就把你押到县衙去，你就等着坐大牢出苦力吧。哎，不是亲家公，你这话说的一点根据都没有，张嘴就来呀！那我还要告你诽谤呢。切！哼，没有根据，我会跟你这套玩意儿浪费时间。哼，人家宝根娘都说了，你跟春燕趁着我家没人，二话不说就要把我闺女抱走。要不是钻出几条蛇来，我闺女就被你们两个玩意儿霍霍死了。哎呦，亲家公啊，你还有脸说呢？哎，来，你自己瞅瞅，这些都是被那蛇给咬的。你闺女那就是个妖怪，在被窝里养蛇。我被咬了这么多口，你说咋办吧？你闺女才是妖怪呢，你们全家老少都是妖怪。不过这事说来也怪，之前陈月莲和赵葵花就被蜈蚣和耗子叮咬过，这次轮到高宝莲和赵春燕了。难道田宝宝有召唤毒物的本领？高氏冷哼一声：“葵花，你还好意思回来呢？啊，你亲娘被人欺负到家里来了，你咋连个屁都不放啊？这过了几天好日子，连自己姓啥都忘了呗？”赵春燕听后也冷嘲热讽：“哼，娘，您别跟那套忘恩负义的脏玩意说话，他心里呀只有粮食，哪还有您这个娘啊？”娘，春燕。但娘和妹妹说话太难听了，既然婆家人和娘家人都在，她今天就好好跟娘掰扯掰扯。老头子，咱们走，这地儿我多待1刻钟都恶心。没钱货，你把这些年吃进去的东西都给我吐出来！忘恩负义的狼崽子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娘，我之前说过了，既然跟家里断绝了关系，我便不是你的闺女了。你和春燕好自为之吧。哎呦，不是！高氏像面条似的瘫在地上，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。我10月怀胎呀，我把你生下来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呀？连那乌鸦还知道反哺呢，你为我做过啥呀你？你连个牲口都不如！娘，哎呀娘，您至于吗？我姐就是被老李家给忽悠瘸了，她以后爱咋地就咋地吧，说不定哪天李老二喜新厌旧了，就一脚把她踹出去了。说得对。高氏擦了擦眼泪，怒气冲冲地看着赵葵花。哼，这男人那都是喜新厌旧的玩意儿，我可太了解了。葵花呀，你就等着吧，等那李老二厌倦你了，觉得你人老珠黄了，你就等着被扫地出门吧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再敢踏进娘家一步，我和春燕啊就把你的腿给打断。娘，二宝不是那样的人，今后我也不可能再踏进这个门了。
钟，你滚！你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滚呐！春燕，你还拽着我干啥？姐，咱们俩从小到大也没闹过大矛盾吧？虽然有过红脸的时候，但我从来没恨过你的。哎呀，姐，你跟娘闹掰了，那是你们两个的事儿，别把我也算在里头呀。如今爹和三狗都被关进天牢去了，家里连粒粮食都没有，你真的想活活饿死自己的亲妹妹啊？你家三狗见天的纠缠我，膈应我，都是你偷偷默许的吧？姐，我没有。还说没有？你故意让江三狗黏着我，然后挑拨我跟二宝的感情，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想让我过得惨点儿，对吧？姐，你说啥呢？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我可没干过。干没干过，你自个儿心里清楚。记住，以后少来烦我。我不是你姐了，以后也没你这个妹妹。赵葵花义正言辞，丝毫没给他留情面，说完便径直回家去了。我呸！阿杂东西，不要脸的货色！赵春燕气得直跺脚，直接破口大骂：就你那脸蛋，那大粗腿大粗腰，也就李老二能看上你。万一哪天他把你扫地出门了，连张光棍都看不上你，小人得势的东西，你早晚有一天得被天雷劈死。老李家，娘，您看看田宝宝，就跟个小大人似的，这嘴里面嘟嘟囔囔的，也不知道说啥呢。刘淑贤闻言一脸好奇：哎，连你也听不懂吗？听不太懂。本宝宝说的梦话都是经过加密的，大嫂当然听不懂啦。娘，我帮你做鞋吧。不用，娘，我有几句话想说。有啥话就直说，不用扭扭捏捏的。娘，我以后会把针线活学会的。家里人爱吃的饭菜，我也学着多做一些。从今往后，我对二和好好的，再也不打他骂他了。李甜甜撇了撇嘴，心里暗暗叹了口气。二嫂虽然做出改变了，但性子是不是也太敏感了？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，不就是怕老娘把她撵出去吗？其实大可不必的。你哭啥玩意儿啊？这要是让二宝看见，还以为我训你了呢。娘，儿媳就是怕您嫌我不中用，然后让二宝休了我，再给他娶个新媳妇儿。他真怕有一天自己被扫地出门，到了那时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不是，老儿媳妇儿，你既然已经改正错误了，我为啥还要把你撵出去啊？一天天的净想那些没用的，总吓唬自个儿干啥呀？你呀，就跟二宝好好的过日子，把二和照顾好，别再像以前似的，天天不着四六，就知道偷懒顶嘴。娘，我再也不会了。我知道。李甜甜见没什么瓜可吃，又闭上眼睛眯觉去了。刘淑贤端着一小盆鸡蛋糕走进来，李二和见状吧嗒两下嘴。好想吃鸡蛋糕啊！不能吃。李一和板着脸，那是留给阿奶的，如果阿奶吃不饱，小姑姑就没奶喝了。啊，那我以后再也不吃鸡蛋糕了，全给阿奶留着。没那么严重啊！来，大伙儿一起吃。今天买了不少鸡蛋呢。娘跟你爹商量了，明儿个就让你爹带你去县城的书院问问，1个月的束修是多少钱。
只要咱家承担得起，就一定把你供到头。娘啊，说话算话。真的，爹娘，谢谢你们。七哥哥，你为啥这么开心呢？妹妹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帮家里挣了钱，让大伙儿有饭吃。爹娘已经同意我去念书了。恭喜七哥哥，希望你早日金榜题名，光宗耀祖哦。老七念书的事情说定了，咱再说说盖房子的事情吧。爹，您是想再盖一间茅草房吧？也中，不然等老三成亲了，家里连住的地方都没有。爹，这几年冬天忒冷了，咱们尽量把山墙和房盖整厚点，省得漏风。李六宝，我可以帮着和泥，脏活累活都交给我。见家里的几个小子都这么团结，李万全欣慰极了，怕就怕一提到干活就都装哑巴。咱们不盖茅草房，盖就盖砖瓦房子，那住起来多体面呐！砖瓦房？爹，我没听错吧？盖砖瓦房得多少钱呀？咱家也拿不出那么多银子呀。虽然卖野猪肉和卖蘑菇攒下来点儿，但也不够盖大宅子的吧？光是买砖和石头条就需要很多钱了。我没说一次性盖起来，慢慢弄呗。现在天气好，没上大洞呢，地基啥的呀都好挖。况且咱家最不缺干活的了，今天弄来一块砖，明天买来2片瓦，赶在年前呢，房子肯定能盖起来。娘，您也觉得咱能盖砖瓦房？贵在坚持嘛，不试试咋知道盖不起来呢？再说了，咱家现在手头上有点闲钱，不愁吃穿，当务之急的就是盖房子，不然等上冻了，你想让你妹妹住在四面透风的茅草屋里啊？对，我赞成，我扛冻，冷点倒是没啥，但千万别把妹妹冻坏了。可不是嘛。李大宝也站起身。往年冬天咱们家这些人都凑合过去了，冷点也能挺住，但是妹妹不中啊，她还那么小，不禁冻的。我可以搬砖，可以扛木头。李七宝闻言毫不示弱。我可以帮着挖地基。李八宝左右看了看。我可以帮忙搭炕。八叔叔，你会打火炕吗？盖房子的事情一拍即合，吃过晚饭后，家人们便各自休息去了。里屋，老头子，你咋不睡觉也别把闺女吵醒了。老婆子，嘿，闺女要是咳嗽了，我就把你撵出去。我现在啊，越寻思越来气。你说咱家老四到底是啥意思啊？真想跟咱们断绝关系啊！这一晃都多长时间没跟咱联系了？躺在炕梢上的李甜甜倏地睁开大眼睛，这还是爹娘第一次谈四哥哥呢。不行，他得偷听一会儿。老四主动来看你，你就甩脸子；他不来，你又说他心狠。唉，你这人啊，真不好伺候。哎呀，老婆子，那能一样吗？他可是倒插门啊，给人家老钱家当儿子去了，我能不来气吗？现在老四跟春芳生下的孩子也姓钱，管人家二老叫爷爷和奶奶。小岭今年都2岁了，你还说这些干啥呀？总不能把老四接回来，跟钱家断绝关系吧？其实刘淑贤心里也很膈应这种事，自己养那么大的儿子，却成了别人家的了。我不管，明个我高低去趟县城，把话跟老四说清楚。他要是真不认我这个爹了，那就一刀两断，以后啊，我也没他这个儿子了。如果还认我呀，就想咋的？把小岭接到家里来住，让他管你叫爷爷？你做这事儿之前，也得问问老钱家同不同意啊。
别想一出是一出的。当初老四为啥去当上门女婿，你心里没个数啊？哎，我能有啥数啊？不就是家里穷嘛，吃不上饭了吗？再者说，老四是自己跑到钱家主动做上门女婿的，我啥时候强迫过他呀？李甜甜听到这里，总算是弄明白四哥哥为啥当上门女婿了。如果他在老钱家能过得开开心心、顺顺当当也好，怕就怕女方爹娘看不起他，把他当驴使。哎呦，闺女睡醒了吧？见小闺女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刘淑贤的心软得一塌糊涂。李甜甜咧开小嘴，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。如果你四哥哥能回来就好了。别看你爹像一头犟驴似的，其实啊，他比谁都挂念你四哥。你四哥长得好看，大高个儿，说话办事啥的也很老练。嗨，也难怪老钱家能看上你四哥，他们家那杂货铺子之前都快黄摊子了。你四哥去了之后啊，现在那生意老好了，听说一个月能赚这些钱呢。娘亲，这是无聊名字的意思。刘淑贤听不懂鸟语，继续道：这不，一晃你四哥挺长时间没回家来了，你爹又开始埋怨上了。娘亲不怕，四哥哥早晚会回来的。真没想到他在外面还有一个侄子。李甜甜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那个侄子了。次日清晨，东西都带好了吗，老婆子？那干蘑菇再拿2串吧。李万全领着李七宝站在院子内，打算去县城的杏花书院拜访郑院长。差不多得了，咱又不是不给树修钱。那可不一样，咱家小七聪明着呢，从小就爱读书。小七还愣着干啥？走啊！爷俩走后不久，李二宝就拿上木锯和斧子，领着小六和小八去山上砍树了。家里要准备盖大宅子，木头肯定是少不了的。老八，你是木匠，挑几棵好点的松树，不然年头久了容易烂。嘿嘿，二哥，除了松树，杨树也行，但家跟前的树都七扭八歪的，不成材，咱们得往山里面走。走就走呗，爹说了，等把砖瓦房盖起来，你们就有房间了，再也不用挤一张炕了。我要最小的房间，最大最好的房间留给妹妹。本想找个地方歇歇脚，谁料奇迹发生了。只见树趟子中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很多木头，而且每棵树木都是笔直笔直的。二哥小八快回来，这里有现成的木头，快回来呀！哎，二哥，小六好像喊咱们呢。你耳朵好使，快听听他喊啥呢？好像是发现木头了。老六半傻半尖的，他说的话你也信？哎呀，二哥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嘛。再说了，咱们有一个福气满满的妹妹，她肯定又显灵了。对呀，有了妹妹，家里早就开始转运了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是哪儿来的木头呀？李二宝惊诧万分，李八宝也怔怔许久，才反应过来。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妹妹用福气招来的。你们看，这周围都是又矮又细的松树，可眼前的木头堆都是上好的松木。咦，这里咋还有红木和楠木呢？李八宝狂抽嘴角，用手摸了摸躺在地上的红木。这可老值钱了！你们听说过红木家具没？那一个八仙桌和一把太师椅就能卖几10两银子呢。他们今天算是捡到宝了。李六宝好奇，
可是马岭山上也没有红木和楠木呀，这是妹妹送给家人的，心里的想法告诉她。二哥，这些木材是不是哪个村民存放在这里的？咱们直接扛走了，算不算偷窃啊？偷什么偷？就算想偷，也偷不到楠木和红木呀。回去后都别声张，低调点哈。咱们就悄悄把这些木头扛回去。村民们要是问起来，就说是从山里砍的，别胡说。李六宝拍着胸脯保证：“二哥放心，我保证不瞎说。”真是邪门儿！妹妹咋知道咱们出门砍木头？还寻思那些事儿干啥？先扛木头吧，这么多，咱哥仨2天2宿也扛不完。二哥，要不我回村借辆板车吧？可拉倒吧，反而车还没扛着走快呢。哥3个刚进村子，迎面就碰见了张木匠。嚯，李老八，你扛着的不是红木吗？来，快放下，让我仔细瞧瞧。哎呀，师傅，我着急回家，你改日再看啊。哦，是红木，绝对是红木。宝宝，你搁哪儿砍的红木啊？就在……小八，把木头扛家去，快点。知道了，二哥。李老二，你啥意思呀？我看一眼木头都不行了。张师傅，实不相瞒，这木头是我们哥仨在山上捡的。您要想看，晚点去我家看啊。捡的？他没记错的话，老李家的野猪、大雁、蘑菇都是捡来的，如今又开始往回捡木头了。是不是过段时间他们家还能捡个皇子或者公主回来呀？哎呀，比不了，真比不了呀！家里养个福娃娃就是不一样啊。正好金寡妇见张木匠咕咕哝哝的样子，便问：“你自己嘟嘟啥呢？有病啊！”你才有病！我在寻思老李家捡木头的事儿呢。捡木头？金寡妇诧异，现在木料啥的太值钱了。他没猜错的话，老李家又要发一笔横财了。我得过去瞅瞅。知道了，大伯。爹，您说咱家人口这么多，等大宅子盖起来得多少个房间啊？我掰着手指头没算明白，您帮我算算呗。闲出屁来了吧？算那玩意儿干啥？等宅子盖好，肯定少不了你的房间。都8岁了，还跟我跟你娘挤一块睡呢，又是尿炕，又是磨牙放屁的。李一和，爹，您总说这些干啥？您小时候不也总尿炕吗？大哥，你来瞧瞧这木头咋样？听小八说，这木头可是上等的红木，小六扛的那根是楠木，都太值钱了。你这个败家东西，你花钱买红木干啥？显摆自己有钱呢。小六、小八，你俩赶紧把木头给人家退回去，咱家用不上这么好的木料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些木头都是我们在山上捡来的，往哪儿退呀？大哥，山里还有老大一堆木头了，别说盖一栋大宅子了，就是4、5栋宅子也足够用了。是妹妹保佑咱们呢，你们几个跟我进屋去感谢妹妹。妹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家里带来粮食，带来好运。妹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家里带来粮食，带来好运。大哥嘴笨，也不知道说啥好，就谢谢你吧。看来他们已经找到木头了，那就好。昨日听老爹说家里要盖大宅子，所以他想着能帮点儿是点儿。像那种上等的松木、红木和楠木，空间里有不少存货，索性就都给拿出来了。直接扔到院子里不太现实，会被人怀疑，所以李甜甜选择在就近的山上堆放木头。家里老少齐上阵，有1天的功夫就都扛回来了。妹妹，二哥嘴也笨，就祝你越长越好看，
越来越漂亮，开开心心的长大。其实你们不用每天都来感谢我的，一家人如果太客气了，反而会变得生疏呢。呵，你们几个聚在这里干啥呢？娘，我们在感谢妹妹呢。妹妹又显灵了，她用福气招来了一大堆木头。嘿嘿嘿。阿奶，您看见院子里的3根木头了没？又粗又直溜，像这种木头山上还有一大堆呢，随便用。哎呀，出去，别打扰甜甜睡觉。娘，晚上烙点糖饼呗，我们哥几个努力，争取把木头都扛回来。就知道挑贵的吃，那白面和白糠死贵的，蒸点高粱米馒头吃得了。阿奶，我也想吃糖饼了，实在不行，糖三角也凑合。呀，好啊！李甜甜蹬了蹬小短腿儿，老娘给他们烙糖饼，不就是白面和白糖吗？以后家里会有很多的，随便吃啊。娘，甜宝宝说让您烙糖饼呢。呀，是呀，老娘。大哥，你就别在家扒房子了，咱们一起上山扛木头吧。中，走着。哥儿几个有说有笑地走出院子，迎面就撞见了趴在大门口偷看的金寡妇。不是金寡妇，你站在我家大门口干啥？我可警告你，离我们家远点，别蹬鼻子上脸。干啥呀？胡闹喊叫的！我1没偷，2没抢，3没犯法，你们跟我叫唤啥玩意儿？嘿，行，那我以后也趴你们家大门口，天天盯着你看，我也不犯法。行啊，求之不得呢。李老大，看来你家麦芽是满足不了你了，你也打算出来偷腥呗？中，那我今晚呀就给你留门，起得早点来。带，没羞没臊的玩意儿，当着孩子的面胡说啥呢？哎，二宝，你们家从哪儿捡的木头啊？也给我几根呗。凭啥给你？活不起了？哎呦，发这么大的火干啥呀？不就是几根木头吗？不给就不给呗。没皮没脸的东西，你以后少来烦我。啊，二宝，你媳妇儿跟3狗子有一腿，你不嫌她埋汰呀？她就算埋汰，也没有你埋汰。整天跟人钻柴火垛和小树林，你也不怕被蚊子咬死？还不是李老二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跟男人扯犊子了？咋张嘴就来呢？我看没看见，你也不是啥好东西。要不这些年为啥嫁不出去？哎，二宝，你听我说嘛。赶紧让开，别给我整事儿。二宝，我对你的心意你应该清楚吧？你都跟葵花没啥感情了，还跟他过啥呀？瞧瞧我这身材，不比你媳妇儿的好啊！把我娶回去，保证能给你生10个20个甜宝宝那样的小丫头。10个20个，你生猪崽子呢？让开，不然我可削你了。你今年才20，咱俩同岁，你也不想把这大好时光都浪费在赵葵花身上吧？实在不行，让葵花做大，我做小，我们姐妹俩呀，一起伺候你，咋样？你让开，我恶心。老二，你干啥呢？快点过来呀！跟那女人有啥好唠的？爹娘明确交代过，家里人都不能跟金寡妇走得太近，不然会染上祸事。况且寡妇门前是非多，二宝又是有家室的人，坚决不能扯淡。李二宝一把就推开金寡妇，阔步上山去了。哼，跟我装什么清高啊？男人都是好色之徒，等着吧，有你后悔的那天。与此同时，县城杏花书院门前，小七啊，是这里没错吧？嚯，这里有不少学生呢。哎，小七，你快看，他们穿着白色的袍子，个个都水灵灵的。爹，
那是书院的院服。我要是进去读书，也能穿上这样的衣裳。曾几何时，他总往杏花书院这边跑，在大门外听学生们的读书声。如今家里有银子了，他念书的梦想也实现了。看门的老头咋还没回来呢？哎，是不是那个郑院长不想见咱们呢？不会的，爹，再等等吧。话音刚落，一名中年男子匆匆走了过来。郑院长好。这是干蘑菇和大烟蛋，郑院长留着慢慢吃啊。我们书院有规定，不能收学生的东西，你们还是拿回去吧。哎呀，我们拿都拿来了，您就收下吧。再说了，杏花村这么远，您还想让我们原路扛回去吗？今年多大了？13岁。识字吗？识字。行，跟我进来交钱办手续吧。其实这种事情压根儿不用院长出面，手下的执教先生就能办理了。但没办法呀，谁让冯县令交代过他，以后杏花村老李家的孩子如果来念书，千万不能怠慢人家，更不能收礼收钱。这不，郑院长一连等了好多天，总算是把李家小子给盼来了。堂堂院长大人对他这么客气的吗？就连李七宝也很诧异，他一没背景，二没人脉，郑院长却对他点头哈腰的，实在是很反常。那个郑院长，在你们书院念书，把吃喝拉撒和笔墨纸砚啥的都算在内，一个月得多少钱呢？200文钱吗？是2两银子。2两银子，一个月就2两银子，那一年就是24两银子。我的娘哎，这简直是贵得离谱了，离大谱。但是凡事都有例外。例外？啥例外啊？七宝如果真是读书的材料，我们书院会收他半价的束修。换句话说，你们每个月交1两银子就可以了。真的？我们家小七啊，当然是念书的材料啊。他3、4岁那会儿啊，就识字了，什么四书、五经和论语啥的，他都会背。小七，快给郑院长背一段论语，叫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那一段。爹，那是《诗经》里面的句子。哎呀，管他诗语还是诗经呢，你先背一段再说，快点的，听话。不用背诵，在我们书院念书的孩子对《诗经》和《论语》都是倒背如流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七宝出一份试卷，他如果考及格了，那就按每月1两银子的束修让他入学；如果考不过，那你们还得交2两银子，咋样？冯县令在那边给他施压，他也不好为难李七宝。李万全听后，心里隐隐有些担心。七宝啊，你能考及格不啊？你天天搁家都看啥书了？不会都是画本子吧？爹，您放心，我肯定能考过。李七宝信心满满。哼，你说的比唱的好听，万一考不过啊，看我咋削你。很快，郑院长拿来一套试卷，让李七宝当场做题。咋样啊？及格了没啊？居然考了满分，帮儿子办理了入住，这才溜溜达达的往家走。哎，有小闺女保佑，小七肯定能考个状元回来。到时候啊，我再也不种地了，高低得去县城买个大宅子，领着老婆子颐养天年。嘿嘿。李万全自言自语的往前走，时而笑笑，时而愤懑。哎呀，说好去老四那里看看的，竟然忙活忘了。哼，臭小子，做了倒插门也不知道回来看看爹娘，忘恩负义的东西。算了，下次抽空再去看他吧。
与此同时，老李家，我的天哪，累死我了！大哥，我的肩膀都秃噜皮了。嘿，细皮嫩肉的，矫情啥？山上还有那么多木头，天黑前不扛回来，你打算送给别人呢？忽然看到一辆马车赶了过来，哈哈，是四哥呀！四哥，你来了。来了。李四宝笑容满面，他个子很高，五官端正清秀，皮肤白白净净的，浓眉大眼。大哥二哥，听说娘生了个小姑娘，是真的吗？哼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生孩子那会儿，家里是最困难的时候，四弟在老钱家有吃有喝的，连爹娘的养育之恩都忘了。李四宝看出大哥对他的敌意，笑着解释道：大哥，不是我不来，是春芳她。行了，别啥事都往春芳身上赖，脚长你身上，他还能把你捆住，不让你回家呀。老四，大哥就是这个脾气，你别往心里去哈。爹没在家，你快进去看看妹妹吧，她老好看了，老水灵了。哎，好。李甜甜刚睡醒一觉，睁开眼睛就见一陌生大哥哥坐在炕沿边，正笑吟吟地看着他。哎呀，妹妹长得真带劲呐，就跟那小仙女似的。蹑手蹑脚的，她是你妹妹，身上又没长刺儿，你还怕被扎到是咋的？我手上都是老茧子，怕划了到妹妹。怎么了呢？来，让娘看看。不是，你帮老钱家看铺子，平时就记个账进个货啥的，他们咋还让你干重活呢？哼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我儿子给你做倒插门也就算了，你却把他当驴使。不行，他抽空高低得去老钱家一趟，说道，这是干啥呀？当他儿子没人疼吗？娘，钱家是开杂货铺子的，啥东西都有。铺子里的伙计前几日不干了，剩下一大堆货物就得我来归置，而且春芳啊也帮我一起办货了。老四啊，你跟娘说实话，老钱家对你咋样啊？娘，挺好的，就是春芳有时候爱耍小脾气，这些我都能忍，不碍事儿的。她都是孩儿的娘了，还耍什么小脾气？那钱百万对你咋样啊？没吆五喝六的吧？没有，挺好的。那就行。老四，娘可告诉你啊，老钱家要是整天把你当下人使唤，你就趁早回来，别跟他们扯犊子了。娘回头就给你娶个新媳妇儿。李四宝听后简直是哭笑不得。哎呀，娘，没您说的那么严重。再说了，小岭都那么大了，我不想折腾了，就这么过吧。妹妹，听说你是个福娃娃，爹娘盼星星盼月亮才盼来一个小丫头，你呀要开开心心的长大哦。李甜甜笑容灿烂，伸出小手去够死哥哥。娘，妹妹这是想干啥呀？你妹妹呀，是想让你抱抱呢。这小丫头蛋子，别看她小，但一般人还不让抱呢。上次一大娘过来想抱抱甜甜，好家伙，这丫头直接就把头拧过去了，一脸嫌弃。真好啊，妹妹长得太水灵了。娘，你瞧她这大眼睛，像不像太阳？太阳明明像星辰。还是娘说话最有水平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给家里人带来一袋子苞米，都搓好粒了，爹娘留着和大碴粥吃哈。你还挺有心的，往家里送粮食。春芳她不知道吧？李四宝笑容一僵，眼神变了变，没说什么。四宝啊，咱家有你妹妹的关照，现在已经不缺粮食了，连细粮都有呢。啊？李四宝微微一愣，好奇道：娘，咱家哪来的粮食啊？地里都旱成那样了，也打不出粮食啊。要不咋说你妹妹是个福宝宝呢？刘叔
娘说的对，妹妹福气这么旺，可以旺家旺村旺后代呢。这样，我也上山帮大哥他们扛木头。哎呀，你快消停点吧，趁天色还早，赶紧回县城去吧，免得春芳和钱百万又埋怨你。没事的，娘，我今晚不打算回去了，就住在家里。话落，旋即从袖中摸出2块碎银子。娘，这是3两银子，您拿着。这钱都是他在牙缝中攒下来的，平时不敢明目张胆的给家里送钱，怕老钱家翻脸。哎呦，可不中啊，你快拿回去吧。咱家现在不缺吃穿，银子也攒下不少呢。这钱你还是留着自己花吧。娘，我……呀！李四宝心里愧疚的不行，正想说什么时，小奶团子忽然叫了起来：“四哥哥，这银子你还是收好吧，我以后会帮家里赚很多很多钱的。”娘，妹妹说啥呢？老大媳妇儿，你来听听，甜甜说啥呢？什么情况？大嫂能听懂妹妹说话？这么小的孩子会说啥呢？甜甜说啊，让他四哥哥把钱拿回去，以后啊，他帮家里挣钱。大嫂居然还能听懂婴儿语，她现在是越来越想回到这个家了。四宝啊，听见了没？你妹妹都让你把银子拿回去呢。娘，家里正好要盖大房子，哪儿都得用钱，您就……所以你大哥他们才上山扛木头啊，材料啥的都不用花钱买，随便捡。李四宝无语，心下想到：老娘，您是生了个摇钱树吗？恰在这时，李万全背着手走了进来。老婆子，七宝留在书院念书了，还有个好事啊，就是那位郑院长啊，才收了我1两银子的束修，哈哈。李万全脸上挂满了笑容，看见李四宝时，哼，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你回来干啥？爹，我来看看妹妹，您别生气。你管谁叫爹呢？我可不是你爹，你爹是钱百万，你去找他去。哼！炕上的李甜甜见状，心里暗叹一声：老爹就是个傲娇惯。嘴上虽然嫌弃四哥哥，其实心里比老娘都惦记他们。哎呀，老头子，你这是干啥呀？老四这次回来，春风和钱家是知道的，他还打算搁家住1宿呢。住啥？咱家住的是茅草屋，四处透风，万一再把它冻坏了，钱百万不得找我要儿子啊？爹，您咋就跟这件事过不去了呢？我当初入赘到钱家，不也是为了咱家着想吗？哼，好话都被你说了，我还说啥？去，你给我出去！这里是老李家，我没有姓钱的儿子。哎，许久不见，老爹还是这个态度。没办法，走吧。娘，妹妹我也看了，大伙也没啥事儿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改日我再来。哼，你可别来了，爱咋咋地吧。老头子，你干啥玩意儿？没完没了了是吧？刘淑贤也沉下脸来。你以为老四这些年在钱家过得容易啊？来，你瞅瞅。摊开他的手，这上面全是老茧子。那个钱百万把咱儿子当牲口使呢，赶上饥荒年月，做点小买卖太困难了。他在外面受气，回家还要看你的脸色。你说，你到底想干啥？李万全被老婆子对得脑袋发懵，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就连李甜甜都怔怔地看着老娘，心里微微叹息一声：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儿行千里母担忧啊！不管四哥哥当初做了何种决定，那也是爹娘的亲骨肉，这份亲情永远都断不了。哎，老婆子，我就是心里难受啊，没别的意思，你消消气啊。四宝，
既然你爹这么不待见你，你以后再也别来了。家里不管出了啥事儿，都跟你没关系了。你走吧。娘，我不走。李四宝扑腾一声就跪在地上，泪水哗哗往下掉。爹娘，我生是老李家的儿子，死也是老李家的人。当初我年少无知，脑子一热，就去做了上门女婿。我错了，我真的是错了。你们千万别不认我呀！李万全见儿子哭得这么伤心，心里就像被刀剜了似的，疼得不行。李甜甜的内心同样是五味杂陈，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之前家里太穷了，四哥哥为了减轻负担，想着帮衬帮衬家里，才去做了倒插门的。听老娘说，四哥这些年背着钱家，可没少往家里送银子。他在女方家里过得好不好，只有他自个儿知道。哎，没出息的东西，就你这样式的还做买卖呢，动不动就下跪，起来起来，不过年不过节的跪啥呀？吃饭了没？爹，笑个屁呀！哎，你妹妹好不好看？可爱吧？老招人稀罕了。那你过来也没给你妹妹带点啥东西？爹，我带了一袋苞米碴子，已经扛到厨房去了。苞米碴子你妹妹也吃不了，中了，等会儿留下来吃饭吧。李甜甜见他们爷俩和好了，自己也咯咯地笑了起来。老头子，大宝他们上山扛木头去了，你也过去瞅瞅啊。啥木头啊？李万全愣住，刘淑贤笑着解释了一通。闺女听说家里要盖房子，也不知在哪儿弄来一大堆木头，都堆在山里了。哎呦，我家钱宝宝又显灵了，哈哈！啊，中，扛木头要紧。上山吧，要是能逮2只野鸡吃就好了。哎，老头子，刚才忘了问你了，七宝念书的事儿咋样了？七宝留在书院了，那个郑院长当场出了卷子，让七宝答题。你猜怎么着？小七居然答了满分，哈哈！真不愧是我李万全的儿子。哎，那束修1两银子1个月，说以后啊会特殊照顾咱家小七的。那就好，我还怕院长大人看不起乡下来的，给七宝穿小鞋呢。啊，那不能，他还亲自给我倒茶喝呢。嘿嘿。嗨，瞧把你给嘚瑟的，赶紧上山去吧。我听大宝说，那木头太多了，能扛回来一点是一点儿。好嘞，老婆子晚上给我整2个硬菜啊，我要跟老四喝点儿。小四啊，这些年的酒量练咋样了？能喝几碗呢？哎呦，爹，我跟您可比不了，在老钱家，春芳平时不让我喝酒，我都是去小饭馆悄悄的喝，啥时候醒酒了再回家，怕他埋怨。哼，这叫啥媳妇呀？老爷们喝点酒咋了？他管的也太宽了吧！他早晚有一天要把小四弄回家来，远离老钱家那个大火坑。门口的对话落在李甜甜的耳中。哎，甜宝宝，你笑啥呢？李甜甜动了动小手。二嫂子，四哥哥跟老天握手言和了，我心里高兴呢。我的老天爷啊，这些木头都是哪儿来的？爹，娘说这些木头都是妹妹用福气招来的，我们已经感谢妹妹了。四哥，你今晚不走了吧？小时候四哥哥对他最好了，不嫌弃他傻，有啥好吃的都给他留着。不走了，在家住一宿。真的？那我要挨着四哥睡。中，但你不准尿炕哦。老四，大哥之前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哈。
大哥，咱们是亲兄弟，我咋会怪你呢？来，咱们扛木头吧。盖房子、打家具已经足够用了。沈大歪，这么多木头都是捡来的。金寡妇已经把老李家捡木头的事情在村里传遍了。哎，瞅啥呢？想偷木头啊？瞧你这话说的，我沈大歪这些年偷过你家啥东西了？哼，没偷东西，你搁这鬼鬼祟祟的干啥呢？哎，大宝爹，咱商量个事儿呗。商量不了。你这老李头子咋越来越小气了呢？瞧见没？这直溜溜的松木，1根200个铜板，拿钱吧。大宝爹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些木头不都是你在山上捡来的吗？啥成本都没有，白给我2根咋了？过了，咱们2家做邻居这么多年，我跟你红过脸吗？是啊，我家那不省心的爱贪小便宜，跟你家吵吵过几回，那跟我也没有关系，对吧？还有前几天我家婆娘跟你媳妇打赌输了，我不也去帮你家掏粪坑了吗？哼，一蛋爹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你这么不要脸的玩意儿，要东西要的理直气壮。那木头就算是我捡的又如何呀？我辛辛苦苦从山上扛回来，凭啥给你？你长得好看呐，你脸白呀。哼，不给就不给呗，你能捡木头，我也能捡。那你就去呗。然而，老爹和沈大歪的对话落到李甜甜的耳中，事情就变得有意思了。大嫂，快过来呀！哎，甜宝宝，你叫大嫂干啥呀？大嫂，院子里扛进来多少木头了？总共是53根木头，都是又粗又壮的。我合计做门窗和家具都够用了。李甜甜听后眯了眯眼，半山腰上。爹，沈大歪跟过来了，用不用我把他撵回去？哎，你可别动他啊！他们家惯会讹人呐。你忘了前2年王道香到咱家借里长，我没借他就满地打滚撒泼犯浑，我一个没忍住就卷了他一脚。好家伙，足足讹去我70个铜板。爹，他要是跟过来，那木头咋整啊？嘿，他想跟就让他跟着呗。就沈大歪和沈一蛋爷俩瘦得跟麻杆似的，让他们扛，他们也扛不动啊。爹，您快过来看。那咋没了呢？爹，这些木头是不是被妹妹收起来了？她知道沈大歪没安好心，所以提前收走的。一定是甜甜把木头转移走了。反正家里木头盖房子啥的都够用了，凭啥让沈大歪捡便宜啊？嘿嘿，一蛋爹，来，捡木头哈！木头搁哪儿呢？不是，大宝爹，你耍我呢是吧？哎，你运气不好啊！回去后多烧烧香拜拜佛，让菩萨保佑你们家顺顺当当的吧。嘿嘿。呸！李万全，那个……哎，我的娘嘞！这鸟不拉屎的黄山竟然还有野鸡！李万全，你听好了，谁能抓到野鸡，野鸡就归谁，你别仗着人多欺负我啊！哎，干啥玩意儿？是我先听到鸡叫的，你俩给我站住！只见7、8只肥硕的野鸡站在空地上。爹，这玩意儿会飞，不好抓。不用你提醒我，咱们要是抓不到啊，沈大歪那个蠢货也抓不到。老李头子，你骂谁是蠢货呢？啊！这么多野鸡呀，好嘛，终于可以开荤了。沈大歪，你不是说谁抓到野鸡，野鸡就归谁吗？你去抓呀！你瞎呀？没看见这东西长翅膀呢？一受惊不都飞走了？会飞你还来抓野鸡？那你来干啥？回家挠墙去呗！这老李头子跟他那死婆娘一样，嘴巴比毒蛇还毒。在所有人惊诧的目光下，野鸡稳稳地落在李六宝的肩膀上。李六宝正了正神，旋即咯咯笑了起来。
爹，你看这野鸡不怕我，嘿嘿嘿。沈大外，你瞧见没？这野鸡跟我们家认识，你还是趁早回去歇着吧。说好了，谁能抓到就归谁。那你去试试呗。试试就试试。他瞄准一只又肥又笨的野鸡，直接来了个飞扑。哎呀！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啊！哎呀！哎呀！李文全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眼睛要是被刀瞎了，你就得赔我。沈大外，你这人还真挺歪的啊！又不是老子让野鸡啄你眼睛的，我赔你个屎啊！就是你指使野鸡刀我的，你赔！爹，这沈大外疯了，咱们别搭理他，赶紧回家去吧。爹，为啥这群野鸡就只跟着小六呀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啊？许是他们跟小六有缘呐。走了，咱们回家。老李家。嚯，这么多只鸡呀，都是从山上抓来的。咱家有小闺女保佑着，什么野鸡野鸭都不怕人了。瞧把你给嘚瑟的！既然把野鸡赶回来了，那就杀2只吧。李万全一口气杀了6只鸡，只留了2只。赵葵花和金麦芽在厨房忙活开了，又是烧水又是剁鸡。不消片刻，一缕缕肉香味儿就从厨房飘散出来。陈月莲挎着篮子打门口路过，闻到肉香味后，她抻着脖子往院内瞟了瞟。哎，不是，这老李家又开始炖肉了。大花娘，你搁这儿干啥呢？王稻香，没闻到吗？那老李家又炖肉呢。哟，是野鸡肉啊！我家大歪说了，今天老李头子在山上捡了7、8只野鸡，我家可一直都没捡到呢。你家大歪是废柴吧？咋能一直都没抢到呢？他说那野鸡就跟被驯化好了似的，专门往李老六的身上飞。哎呦，妖精，他们家闹鬼呢！你家老四，你明天就得回县城了吧？是啊，娘，既然小七去县城读书了，以后有啥困难就让他去铺子里找我，我能帮的肯定帮。李万全闻言冷哼一声：哼，你倒是想帮，那也得问问你家春芳同不同意帮。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咋又提这事儿呢？老四能回来看我们就已经不错了。爹娘，我保证以后经常回来看你们。这碗酒我敬爹，之前我年少无知不懂事，让爹操心了，我先干为敬。哎呀，放下，慢点喝，伤胃。啊，田宝宝说让他四哥哥下次把侄子给带过来呢。李甜甜眨了眨大眼睛，她的那个侄子只出现在爹娘的口头上，自己还没亲眼见过呢。闺女啊，想见你小领侄子了。是呀，娘亲，想见见他。老四，你听见没？你妹妹想看看小领呢。中，那我下次回家肯定把小领带过来，让妹妹看个够。呵呵。李甜甜蹬了蹬小腿儿。谢谢四哥哥。爹娘，家里盖房子的时候记得叫我一声，我过来帮帮忙啥的。老四，你呀，还是多顾一顾老钱家那头吧。万一闹个大红脸，你在他们家就更不好过了。娘，我……李四宝正要说什么时，门口站着一个女人。哼，李老四，你居然跑到这儿来了，你到底长没长心啊？啊？春芳，你咋来了？我咋就不能来了？这家里的铺子你不管了是咋的？竟然跑到这里吃吃喝喝享清福？李老四，这日子你是不想过了呗？啊？
就连躺在炕上的李甜甜也是满脸紧张，支棱着耳朵偷听。哎呀，春芳来了，外面蚊子多，快进屋喝口水吧。你们家的水啊，太贵了，我可喝不起。嘿，不是，这人给谁甩脸色看呢？老四，你回村子不是跟春芳打过招呼了吗？他这是……娘。李四宝张了张嘴，表情有些一言难尽。如果他跟钱春芳打招呼了，这母老虎怎么可能让他回村子？所以李四宝这次是偷偷跑回来的，包括那袋苞米碴子也是他偷摸买来的。哎，春芳啊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屋里坐吧。老四，你还愣着干啥？赶紧带你媳妇儿进屋啊！嘿，李老四，我们老钱家容不下你了是吧？家里有大宅子住，有热乎乎的大炕，我每天还得伺候你睡觉，你咋就不满足呢？放着好日子你不过，偏偏往这穷山沟子里钻，这到底啥意思啊？我爹和我娘对你不够好吗？啊？还是你对我不满意啊？来，你今天呢，把话跟我说明白了，不然咱俩干脆就离了算了。你以为我们钱家离了你就活不了啊？我告诉你，李老四，你别把自个儿想得太好了。你当初巴巴的来做上门女婿的时候，不就是看中我们家的钱了吗？此话一出，把老李家所有人都惹急眼了。蠢货玩意儿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削死你！李老四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哎呦，你太不是东西了！你骗走了我的青春，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！你不能好死！老李家突然一吵吵，很快就把隔壁的沈大歪两口子给吸引过来了。哟，干啥呢这是？大半夜的不睡觉？春芳啊，就李老四这样式儿的，你还跟他过啥呀？正所谓天涯何处无芳草，找对象为啥要在老李家找呢？这4条腿的螃蟹不好找，2条腿的男人不遍地都是吗？一蛋爹，一蛋娘，你们2个作损的东西，是不是找挨削呢？宁拆10座庙，不拆1桩婚，你们俩也不说积点德。万一哪天一旦娶不到媳妇儿，全是你们2个作损做的。哎，大宝娘，你要干啥？还想打人呢？呵，揍你们，怕脏了老娘的手。你今天是咋打我的？以后啊，我就让我爹帮我打回来。咋的？你爹钱百万还打过我儿子？李万全皱紧眉头，钱春芳微微一怔，知道自己情绪太激动，说错话了，连忙改口。打倒是没打过，但是四宝在我们家乖顺得很，从来没有动手打过我。他今天一定是疯了。我儿子疯没疯，我最清楚。刘淑贤抱着胳膊走上前。倒是你钱春芳，四宝虽然做了上门女婿，但他体内流着的还是我们老李家的血，大蛇骨头还连着筋呢。你以为这份亲情说断就能断了？大娘，你许是没有搞清楚，现在李四宝除了姓李之外，剩下的所有东西都姓钱，包括小领在内，那是我爹娘的孙子，不是你们的。他叫钱小领，不叫李小领。屋内的李甜甜听到这里，简直气得不行。听爹娘说，这些年要不是四哥哥帮钱家经营杂货铺子，他们早都饿死了。可从钱春芳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语可以看出，他们家从来都没感激过四哥哥，甚至以为他这么做是应该的，是欠他们家的。哼，小领爱姓啥就姓啥，我倒是无所谓。既然你不想跟老四过了，那就趁早离了吧。你们前脚离婚，后脚我就给四宝娶一个新媳妇儿，生3、4个孙子孙女，全姓李。不是，四宝娘这话是啥意思啊？
他想把四宝接回来是咋的？屋内的李甜甜咯咯地笑了起来。还是老娘最毒舌呀！四嫂子之所以敢在李家面前耀武扬威，全靠钱小岭这个儿子。老爹和老娘越是在乎小岭，四嫂子就越有恃无恐。如今老娘干脆把话说开了，程小岭爱姓啥就姓啥，无所谓了。四嫂子不慌才怪呢。孙子都不要了，那四哥哥铁定得回老李家了。老头子，明儿个你去邻村走一趟。我记得王瘸子他们家有一个闺女，年纪跟咱家老四差不多大，还没出嫁呢。听说呀，长得太水灵了。你好好问问，等老四跟春芳离了，咱们就马上跟王家定亲。中，老婆子，不止老王家那闺女，邻村老孙家还有2个闺女等着嫁人呢。爹，您说的是孙香香吧？我听说过她，那个孙香香啊，个子高高的，长得鲜美亮眼的，可标致了呢，跟老四很般配。马上快气晕过去的钱春芳，不是，这老李家是把他当成空气吗？他跟四宝还没离呢，这头就开始给他物色媳妇儿了。不行，他今天说啥也得把李老四带回去。哎呦，大娘大伯，我刚才说的那都是气话，你们咋还当真了呢？四宝，你没生气吧？刚才我说话不好听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走走走，咱们回县城，回去之后我给你烫壶酒解解乏。春芳，你扪心自问，这些年我给你们老钱家出了多少力？我刚到你们家时，那杂货铺子眼瞅着要关门了，是我东跑西颠的进货装修，又是招揽顾客，又是起早贪黑的干活，几年下来，我休息过1天吗？但是你也享受到了铺子带来的好处了呀。赶上灾年，谁家不饿死几个人呢？你在我们钱家不愁吃不愁穿的，你还有啥不满足的？钱春芳，你说这话就不怕丧良心呐？合着我在你们家勤勤恳恳这么多年，累得跟毛驴子似的，一点功劳都没有了呗？哎呦，四宝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行了行了，你也别说了，明天我就把小岭接到杏花村了，以后你爱咋咋地吧，咱俩没关系了。你说啥？你不想跟我过了吗？你说，你既然想回家看望爹娘，那你倒是跟我说一声啊！你自个儿悄悄的就过来了，我还以为你出啥事儿了呢。我今天说话确实是过分了，我给你道歉，给大伯大娘道歉还不行吗？你管我爹娘叫啥？李四宝皱了皱眉。逢年过节也不说过来看看，一见面就大伯大娘的叫着，你到底会不会来事儿啊？我改口还不行吗？爹娘。哎，春芳啊，这么晚了，就在家里住一宿吧，明个一早你们2口子再回县城。不了，爹，我现在就想把四宝给领回去，别人家我住不惯，那炕太埋汰了。哎，瞧瞧，就这玩意儿，说啥都没用。哼，那你随便吧，爱回你自己回，我好不容易回村一趟，还不能在家住一宿了？四宝，不是我不想住，是你们家也太脏了，那你自己瞅瞅嘛，我站在屋门口都能闻到一股怪味儿，这熏得我直反胃。你是公主啊，屋里有点味儿咋的了？再说了，我妹妹还没满月呢，天天得换尿布，能没味儿吗？嘿，李老四，你可别后悔，我现在就赶着马车回县城，这路上要是出点啥事儿，你要负全部责任的。老四，实在不行你就回去吧，这黑灯瞎火的，春芳万一真有啥闪失，咱们也不好跟钱家交代呀。爹，哎呀，中了，
爹知道你的心意，等把春芳安顿好了，你再过来拜，到时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李四宝听后鼻子酸酸的，能得到爹娘和家人们的谅解，就说明他这趟没白来。爹，家里盖房子，我指定回来帮忙，您放心啊。瞧把你给积极的，咱自己家的仓房都漏窟窿了，你也不说修一修。你能少说两句不？我又要忙活铺子的事儿，又要帮家里干活，我长了几双手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丢下我，四宝，你真好。春芳，我可告诉你，以后我想啥时候回家就啥时候回家，你不准拦着我，听见没？喂，李老四，我给你脸了是吧？越是顺着你说话，你就越嘚瑟。到现在你还没弄清楚谁是你家的吧？你不是想回县城吗？这是我们老钱家的马车，你没有资格坐。以后小领就是我儿子，跟你没有关系了。不是，你耍啥呀？你以为我愿意在你们家待着呀？天天起早贪黑的干活，累得跟王八犊子似的。我图啥？回村就回村，但有一点啊，小领是我儿子，明天我就把他接回来。李四宝狠狠剜了他一眼，便掉头往杏花村走。李老四，你给我等着！抛妻弃子，你早晚得被雷给劈死！劈死你个张温的！老李家。不是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你媳妇儿春芳呢？回家去了。老头子，老四跟春芳闹腾啥呢？还能闹腾啥？老钱家不把老四当人看，天天就知道让他干活。你看看钱春芳那个态度，就跟咱们家欠他似的，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居然还嫌咱家的炕埋汰。老婆子，要不让老四回家来吧，你去张罗张罗，帮他相个亲啥的。小领都那么大了，哪能说离就离呢？再说了，咱们这些年一直都不知道钱百万两口子是啥态度。他们如果对老四像对亲儿子似的，知道心疼他，那他跟春芳没准还能过下去呢。老婆子，就钱春芳那样事儿的，你也不是没看见，纯粹一个势利眼。老四在他们家呀，估计都抬不起头来。唉，次日清晨，张村长突然来了。哈哈哈，大宝爹，好消息，好消息啊！快出来！村长，咋的了？啥好消息啊？你自己瞅瞅。嚯啊！衙门要给老百姓发粮食了，这是好事啊！咱们这清水县不是大旱3年吗？冯县令给府城的沈知府写过无数封求救信，听说按照家庭人口分发，家里人越多，发的粮食就越多呢。你们家这回合适了，算上2个儿媳妇儿，怎么着也有15、16口人了吧？一人发10斤小米，那可就有150、60斤呐。村长，倒插门的算不算呢？哎呦，这估计不行啊！四宝在老钱家也饿不着，要那10斤8斤粮食干啥呀？村长，这不公平吧？高宝莲和赵春燕站在大门口，身后还跟着王稻香和陈月莲，4个女人像是提前商量好了一般，一起来到老李家，看样子是有备而来。咋就不公平了？哎，村长，老李家人口那么多，一下就分了上百斤粮食，我们家就我和春燕2个人，这公平吗？是县衙规定这么分的，你跟我嚷嚷啥玩意儿？既然这样，你就分我4份粮食，把我家3狗和老头子的那份也算上。也不知道这人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，具体咋回事我还没弄清楚呢，春燕娘就开始上门找茬了。你跟我说不着，要是不服气，就去县衙找冯县令喊冤去。呀，张村长，你这是没理了呗？说着说着就脚底抹油想走了呗？姨大娘，这跟你有啥关系？
你们家3口人的粮食都记录在册了，别跟我整事儿。哼，谁跟你整事儿了？你自个儿瞅瞅，他们母女2个家里没有男人，孤苦伶仃的无依无靠，你多分点粮食给他们咋的了？陈月莲听到这里，也连忙上前拱火。谁说不是呢？依我看，既然老李家人口多，分的粮食也多，那就送给春燕娘2袋子小米呗。反正老李家之前卖蘑菇和猪肉，还买了一大车粮食呢，吃不完留着烂掉啊。大花娘，你是不是又找挨削呢？我们家的粮食凭啥给高宝莲？她长得好看呐。哼，你们不是亲家吗？相互帮衬帮衬，咋的了？败家玩意儿，你给我过来！娘，你咋又来了？我咋就不能来啊？哼，老李家不是人口多吗？啊，行啊，你把你分到的那份粮食给我拿出来。姐，你瞧我和娘瘦的都皮包骨头了，这段时间我和娘天天上山去啃树皮挖草根，好不容易盼到衙门发粮食了，可是就只有我和娘2个人，分到手也就20斤小米，根本就不够吃的。所以你们就来要我那份粮食，对吧？哎呀，不是要，是你应该给的。娘现在老了，干不动活了，你不应该养她老吗？我已经跟你们断绝关系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就让娘活活饿死呗？我可没说，娘坏事做尽，饿的也不冤。哟，今儿个真热闹呀！阿猫阿狗又跑到我们家院子汪汪汪喵喵喵了。大宝娘，你说谁是阿猫阿狗呢？我们就是看春燕娘俩可怜，过来给他们讨个公道罢了。你们家人口多，拿出2袋子粮食，咋的了？抛弃亲家这层身份，大伙都在一个村子里头住着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是想把事情做绝吗？哼，做绝了又能咋的？且不说我家现在有存粮，县衙发的那些粮食，我家是也可要也可不要。但是我凭啥要把粮食送给高宝莲这个老货呢？你还有我呢，嘿嘿嘿嘿。张光棍站在大门口看热闹。大娘，你把我娘气出病了，你说咋办吧？大娘，不过是2袋子粮食而已，你至于赶尽杀绝吗？大花娘，你家大花这几天总往山上跑啥呀？老头子，你也看见了吧？还真看见了，大花最近上山特别勤，几乎1天1趟，手里总拿着一张毯子，好像是去睡觉的。大宝爹，你在这瞎巴巴啥呢？我家大花啥时候拿着毯子上山了？上没上山你自个儿清楚，我可是听说你家大花跟外村的男子勾搭上了。其实这些话都是他胡编乱造出来的，目的就是埋汰陈月莲。你诬陷我闺女，你不得好死！哼，谁诬陷她了？之前你不是还说你家大花勾搭我家七宝呢吗？咋的？你闺女敢做却不敢承认了呗？是你家老鸡勾引我闺女，你别搞错了。哼，开啥玩笑？就你闺女长那个样子，埋了8胎的，白给我家小气都不要，也就邻村的几个老光棍能看上她。你说啥？姨大娘啊，你家沈大歪前2天去金寡妇家干啥去了？借酱油吗？啥玩意儿？我家大歪去找金寡妇了？哼，他去没去
你自个儿问问不就知道了。再说了，脚长在你男人身上，他想去哪儿，我管得着吗？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回去我就把他阉了，让他当太监算了。王稻香咬牙切齿，骂骂咧咧地回家去了。赵春燕见状，心里一阵突突，这陈月莲和王稻香咋能说走就走呢？不是说好了一起对付老李家吗？娘，你掐我干啥呀？吓我一跳！哎呀，这个傻丫头，你倒是管老李家要粮食，像个闷葫芦似的，谁会把粮食给你啊？刘淑贤淡淡扫了高宝莲一眼，勾起唇角。春燕娘，你如果不怕晒，就搁这躺着吧。老头子，咱该干啥就干啥啊，别搭理他。中。村长，我家人口多，如果县衙发粮食过来，我做主，送你20斤小米，而且之前借的那些小米也不用还了。哎呦，可不用呀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你们家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也不能白拿。村长，给你就拿着，别人想要我还不给呢。大娘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这么作色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哼，我还真不怕，只有那些阿杂小人才整天提心吊胆的，怕被雷劈死。刘淑贤一脸淡然。比如你爹和你男人，坏事做尽，恶贯满盈。走，咱们上山溜达溜达。小六、小八，你们2个在家挖地基哈，线我已经画出来了。哎，知道了，爹。这次他们家要盖一栋宽敞的大宅子。娘，这大太阳上来了，您快点起来吧，晒中暑可就完犊子了。哎呀，废柴玩意儿，连1厘米都没要来，都不够丢人的。娘，这事儿也不能怪我呀，那刘淑贤压根就不吃这一套。再说了，有张村长作证，咱们也讹不上人家呀。春燕，你去找你姐，让她偷摸的呀，给咱拿点玉米粒儿。哎呀，快点去！我可不去，我姐现在变心了，看我就像看仇人似的。那你……屋内躺在炕上的李甜甜听到老娘骂人后，逗得她直蹬腿。甜宝宝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娘厉害？骂人不带脏字儿，就能把人怼得面红耳赤。呀，二嫂子，我娘骂的可是你娘，你就一点儿也不生气啊？李四宝，你抓紧回县城去吧，吵归吵，日子还得过。等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你再回来，娘给你做主。娘，我……去吧去吧。李四宝迟疑良久，才点点头。那我先回了，改日再来看望爹娘。山上，爹、二弟，你们快过来看呐！是砖和石头啊！哈哈，爹，咱家打地基的石头和盖房子的砖有了。钱老爷呀，我家闺女又显灵了。老李家，李万全是谁呀？出来领粮食了。一名捕快站在大门外喊道。冯县令心里有些忐忑，没看见那个叫11的小男孩。难道是出去玩了？呀，是县衙送粮的。谁是李万全？我家老头子上山去了，我是他媳妇儿。您把粮食给我就中。行，按人头分啊，每个人10斤小米。那个，我问一下啊，还没出满月的娃娃算不算一口人啊？算一口人，把小娃娃那份给他们家补上。县令大人，您刚才还说1岁以下的孩子不发粮食呢，这变得也忒快了吧？原来县令大人也在啊。那个，你们家11在不在啊？小11吗？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小男孩，长得黑不溜秋的。11早都走了，不在我们家了。
啥？冯县令抽了抽嘴角。啥时候走的？有人来接他了吗？是不是知府大人和刺史大人都来了？来老隆重了吧？放没放鞭炮啥的？有没有提过我呀？大嫂子，我就是觉得跟11姨那孩子特别有缘分。他走的时候有没有特意提起过我呀？不清楚啊。小11姨走的时候，我家正好去县城赶集了，他只留了一封书信。那大嫂子能不能把那封书信给我瞅瞅啊？不是，这人到底咋回事啊？为啥揪着小11姨不放呢？书信已经烧掉了。那大嫂子记不记得信上的内容啊？见过磨牙的，没见过像冯县令这种刨根问底的人。11姨其实也没说啥，就说别让我们惦记他，他能照顾好自己。然后呢？没了。啊，大嫂子，你……冯县令正要追问下去，忽然听到一阵嚎哭声传了过来。哎呦，苍天大老爷呀！您可要给民女做主啊！求求您，给我们主持公道啊！春燕娘啊，又来找不自在了。刘淑贤，今儿个有县令老爷给我们母女做主，你休得猖狂！那你说说，我咋的你了？你凭啥告我呀？哼，你欺压乡民，为非作歹，还拐骗我的女儿，这种罪状都够你坐10年的牢了。闺女葵花，她是我们家二宝下聘里娶回来的，我什么时候拐骗她了？老二媳妇儿，你出来一下。李甜甜睁开大眼睛，动了动小手。啥情况？高宝莲母女又来找茬了。总这样下去，家里真是不得安宁了。不行，得想想办法，把那对母女弄出杏花村去，最好永远也别回来。赵葵花走出院子，当即看到老娘和春燕跪在地上。娘，咋的了？老二媳妇儿，你自己说说，我有拐骗过你吗？这叫啥话？娘啥时候拐骗我了？是我自个儿愿意嫁给二宝的。哼，听听高宝莲，你好好听听，这可是你闺女自己亲口说的。哼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家天天给她洗脑，怂恿她跟我断绝母女关系。刘淑贤，你还是人吗你啊？行了行了，嚷嚷了这么久，你到底想说啥呀？他还要忙着去下个村子发粮食呢，没时间在这儿虚耗着。县令老爷呀，我不告也行，您能给我家多发20斤小米吗？我家的男人和女婿因为犯了事儿，现在被关到大牢里去了。我和春燕孤苦无依，天天就靠着刨草根儿、啃树皮过活。您发下来的粮食，这吃不了几天就没了，所以，停！你刚才说啥？你家男人和女婿犯事被抓起来了？是啊。他们叫啥名字？叫赵树林和江三狗。好嘛，原来你们2个是犯人家属啊！这犯人家属咋的了？又不是我跟春燕犯法，这难道还想着连坐啊？连坐倒不必，但你们家今后分不到赈灾粮食了。来人啊，把老赵家的20斤小米抹去，不准给他们发粮食吃。这……不是，县令老爷啥意思啊？这故意偏袒老李家吗？您瞧瞧我都饿成啥样了，您作为父母官，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百姓饿死吗？你干啥玩意儿？松手！冯县令皱紧眉头。
朝廷有规定，凡是有过案底或者坐过牢的人家，一律不准享受衙门的福利。那您之前为啥不查明白，非得到了杏花村，甚至我跟老李家吵架的时候，突然说出这个规定？赵春燕不服，规定就是规定，你还想违逆不成？赶紧松手，不然本县令就把你绑起来游街。哎呦，大伙儿快来看看呐！这当官的呀，不为百姓做主啊！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带下去，再敢出来扰民，就依法处置。是。本来属于他们的20斤小米，现在也泡汤了。县令大人，多谢你给我们家做主啊！高宝莲母女3天2头的就来闹腾一次，太膈应人了。啊，大嫂子不用客气，这是本县令应该做的。对了，那位11公子有没有说过啥时候回来？嗨，这绕来绕去，咋又绕到这个话题上了？他没说。刘淑贤摇摇头。啊，如果11公子回来，你可一定要告诉我哈。我先走了。走了，去下一家发米了。冯县令为啥对小11那么上心？但有一点是很肯定的。娘，您别往心里去哈。我已经和老赵家断绝关系了。春燕如果再来闹腾，你就把她打出去，别管着她。老儿媳妇儿啊，只要你心里有咱们这个家，跟二宝好好过日子，那就比啥都强。娘，我知道。哈哈，老婆子，你快出来看呐！哎呦，咋的了这是？老头子，你是从哪儿整的大青砖啊？你猜猜看。我上哪儿猜去啊？一点正形都没有。跟木头一样，这些砖和石头啊，是我在山上捡来的。那家伙的，整片林子里都是砖和石头啊！别说盖一幢宅子了，就是建一栋小阁楼也足够用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咱家小闺女又显灵了。老头子，这东西沉，光靠你和大宝、二宝往回搬，得猴年马月才能搬够啊。没事儿，这点活算啥？想当年我……哎呀，中了，年轻时候参了几年军，都够你显摆一辈子的了。嘿嘿，我要是不参军，当年跟老婆子也成不了亲呐。你这个老东西，不正经。老婆子，咱们闺女快满月了吧？还有3天满月。哎呀，你咋不早说呀？爹，您要给妹妹摆满月席啊？老头子，你打算请谁过来吃席呀？能请的都请来呗。像沈大歪和陈月莲那样式的，最好别往家里整，影响心情。那你大娘那头呢？我可不叫她，你们谁也别给她发请帖。只要你不满世界嚷嚷，你大娘啊，就肯定不知道。躺在炕上的李甜甜听后，觉得这位古大娘很可能会成为家里的麻烦。贫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一旦让古大娘嗅到李家发迹的苗头，以后且有她闹的。奶团子张开小嘴，又开始叫了起来。哎呦，闺女这是咋的了？甜甜说啊，不要请那位古大娘过来。不请，瞧把你这小人给急的，都知道为家里的事情操心了。哼。吃完午饭，李万全也没歇着，顶着大太阳出去挖地基了。如果家里有一辆牛车就好了，这牵着牛车上山，几趟下来就把砖和石头给倒腾回来了。这话落在李甜甜的耳中，让她大眼睛倏地一亮。空间里啥都不缺，特别是驴马牛羊，几乎满山坡都是。但直接往外拿一头牛，恐怕会遭人嫉妒，
甚至还会被人扣上一顶偷牛贼的帽子。葵花、麦芽，娘，咋的了？你爹啊，打算给甜甜摆满月席，家里也没菜啥的。等会儿啊，你们2个去县城一趟，买点猪肉和青菜。娘，您不一起去县城吗？溜达溜达呗。不中，我走了，家里就没人照看甜甜了。不用节省啊，这1两银子摆席应该够了。你俩要是看见有啥喜欢的东西，都一并买回来。娘，就买点菜而已，用不了这么多钱的。穷家富路的，别委屈自个儿。哎，娘，咱家那大雁蛋也攒了不少了吧？我想拿到县城去卖掉。也中，有一部分蛋被你大嫂腌上了，还没入味儿，你拿没腌的去卖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家里没有马车，步行得需要大半个时辰才能到地方，天气闷热闷热的。县城，哎，这是啥蛋呀？咋这么大个儿啊？多少钱一个？这个呀是大雁蛋，我们自个儿家养的，50文钱一个。嚯，大雁蛋，哎呦，50文钱呀，那太贵了，都能买好几斤鸡蛋了。算了算了，不划算。这大雁蛋跟鸡蛋可不一样，而且煮着吃、蒸着吃都行。不买还见事儿，想买还嫌贵。这位夫人，这是大雁蛋，纯野生的大雁蛋，味道嘎嘎好吃啊！你们从哪儿捡的大雁蛋呢？再说了，夫人有所不知，我们家就养了3只大雁，一天能下3个蛋，所以这些蛋呢，都是我们慢慢攒下来的。啊？你们家养了3只大雁？就是在河边捡来的呀。这玩意儿也能随便捡吗？我们家可以随便捡，别人家那就不知道了。这大雁蛋多少钱一斤啊？不论斤论个，一个蛋50文钱，不讲价。50文，不算太贵。这里总共有多少个蛋呢？总共30个。夫人，打算买几个？都给我包起来吧，我全要了。啥？全要了？咋的了？不卖吗？卖，夫人，30个蛋总共是1两5钱，连这个竹筐我们也送给您了。正，以后啊，你们家要是有大雁蛋了，也甭在这儿摆摊了，直接送到县令府上就中，50文一个。你们有多少，我们就要多少。中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家现在还腌了好几10个雁蛋呢，等腌好了，我们就给您送过去。金麦芽乐得合不拢嘴。孙氏闻言好奇道：啊，咸雁蛋怎么卖的？因为要用很多的盐，而且腌出来的口味也不一样，所以一个卖60文钱。啊，不贵不贵，腌好了记得送过来哈。柯嬷嬷，咱们走吧。大嫂，咱们这么快就挣了1两5钱银子，这都能买1麻袋小米了。嘘，别吵吵，小声一点。走，咱们去买点猪肉和羊杂啥的。妯娌2人又买了些青菜和酱油咸盐，碰到卖小玩具的也给小姑子买2样。老李家，哪成想啊，咱家的大雁蛋这么受欢迎。金麦芽逗田宝宝玩。娘，我们今儿个呀碰到县令夫人了，她出手很阔绰，一口气把所有的蛋都买走了。他们俩还真是2口子，买东西向来不讲价，只要看中了，直接就包圆了。李甜甜躺在炕上，听着家人们的对话，心里无比满足。她当初拿大雁是为了给家人们吃的，现在却能赚钱了。如果以后在小村子里搞一个大雁养殖场，卖肉卖蛋啥的，肯定能发财啊！夜幕降临，
哎呦，老婆子，你快帮我捶捶后颈骨，这咋酸疼酸疼的呢？都捶了好几下了，实在不中，我就用白酒给你搓搓吧。不用，那酒我还留着自个儿喝呢。光靠他和大宝、二宝往家搬砖，实在是太累了。老头子，实在不行，明天我也上山帮你去搬砖。多了不行，5块6块的，我还是能搬动的。哎呦，你快拉倒吧，万一磕着碰着咋整？见闺女睁着大眼睛看着他，老婆子，你就安安心心在家照顾闺女就中。那些砖呐，有10天半个月就倒腾完了，你不用操心。这时，一直偷听爹娘唠嗑的奶团子突然叫了起来：“闺女啊，是不是热了？”老娘，我不热，我就是想让爹爹明天上山留一点脚下。好想快点长大，快点说话呀！这样咿咿呀呀的，得叫到啥时候啊？哦，甜宝宝好像是让爹明天上山去捡东西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捡啥东西？砖和石头不是已经有了吗？奶团子急得不行，使劲儿蹬了蹬小短腿儿。老爹，是捡值钱的东西，卖了之后家里就可以买牛车啦。甜甜就是说让爹上山捡东西啊，卖钱了就买马车牛车啥的。闺女，我的闺女，她看见我搬砖太累了，就想变出值钱的东西，让咱们去买牛车呢。这天底下哪有这么懂事又心疼人的娃娃呀？难怪人人都说闺女是爹娘的小棉袄。中了，你知道闺女的心思就好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快去睡吧，忙活了一大天，肯定累了。老头子，你明儿个上山留一点儿，看看闺女想给咱们变啥出来。空间内乱七八糟的，啥东西都有。李甜甜进来溜达了一会儿，把目光落在一大片药田上。嘿嘿，有了。山上，这是啥天儿啊？死热的。爹，我今早听一袋说，村口的那口井好像要干了，撑不了几天了。干就干呗，反正咱家有水塘，又不用吃井里的水。哎呀，爹，万一井干了，村民不都上咱家来打水呀？水也保不住啊，水塘就那么大，如果老天爷不下雨，早晚有一天会干枯的。李六宝抿了抿嘴，一脸认真道：“我觉得咱家的水塘就是一个大泉眼，就算老天爷100年不下雨，也不会干枯。”家里面没人比他更了解水塘了。应该是你妹妹在帮助咱们。哎，走了，赶紧去搬砖，别磨磨蹭蹭的。爹，大哥、二哥，你们快过来看。咋的啦？爹，这里长着一片绿油油的东西，好像是药材呢。山上都快旱冒烟了，咋会长药材呢？起开，让我瞅瞅。我的老天爷呀，这长了一片啥玩意儿？也太新鲜了吧！爹，这会不会是野菜呀？我先揪一片叶子尝尝，看看苦不苦。哎，别瞎吃，万一药死了咋整？嚯，苦不拉几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爹，我好像知道这是啥，这好像是何首乌。我之前在一本书上看过，何首乌是一种很珍贵的药材，3、5年才能长成。这何首乌的茎块非常饱满，而且色泽新鲜，根须繁密，一看就是长了7、8年的药材了。小八，你没看错吧？这玩意儿值不值钱呐？嘿，当然值钱了。上好的何首乌一斤能卖到4两到6两银子呢。这里有一大片何首乌，如果都挖出来，得卖多少钱呢？差不多
10来斤的样子吧。医馆不收叶子，只要根茎，而且必须洗干净了，上面不能沾泥带土。我总算知道你妹妹的想法了，这就是她要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啊！哎呀，爹，你哭啥呀？爹，早上起来那会儿我就感谢过了。我可告诉你们啊，就是将来我和你娘死了，你们也得对妹妹好。如果敢欺负她，给她脸色，老子做鬼也要掐死你们，听见了吗？哎呀，老爹这话说的也太严重了。妹妹是家里的福宝宝，哥哥嫂子们和2个侄子疼都疼不过来，又怎么会欺负她呢？还有老大老二啊，回去告诉你们家1和2和，让他们对小姑好点。中，知道了，爹。爹，既然发现药材了，那咱们还搬砖吗？当然要搬了，不过在这之前呢，得把何首乌都挖出来。哎，小六，你别用手直接薅啊，薅坏了咋整？快回家把镰刀拿来，这玩意儿得慢慢挖。李八宝哭笑不得。爹，用镰刀更容易伤到根茎，所以还是用手慢慢刨吧。就你懂得多。中，大伙儿都过来刨药根，下手轻点哈。李万全招呼道。于是小子们都撸起袖子，全身心地挖起了药材。老李家，大宝娘，搁家呢没？村长媳妇儿姜桂花，哎呀，宝根娘来了啊！这是蒲公英，已经晾干了。家里如果有人上火、嗓子疼啥的，就泡点蒲公英水喝，败火的。哎呦，咋拿来这么多呀？哟，甜宝宝，呀，李甜甜眉眼弯弯。姜大娘好。她对这个女人印象不赖，上次高宝莲母女过来找事，要不是姜大娘横八竖挡的拦着，她恐怕就被抢走了。哎呦，笑得真好看。大宝娘，甜甜以后啊，肯定是个小美人呢。那看来甜宝宝是喜欢大娘了。李甜甜伸出小手，粉嫩嫩的小脸儿乐成一朵花。宝根娘，你今儿个过来是有事儿吧？啊，没啥事儿。有事儿就说事儿，跟我还客气啥呀？那我可真说了，你也知道，我年轻那会儿掉进冰窟窿里了，这身子呢留下了后遗症，时常头疼肚子疼的，那股疼劲儿一上来啊，我都想一头撞死了。你大哥呀，给我抓了不少汤药，吃了一点效果都没有，白花钱。所以呀，我想接他回去住几天，中不中？哎，这可不中啊！甜甜还没断奶呢，她离不开我。哎，我也考虑到这个了，实在不行，我来你们家住2天，沾沾甜宝宝的福气。这个是我出嫁时的嫁妆，这些年家里不管咋穷，我也没舍得卖，就送给甜甜吧。我不要簪子，姜大娘还是拿回去吧。甜甜说不收礼物。宝根娘，听见没？我闺女不要，你快拿回去吧。你要不嫌弃我们家埋汰，就过来住几天，我让老头子跟小六、小八他们挤一挤。大宝娘，你让我咋感谢你才好呢？哎呀，谢啥呀？我得提前跟你说好，如果治不好你的病，你可别埋怨我闺女啊。不会。恰在这时，娘，你快出来看啊，我们挖到宝贝了！咋的了？你们手里拿的是啥玩意儿啊？药根儿？他年轻时候见过这种药材，何首乌，非常值钱，跟人参和灵芝都差不离了。所以家里人有啥不明白的，都会向他请教。哟，确实是何首乌啊！哎，你们搁哪儿挖来的？娘，这是在山上挖的，也真贵，
那么大一片药材，别人愣是没看见。是别人没看见吗？明明是你妹妹单独送给咱们的。嘿，对，爹说的都对。老婆子，我这就拿着药材去县城卖掉。小八说这玩意儿太值钱了，一斤能卖4、5两银子呢。闺女儿打算给家里买一辆马车，把这些药根都卖了，钱啊差不多就够了。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。啥事儿啊？宝根娘啊想在咱家住几天，让闺女儿给她看看病，说是沾沾咱闺女的福气。也就2、3天，你跟小六他们挤一挤啊。就3天，要不是看张村长的面子啊，我1天也不让他住。瞧你那熊样吧，宝根娘心眼不坏，就是顾病缠身，又没钱去看病，不然也不会求到咱们头上来。有病就看病呗，咱闺女也不是神医啥的。那可保不齐，有些话呀不能说得太早。等会儿啊，我跟你一起去县城，那医馆的郎中一个比一个尖，我怕他们糊弄你。里屋，田宝宝，你要能吃东西该多好呀！到时候大娘给你做油炸糕吃。呀，李甜甜眉眼弯弯，谢谢大娘。她抬了抬小手，触碰到江桂花的脉搏，稍稍诊疗了一番，便知道她患什么病了，所以才会一直腹痛。这个病好治，喝点灵泉水调理一下就没问题了。咿呀呜啊，江大娘喝水。甜甜是让你喝水呢。对，甜甜让你把这杯水喝了。有点发苦。哎呀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这全喝下去，大娘的病就好了。真的？宝根娘啊，我得去县城一趟，你帮我照看一下甜甜哈。这你放心去吧。县城一家医馆内，这药材你们是从哪里挖来的？不管是成色还是年限，都是上等的。这是我家老头子在山上挖来的。掌柜的，这药材你收还是不收啊？收倒是收，但价格嘛，恐怕要低一些。有多低？你也知道，赶上这青黄不接的年月，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，谁会花钱买这么贵的补药呢？这何首乌主要是用来养气补血、滋阴补肾的，也就富贵人家的老爷或者太太才买得起。如果我高价收回来，砸在手里卖不掉，那不等着亏钱吗？既然掌柜的这么为难，那就算了。老头子，走，咱们去别人家看看。县城这么大，又不止你一家医馆。等一下。有事？你还没说1斤卖多少钱呢？如果价钱合适，我就照单全收了。我一个普通老百姓，怎会知道何首乌多少钱1斤呢？那就2两银子1斤吧。这已经是天价了，不信你去别人家问问，在这干旱年月，谁能出这么高的价格去收药材啊？我就是觉得这药材好，想收下嘛，卖给别人多可惜呀。2两银子你收个屁！真是无奸不商，这回你想收，我们还不卖呢。那你们到底想卖多少钱嘛？你说个价，也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儿啊。5两银子，收的话，这些何首乌就全卖给你；不收也没关系，我们回家泡水喝，炖菜吃，熬高汤，反正不会糟践就是了。啊，这还不是糟践呢？这么好的药材哪能泡水喝呀？又不是枸杞和大枣。我想咋整就咋整，你管得着吗？其实5两银子1斤，他也赚钱。4两卖不卖？不卖，就5两。啊，你不是不知道价格吗？这咋张嘴就要这么多钱呀？
我突然又知道了。这个夫人不管是气质还是言谈举止，都不像是普通的乡下村妇，想要糊弄他们，恐怕没那么容易啊。这真没见过你这么能讲价的人呢。唉，没办法，作为郎中，他实在是喜欢这种百年难遇的好药材。所以掌柜的是答应了？那不然嘞？来，把药材拿过来吧，称重量。嚯，你们这是在家量好的吧？正好时间，分毫不差呀。这是银票，你们收好啊。这不会是假的吧？这玩意儿真能当银子用吗？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就把你胯骨轴子踹碎。老婆子，实在不行，咱就买牛吧。牛体格好，还下奶，平时也能帮家里耕个地、拉个车的。牛比马贵，而且拉车跑得慢，万一生病了还不好治呢。县城的马市位于东北角，这里聚集着大量的牛马。一家人刚走进来，大哥，买驴不？你瞧瞧，这毛驴子老健康了，拉车耕田都中，最关键的是价格便宜，比买马买牛强呀。你这驴拉稀呀，我买回去不等着砸在手里吗？大哥，您得算一笔账呀，就20两。说句难听的，就算把驴买回去突然病死了，你卖驴肉也能卖个20-30两呀，这是只赚不赔的买卖。既然这头驴这么划算，你为啥不留着自己杀肉吃呢？我自个儿养大的驴，我舍不得杀它吗？哼，得了瘟病的驴，你当然不敢杀了。谁要是吃了这驴肉，我的驴要是得了瘟病，那岂不是把整个马市的驴马牛羊都传染了？可不是嘛！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，这里有人卖瘟驴，大伙儿啊都加点小心喽，别把自家的牲畜传染上。嚯，这头驴确实有问题啊！哎，你是搁哪个屯子来的？瘟驴咋还往马市上赶呢？哼，这小子那心眼简直都坏透了！大家伙儿啊，快把他给轰出去！对，一头害群之驴，别把我家的2头牛传染上。大哥，你过来。干啥呀？有话快说，我肯定不买你的驴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这头驴没得瘟病，真的，骗你我就给你当孙子。哼，你发这毒誓干啥呀？我又不缺孙子。大哥，我说的是真的，这驴要是得了瘟病，其他牛马啥的早就都倒成一片了，它呀就是饿的，没粮食和青草喂它，整天就啃土吃，然后隔3差5就窜稀。你买回去后，稍微喂点青饲料，再买点管拉稀的药，掺在饲料和水里，养个10天半个月就没事了。那你打算卖多少钱呢？太贵，不买。大哥，您等等，15两银子，中不中？还是贵，不买。15两。忽然有一个惊人的发现，这驴长得不像驴，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射马，介于草原马和儿马之间的品种，很不好培养。他之前在一本书上见过这种马，在整个大梁国几乎一头都没有，也不知道这小商贩是从哪儿淘来的，居然遇到宝贝了。难道这也是闺女送给家人们的礼物？正躺在家里炕上玩手指头的某甜甜打了个喷嚏，谁念叨他呢？射马不是他拿出来的，爹娘只是凑巧遇见了，跟他真没关系啊。你们开个价，只要合适，我赔钱都卖。好小子，就等你这句话啊！我也不能让你赔太多，毕竟这驴嘛有瘟病，一般人都不敢买回去，怕把整个村子的牲畜都祸害了。这头驴没得瘟病。种，就算没有瘟病，它瘦成这样，站着都打晃了。我买回去，万一死了可咋办？你赔吗？买都买走了，我凭啥赔呀？所以要我说呀，你也别15两银子了，直接5两银子算了。他如果嗝屁了，
就当我花钱买一个教训。如果没死呢，这么瘦的驴要想养大养壮实，也得需要大量的精饲料。哎呦，那可都是钱呐！见过能说的，没见过你这么能巴巴的。啥玩意儿？一头驴你就给我5两银子？农家人风吹日晒的，哪有不黑的？你如果卖，我当场点钱，绝不废话。如果你觉得亏了，那你就慢慢的给他找下家吧。10两，这是我最后的底线。那个大嫂，你等一下啊。干啥？你不是不卖吗？哎，我卖还不行吗？5两银子，1分都不能少。给了钱，你们抓紧把驴牵走吧。你跟我装死是吧？因为你老子赔得倾家荡产，看我不抽死你！这头驴我们家已经买下了，你再抽他一下试试。他可是一言不合就踹碎胯骨轴子的选手，谁敢惹他？娘，你买一头病驴干啥？他连我都驮不起来，更别说拉砖和运石头了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咱们今天就是来买马的，走走走，去前面瞅瞅。60两银子，我再送你1辆马车，瞧见没？就是身后这辆马车。这马车呀，既能拉人，也能装货物，连车带马，40两银子，卖不卖？哦，我们家5两银子就买了头驴，5、8、40，这些钱都能买到8头毛驴子了，你还说买不到啥？嘿，你家这驴啊，就是回光返照，没到家就得蹬腿吐沫子，它铁定活不长了。我去！喂，你要是诚心卖马，我就再给你加5两银子，一共45两。行的话，就帮我们把马车套上，45两。你说的这些东西不合适我们家，没必要装了。总共45两银子，你要卖的话，我也不啰嗦，当场点钱。中，以后记得来我这儿买牲畜哈，驴马牛羊都有，价格公道。老头子，你来赶车。老婆子，咱们是杏花村第1户买马车的人家吧？是啊，咋的啦？刘淑贤斜眼睨着他，不过是辆马车而已，瞧把老头子乐的都快抽过去了。想当年他家里的马车一排排，随便拉出一辆都是个顶个的香车宝顶，亮瞎双眼的那种。自从经历了变故，他就再也没有那种虚荣心了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比啥都强。马车只是代步工具，偶尔帮家里干干活，若是没钱，这东西也是可有可无的。老婆子，等会儿进村子的时候，你坐在我旁边哈，我把鞭子抡响点，咔咔响。中了中了，快赶车吧！有病！走了，回家。娘，平时您自个儿都舍不得买块糖吃，现在却想着给葵花和大嫂买零嘴了。但凡进了咱家的门儿，就是老李家的人了，吃点零嘴咋了？娘说的对，以后等我和麦芽攒了钱，就在县城买一套宅子，把爹娘接过去享福。算了吧，我在乡下住的挺好的，可不想往县城折腾，人多闹挺。老李家，哎呦，这是干啥呢？闲着没事咋挖坑呢？望着满院子的土堆和木头，以及青砖和石条，钱百万直接怔住了。小六、小八，来，你们2个过来。钱春芳站在他身旁。爹，你自己瞅啊，这是过日子的人家吗？这院子里脏了吧唧的，那都下不去脚了。哎呀，你快少说2句吧。在家我是咋跟你说的？到了老李家别胡说，把嘴巴关严实点，有啥话我来跟李万全说。这个不省心的玩意儿，上次他到老李家闹腾一通，回去后四宝天天耍脾气，干活也开始偷懒了。再这样下去，他的杂货铺子就得关门大吉了。你咋的了？哎，小六啊，你一家大人干啥去了？去县城了，有啥事儿？没事儿，就是挺长时间没过来了，
来看看你爹娘。哎，拿着。你还是亲手给我爹娘吧。老爹说了，在马车买回来之前，让他跟小八先把地基挖出来，再防备着点村民，别让他们来家里偷水。等会儿啊，你娘就回来了。呀，李甜甜动了动小手。大娘，我不饿。甜甜这孩子啊，就算是饿了，她也不哭不闹的，可乖了。但是要是看见不喜欢的人，她咧嘴就哭，那可不好哄了呢。大嫂，我就是一个急性子，遇见膈应的人，我笑不出来呀，所以只能哭。毕竟我只会这2个表情。呀，大宝媳妇儿搁家呢。哎，大叔，你来了呀？你快坐着，我给你倒杯水喝。哎，不用麻烦了。哟，这就是亲家母生的丫头吧？瞧着水灵灵的，真好看。是啊，甜甜乖顺懂事，还很有福气呢。哎，亲家去县城干啥了？我爹娘去卖药根了，顺便再买辆马车回来，估摸着应该快回来了。啥？买马车？这老李家哪儿来的钱买马车？他们家的马车还是2手的呢，拉车的老马见天生病，车轱辘也快掉了。对啊，就是买马车啊。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，钱百万愣了愣神。这娃娃笑啥呢？甜甜只要笑啊，那就说明他喜欢你啊。啊，真的？哎，孩子刚睡醒，不让抱。你是？大叔，这是我们村张村长的媳妇儿。呀，哇！奶团子蹬了蹬小短腿儿，叫了一声。金麦芽听后哭笑不得。大叔，甜甜说不让你乱猜呢。江大娘这几天只是来我们家治病的。大宝媳妇儿，你能听懂小娃娃说话？能听懂一点点。这也太招人稀罕了。爹，你那是啥表情啊？春芳，爹和你娘再生个丫头咋样？哎呀，爹，我不就是您的女儿吗？钱春芳直接无语了。你已经养残了，没救了，这玩意儿又不能回炉重造，所以只能再生一个喽。爹，我是您亲生的吗？真气人啊，他都快气吐血了。别往甜甜的脸上摸哈，容易给孩子碰疼了。哎，钱百万，你干啥来了？哎呦，亲家，咱们得2、3年没见了吧？身体咋样？没啥毛病吧？嘿，你一个大忙人，哪有时间来看我呀？我买了点酒和熟食，晚上咱俩整2盅。哟，我家缺酒喝了，嘴馋了，还得让外人买。那酒啊，你还是留着自个儿喝吧，太贵了，我喝不起。哎，这人说话咋阴阳怪气儿的？这些年又不是他不让四宝回家，要怪就怪他媳妇儿和春芳2个败家玩意儿，啥也不是，把他们和老李家的关系搞得这么僵。到饭点了，亲家留下来对付一口吧。中，我不挑食。爹，哎呀，咱快点走吧，这老李家太脏了，我都快受不了了。蠢货玩意儿，把嘴闭上！他好不容易争取一个跟亲家吃饭的机会，这败家玩意儿一句话就把人得罪遍了。春芳，你如果嫌我家埋汰，那就赶紧出去吧，今后也别再来了。我看你锦衣玉食的，吃不了我们农家的饭菜，睡不了我们乡下人的大炕。那大门在那里，好走不送。娘，您这话是啥意思啊？我是嫌你们家院子脏，我又没说饭菜不干净。是吗？那你可真说错了。
我们家呀，饭菜太脏了，看一眼都恶心的不行，更别说吃了。你赶着马车先回家去，快点的！哎呀，爹，这天都快黑了，要回一起回。哎呀，你让我省点心吧，中不中？钱百万近乎咆哮，他这次过来就是想跟老李家谈一谈四宝的事情。自从李老四做倒插门后，他们两家就一直没啥来往，时间久了，慢慢就产生隔阂了。所以钱百万打算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让李家二老放心，他们钱家不是要抢李家的儿子。哼，这脏就是脏，还不让人说了？以后我再也不让四宝回来了，整得满身都是味儿，这洗都洗不下去。出去！等回家的，看我咋削你！钱春芳走后，钱百万一脸歉意地看向刘淑贤。亲家母，真对不住啊，春芳让我给惯坏了，一身臭毛病，亲家母别往心里去啊。真是气死他了。刘淑贤弯了弯唇角，我犯不上生气，既然你闺女嫌弃我们家挑三拣四的，回头我就跟四宝说一声，让他趁早跟你闺女离了吧。我家呀太低贱，高攀不起你们钱家。哎呦，亲家母，瞧你又开始说气话了。小领都2岁了，还离啥呢？我今儿个是带着诚意来的，咱们能不能坐下来好好唠唠嗑啊？如果李老四真离开了钱家，那杂货铺子谁来经管？靠春芳吗？那还不如买只兔子摆在柜台上呢。那个废材除了睡觉耍脾气外，啥能耐都没有。刘淑贤没说啥，转身回屋去了。宝根娘啊，白天多亏你照顾甜甜了，她没闹腾吧？宝根娘啊，肚子好点了没？还疼不？你别说呀，那会儿甜甜让我喝一杯水后，我肚子突然不疼了。往天这会儿啊，我肯定满炕打滚，疼得直冒汗呢。这不信邪不行啊！甜宝宝哪里是福娃娃呀，分明就是百年难遇的小神医。奶团子咧开小嘴叫了一声：“大娘，药得天天喝哦，坚持3天就彻底好啦。”刘淑贤笑了笑：“不疼就好，你呀就安心的在我家住几天，有些病啊得慢慢养着。”好。赵葵花站在菜园子里，眼睛瞪得老大，以为自己看错了。这眼前一片绿汪汪的青菜是怎么回事？明明才种上没几天。大嫂，你赶紧过来瞅瞅，快来啊！咋的了，葵花？大嫂，你快看，今天早上……对呀，这才几天嘛，哪能那么……天哪！话还没说完，他就被地里的一片葱绿给惊住了。只见一丛丛韭菜、菠菜、香菜、黄瓜、豆角、倭瓜、茄子等等，满园子都是。我的娘啊，这青菜长得也忒快了吧，都能收一茬卖钱了。大嫂，这肯定是甜甜送给家人的礼物，就跟那2只大雁似的，一夜之间就长大下蛋了。赵葵花激动得直掉眼泪，她觉得自己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情。老李家将来不仅会暴富，还会一飞冲天，家里人有一个算一个，都得有出息。是啊，快别愣着了，你去拿个盆过来。爹不是说要跟百万叔喝点吗？咱给他炖个豆角，再拍一盘黄瓜。好嘞。饭桌上，当钱百万看到豆角炖五花肉后，不是亲家，你这豆角是从哪儿买来的？自己种出来的呗。这人吃东西一点都不见外。啊，杏花村不是干旱缺水吗？你家咋有水浇园子呢？我们家有水塘，带泉眼的那种，永远都不缺水。
亲家，我跟你家住几天中不中啊？不中，吃完饭赶紧走。就住一宿都不行吗？哎呀，住啥？我都没地方住了，你来凑啥热闹？我不嫌挤，有这么大一疙瘩地方就够我睡了。你这脸皮呀，真够厚的。亲家，我今天跟你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啊。哎呀，其实吧，四宝不管在谁家都是咱们的儿子，只要他乐呵就好。哎，停！钱百万，四宝是你养大的吗？他体内流着你的血吗？两样都不沾，你还好意思说他是你儿子？脸呢？亲家，你是不知道，四宝在我们家老享福了。别看我媳妇整天叫啥的，其实她可疼四宝了呢。有啥好吃的好喝的都给四宝留着，我都排不上号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。四宝在我们家就跟祖宗似的，但凡心里不顺就去外面喝酒，整宿这不回来，都快愁死我了。我那个闺女你也知道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，整天除了气人就是睡懒觉。这些年呢，都是我在帮四宝经营铺子，要是靠春芳的话，早就黄摊子了。亲家，再给我倒一碗。你少整点啊，这酒后反劲儿。不中。亲家，我心里苦啊。早知道春芳那么不懂事儿，等明个一早你铁定反悔。你是啥德行我还不知道。哎呀，亲家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宣布一个事儿啊，我宣布以后小玲就是你们老李家的孩子了。我冲着太阳发誓啊！百万叔，现在是黑天，没太阳。那我冲着月亮发誓。那外面阴天也没月亮啊。那我冲着房梁发誓总可以了吧？如果我醒酒后反悔，说话不算数，就让这房梁断掉。你快拉倒吧！你对着我们家房梁发誓干啥呀？要断也是断你家的。亲家，实在不行，回家再发一遍誓。钱百万，我可告诉你，话是你说的，你要是敢酒后不认呐，我就敢削你。李万全挥了挥拳头。不会啊！里屋炕上的李甜甜咯咯咯的笑个不停，她觉得这位钱伯伯其实挺可爱的。如果真能让小领侄子回到李家来，之前的那些隔阂也就一笔勾销了。怕就怕春芳嫂子和他娘孙红梅不同意。算了，今天往外拿东西太多，累到了。家里的那些青菜都是他从空间里拿出来的，指望青菜自己发芽，那得猴年马月呀。包括新买回来的瘦驴，李甜甜也喂他喝灵泉水和止泻药了，效果棒棒的。把他拽到小六小八那屋睡去，万一凉着了，孙红梅那泼妇就得讹上咱家。爹，那您去哪儿睡呀？马车。对呀，咱家现在有马车了，嘿嘿。来到马棚前一看，就见小六小八和一猴二猴围着大青马和瘦驴，又是摸又是看，稀罕的不得了。爹，这大青马长得真壮实，我能骑它吗？中，爹抱你上去。哈哈哈！驾！
李八宝乐得眼睛都没了。李二和见状跺了跺脚：“咦，这驴咋变精神了呢？”“爹，刚才灰驴还拉驴粪蛋了呢。”“真的？它不拉稀了？”“没拉稀，老健康了，能吃能喝的。”“老婆子没看走眼，这头灰驴没准真是个宝贝呢。”忽然，院墙那边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声音很轻，像是有人在偷偷爬墙。“爹，这么晚了，谁爬咱家的墙啊？”“嘘，都小声点，别吵吵。你悠着点，万一把人打死了，老子长10张嘴也说不清楚了。”“爹，不给他一点教训瞧瞧，他下次还敢偷。”“我的天，这确实是匹好马，拿到外面去卖，起码得值40-50两银子。老李头真是有钱烧的，居然买了头瘦驴，这玩意儿喂多少饲料都长不大，他就等着砸在手里吧。哼！”“张光棍，狗东西，我家的东西都敢偷，老子非把你爪子剁下来！”“二宝，你消消气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“哼，张光棍，你平时勾引老娘们调戏小媳妇也就罢了，却跑到我们家偷鸡摸狗，我也不跟你废话，报官吧，咱们公了。”“别，大宝爹，你别报官啊！我有钱，我赔你钱。”“爹，天亮后我就去县衙报官，这孙子敢用炮仗崩咱们，我就让他去吃粑粑。小八，你提着灯笼去把张村长叫过来，省得大家伙说咱欺负人。”“好嘞。”李八宝领着张村长走进院子，一看到张光棍半死不活的样子：“不是，张光棍，你不想活了就找根绳子吊死算了，为啥到老李家偷马？”不少，李八宝已经跟他说了。张村长气得够呛，决定处置这个龌龊的东西。“村长伯伯，他还往地上扔炮仗，差点把我爷爷和阿奶熏迷糊。”“啥？炮仗？哎呦，这可不中！想淹就把他扔到牢房去，让犯人淹他。”“哼，龟孙子，你叫唤啥？偷马偷驴，你还有理了？德行吧！呸！老子活了一把岁数，还没见过你这么坏的。大宝爹，你别跟他客气，绑结实点，明早就送他去见官。本朝律法有规定，偷马贼最低得判个10年8载的，天天肯窝头干重活，挺不过3、2年就得被折磨死。”“我不坐牢，我不坐牢！”此时躺在炕上的李甜甜早就醒了，时刻观察着外面的动静。“我们家花40-50两买的马，凭啥给你呀？你想钱想疯了吧？”“张光棍，你遭报应了吧？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”“老李头子，你媳妇儿肯定不是一般人，你记住我的话。”“哎呦，你再胡说，我就把你嘴缝上！”“大宝爹，差不多得了，明儿个把他扔到县衙去，让冯县令处置他吧。”“张光棍，你下辈子投胎最好托生成屎壳郎子，老子一脚就踩死你！”“中，这么晚了，老范村长过来一趟，快回去睡吧。”“嗯。”县衙，这不是大宝二宝吗？你们俩咋又来了？这次又是因为啥事来报官呢？”“县令大人，又麻烦您了，这小子跑到我们家去偷马。”“有那么严重吗？”“你偷的是老李家的马，事情的性质就不一样了。”“老李家咋的啦？大门镶金边了呀？”“他们家大门没镶金边，但绝对是你惹不起的。”“哼，别说张光棍了，就连他见到老李家的人都得客客气气的。”“来人啊，带这个犯人下去做一下登记，使劲揍他一顿。”“是。”“大宝二宝，我问你个事儿哈。”“哎呀，大人，您想问啥事儿啊？”“也没啥事儿，
就是想打听一下之前住你们家的那位黑公子。黑公子？您说的是哪个？大哥，县令老爷问的应该是小11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位11公子。你俩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啥时候回来呀？哎呦，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。小11走的时候连声招呼都没打，就留下一封书信，也没说啥时候回来。哎，不过县令大人放心，等小11回杏花村了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您。哎，好好，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冯县令乐得合不拢嘴，那位小贵人身份特殊，若能跟他搞好关系，还愁自己不升官不发财吗？还有一个事儿，我听说你们妹妹是个福娃娃，天生就能给人看病，这是真事儿吗？哎，大人谬赞了，我妹妹就是个普通娃娃，没有那么大本事。哎，实不相瞒呐，我家夫人年轻时候身体就不好，时常头疼，还总迷糊，吃了很多汤药了，可一点效果都没有啊。如果你妹妹真是小神医的话，我想请她帮夫人看看病。当然了，银子肯定是少不了你们的。下次大人去杏花村时啊，可以把夫人带着，然后去我们家坐坐，喝口水，吃点饭啥的。啊，中。那咱们说好了啊，这几天我抽空就去你们家一趟啊。县令大人别送了，留步吧。大哥，你瞧见没？咱妹妹的名声都传到县令老爷耳朵里了。李二宝一脸自豪。是金子在哪儿都发光。李大宝赶着马车，走，咱们去看看小七。走着。李老七这段时间在书院勤学苦读，一直没回村子。咋还不出来呢？家里还等着马车拉砖呢。是不是小七变成读书人就不想搭理咱们了？大哥，你瞎说啥呢？咱们可是小七的家人，别说是读书人了，他以后就算当了大官，对咱们也得客客气气的。恰在这时，李七宝抱着一摞书匆匆跑了过来。大哥二哥，你们俩咋来了？爹娘让我们来看看你啊，这个你拿着。这大马车是谁家的？你猜呢？这是咱家的马车，家里还有一头毛驴呢。啊，真的？呵呵，咱们家也有大马车了。那以后我回村子就能坐咱自家的马车回去了。大哥二哥，有个事儿我得说一下。书院要大考了，我得抓紧时间备考，所以一时半会儿回不去村子了。就这事儿啊？哎呀，你呀就好好念书，考个状元回来，给咱们老李家争争光。大哥，考状元那是最后一步，我现在连童生还没考上呢。我可不管，你必须得给我考上。爹娘对你期望很高，花那么多钱供你念书，你别整些没用的。到时候如果寒了爹娘和妹妹的心，看我咋削你。知道了，大哥，我一定好好考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天热，菜包愿意坏，你抓紧吃哈。回去我让大嫂再给你包点，抽空给你送过来。离开书院，哥俩又买了点油盐酱醋，便赶着马车回村去了。老李家，金寡妇站在大门口。哎，李老头子，我听说昨晚张管管来你们家偷马了，你还把他打个半死，这事是真的吗？你问这个干啥？咋的？我削张光棍，你心疼了？呸！胡说啥呢？你就算打死他，跟我有个屁关系啊！真的没关系？哼，这些年不就张光棍总带你钻小树林吗？他如果死了，不得哭死啊！快拉倒吧，我哭他。李老头子，我听说你们家满园子都是青菜，吃都吃不完。哎，你给我摘一盆豆角呗。哎，干啥？离我远点！我家那豆角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凭啥白给你啊？
我又不白要，你给我豆角，我给你这个。给我啥？这个呀，你个木头！哎，勾引我是吧？哈，这哪能叫勾引呢？我其实呀，早都相中你了，就是一直没说而已。李六宝见状，扔了手里的砖头，噔噔噔的跑到里屋去了。娘，金寡妇往我爹身上贴。不是，这个骚狐狸勾引他儿子不成，现在又来勾搭他老头子了。宝根娘，您帮我看着甜甜啊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吧去吧。金寡妇，你给我等着！蠢货玩意儿，你离我远点！想不正经搞破鞋，你找错人了。我李万全这些年只稀罕我家老婆子一个人，你算是啥东西？哈，李老头子，别人想跟我还不愿意呢。不就是一盆豆角吗？能值几个铜子啊？你快闭嘴吧！这不是豆角的事儿，是你太恶心人了。之前巴巴的勾引我家二宝，碰了一鼻子灰后，又来调戏我这个糟老头子，你就不怕被天雷劈死？哼，我可不怕，老天爷公平着呢。再说了，我男人死得早，膝下又没有孩子，我想跟谁好就跟谁好。你要不愿意就算了，我还没那么贱呢。菜园子搁哪儿呢？我摘点黄瓜和豆角哈。站住！不要脸的东西，你还想明抢啊？信不信我去县衙报官，把你逮起来？你忍心吗？我有啥不忍心的？正好张光棍也在大牢里蹲着呢，你过去也能跟他做个伴儿。你快别跟我提他了，浑身都臭烘烘的，能把我给熏死。老李头，你让开，我就摘2颗黄瓜，不多拿。老头子，让开！啊！刘书贤，你干啥玩意儿？你说我干啥？跑骚跑到我们家来了，连我老头子都敢勾引，你当我是死人吗？识相的话就趁早滚出去，不然我就把你摁在水塘里，活活浸死你！干啥呀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勾引李大哥了？炕上的李甜甜气得不行，真想一板砖拍死这个女人。王稻香听到动静，连忙爬上墙头，笑嘻嘻的看热闹。哟，大宝娘咋又发火了？金寡妇哪里惹到你了？哼，有你啥事儿？嘿，咋的？咱们2家做邻居，我连自己家的墙头都不能爬了呗？你想爬就爬呗，死在上面才好呢。毒蛇玩意儿！金寡妇，你这次来老李家又想勾引谁啊？李老二你就甭惦记了，他现在跟葵花的感情太好，拆都拆不开呢。李大娘，我看你家沈大歪就不错，改天趁着你回娘家，我去你们家坐坐，顺便再跟沈大哥喝点酒啥的。你如果敢勾引我家爷们儿，我就撕了你的嘴。不信，咱就试试。那就试试呗，我就不信你一辈子不回娘家。呵，我呸！不嫌害臊的玩意儿，你可真不值钱，烂大街的货。我就算烂大街了，身材和模样也比你好。瞧瞧你，人老珠黄，跟那老母猪似的，全身都是肥肉膘子。你家大歪啊，估计都好几年没碰你了吧？姓金的，闭上你的臭嘴！骚狐狸，看我不割了你的舌头！刘淑贤和李万全站在一旁看戏。哎，你们2个要想打架，就趁早出去打，别在我家动手动脚、骂骂咧咧的。老头子，你是不是看上那女人了？哎，老婆子，你说啥呢？就那套玩意儿，白给我都不要，我会看上她？那一大娘上手挠她，你不心疼吗？不是，我心疼她干啥玩意儿？她被挠死才好呢。李甜甜也跟着乐了起来。老爹老娘真可爱呢。怪就怪那个金寡妇不长眼，她勾引谁不好，
偏偏打他老爹的主意，这不是找刺激吗？别的事情他不敢保证，但老爹老娘的感情绝对很牢固，比世间的任何东西都牢固。天天娘啊，我觉得自己好的差不多了，今晚就回家去住吧。啊，要回去啊，中，等会儿我去让村长过来接你哈。宝根娘才在咱家住了2宿，不着急走。走，我送大嫂回去。哎，娘，甜甜的枕头底下咋有一枚簪子啊？这瞅着怪精致的，是不是宝根娘落下的？哎呦，可不就是宝根娘的吗？二和，把这银簪子给村长家送回去，咱不能要。知道了，阿奶。大宝和二宝回来。爹，咱家这大青马拉车老有力气了，我琢磨着他拉10来个人都没问题。爹，您瞧见没？这走一个来回，大青马都不带喘气儿的，这几十两银子花的真值。谁家的马不喘气儿？不喘气儿不憋死了？简直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以后你俩去县城啊，能走着就尽量走着，别祸害你妹妹的马。爹，马车买来不就是让人坐的吗？是这么个理儿，就知道让她干活。等你妹妹长到2、3岁时，大青马早就累死了。爹，等会儿咱们还得带她去拉石头呢，难道你想自个儿往回搬呢？就算拉石头也不能装太多。中，都听爹的。不是，这驴干啥玩意儿呢？跳舞吗？爹，他好像在展示才艺呢。一头驴能有啥才艺？赶紧的把它整回去。爹，这驴再不值钱也是一条生命啊，万一我把它压坏了咋整？哎呀，你咋这么多废话呀？起开，我来。李万全骑了上去，但也有130、40斤。然而这重量在灰驴眼中就跟闹着玩似的。只见他直起双腿，很轻松地把李万全驮了起来，散起步来。那悠然自得的模样，完全不像驮了一个人。我的天哪，这玩意儿居然这么有劲儿啊！我还以为他要养个3、5年才能干活呢，真没想到啊！自打小闺女出生后，他每天都能遇到惊喜。爹，正所谓人不可貌相，驴不可只看4条腿。别看他瘦了吧唧的，其实比咱家大青马还厉害呢。李万全嗯了一声。有道理。下午咱就把他带山上去，让他拉一车砖试试。灰驴听后转了转眼珠子，直接撂起了蹶子。哎，干啥玩意儿？老实点，别蹦了！李万全被颠得眼冒金星，一个趔趄就栽了下来。哎呀，这个牲口居然敢摔老子！李万全揉着老腰，从地上爬起来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李大宝和李二宝急忙迎上去。没事，就是屁股有点疼。爹，这驴咋回事？他是不想干活吗？一听到要拉砖，就开始撂蹶子了。不干活就宰了他吃肉。灰驴像抗议似的，扬起脑袋叫个不停。愚蠢的人类，本驴可是万里挑一的射马，不是干体力活的工具。拉砖拉石头，开什么玩笑？这辈子也不可能拉砖。叫唤啥？你抗议也没用，下午就带你上山。真不是个东西。灰驴晃了晃2个耳朵，愤愤地回马棚去了。里屋，冯县令咋说的？张光棍判了几年啊？娘，甭管几年，那坏蛋都肯定回不来了。爹娘，冯县令总打听小11的事干啥？他们认识吗？而且我觉得冯县令好像特别照顾咱们家，这是为啥呀？许是小11的身份不简单吧？上次冯县令还跟他打听小11呢，可那孩子一走就没信儿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。厉天天捏着小手帕，喜笑颜开。谢谢大哥，
送的手帕。甜宝宝啊，谢谢你呢。妹妹不用谢，你如果喜欢，以后大哥天天给你买帕子。整那么老多帕子干啥玩意儿啊？你要真想对妹妹好，就等她长牙后多给她买点好吃的。小丫头不都喜欢糖块啥的吗？娘，你放心，等妹妹长牙，我就把天底下最好的糖块买回来，天天让妹妹吃。争取在2天内把石头和砖都运回来。恰在这时，爹娘，我有了一个天大的发现。桂花，别胡说，你能有啥新发现？快点坐下吃饭。哎呀，你们咋不信呢？大嫂，刚才是你去园子割的韭菜吧？对啊，咋的了？那些割掉的韭菜又长出来了，密密麻麻的，老新鲜了，比以前那茬长得还好。啊？闺女儿，你又显灵了。那些韭菜是不是你？咿呀，我奶团子挥了挥小手。是呀，老娘。菜园子所有青菜都被灵泉水灌溉过，所以长势很凶猛。今天埋下一粒瓜子，不出3天就能长出一棵向日葵来。是不是有闺女在，咱家种啥就长啥呢？那明个儿娘往菜园子里埋一枚铜板，等上秋后看看能不能长出摇钱树来。呵。老娘，搞钱的办法有千万种，何必种什么摇钱树呢？多俗气呀！如果您想种，我也会想办法给您搞一棵过来，只要不怕被偷走就好。菜园子内，哇，葵花说的没错。刚才割掉的韭菜果然都长出来了，而且越长越新鲜，这也太邪门了。爹，要不我先割上一篮子，下午拿到县城去卖吧，10文钱一斤，肯定有人买。桂花，我告诉你，就咱家这韭菜又新鲜又水灵，少40个铜板我都不卖。行，那就40文钱。你就往酒楼和小饭馆送，他们肯定收。还有豆角、茄子、黄瓜和小白菜啥的，你也顺手摘点。该买的话，你就拿回来，咱自个儿吃。老李家就是这么豪横，赶上旱灾，别人家还在愁每天喝几碗水，吃几口饭，他们家却已经吃上细粮和青菜了，出门还坐着大马车，这已然是提前步入小康生活了。我跟葵花一起去县城。行，去把马车套上，等我喝口水，咱就上山干活。知道了，爹。马车驶出老李家，路过村子井边时，有一大群村民正排队打水。吴老三，大宝爹，你这是坐着马车干啥去？哎呦，这大青马长得真壮实，尝尝。这烟丝是我家有望从外面买回来的，味道老好了。哼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他早都看透了，不就是想借他家的马车吗？哎，这叫啥话呀？咱们2家在一个村住着，认识这么多年了，我是啥样人你还不清楚吗？就3天，我保证把你家大青马照顾得舒舒帖帖。哼，一寻思你就没憋好屁。实话告诉你吧，不是不借你马车，是我要指望他干活呢。你要不嫌弃啊，我家还有一头瘦驴，我把驴借给你咋样？驮新媳妇啥的，多有面子啊！你快拉倒吧。吴老三涨红了老脸。就你家那头瘦驴，连一袋黄豆都驮不动，还想驮新媳妇儿？呵呵，说句难听的，我真怕压断瘦驴的腿，到时候你再讹上我。这可是你不借的啊！对，我就想借大青马，不要瘦驴。
那我就没招喽，驾！李万全抖了抖缰绳，赶着马车上山去了。只有亲自尝试过，才知道他家的灰驴绝非普通毛驴子，别说驮一个新媳妇儿了，就是驮一头老母猪都不在话下，太有劲儿了。这老李头子说话咋云山雾罩的？不想借就直说，还拿一头快病死的毛驴子来敷衍我，德行吧！5两银子买来的病驴，还以为自个儿赚到了呢，虎了吧唧的。正好沈大歪也过来打水，听到这番话后讪笑道：嘿嘿嘿，哎呀，我敢保证，老李家那头驴活不过下个月就得4脚朝天，那温死的驴肉谁敢买呀？哎，瞎嘚瑟啥呢？你盼着咱们村子遭瘟是咋的？本来就是嘛，你，哎，那不是那头瘦驴吗？沈大歪仔细望去，只见灰驴扬着头，挺着胸脯，闲庭信步般走了过来。吴老三，你瞧那瘦驴的眼神儿，就跟看不起人似的，他牛气啥呀？不过是一头驴而已，他到底哪儿来的自信呢？切，一个遭瘟的玩意儿，白给我都不要，还花5两银子去买，这老李家真的是有钱烧的。恰好灰驴听到这话后，飞起一脚就蹬在沈大歪的胸口上。哎呀，哎呦我去！我的娘啊，这驴咋还撂蹶子踢人呢？快去瞧瞧一袋爹，是不是被驴给撅死了？哎，这老李家养出来的玩意儿真是随了主人，没个好东西。狗屁毛驴子，你给老子等着，老子早晚有一天杀了你吃肉。灰驴叫了一声，晃了晃大脑袋，像是在说本驴奉陪到底。半山腰，爹，驴跟过来了。不是让你把驴，他是咋跑出来的？爹，出门前我把驴都拴好了，是他自个儿跑出来的。真是邪门了，这瘦驴好像很聪明的样子，居然自己会开门。你赶紧把他整回去，2宝、6宝、8宝，咱去装砖。哎，知道了，爹。听好了，我现在牵你回家，如果你想驮着我走，我肯定没啥意见，但是你不许耍脾气。走，回家。爹，我整不了他，他不听我的。他想跟着就让他跟着吧，牲畜都爱找伴儿。到了存放砖堆和石头堆的地方，放心装吧，他如果连几百斤的东西都拉不动，也就不值40两银子了。知道了，爹。马车的分量一点点加重，大青马显得有点力不从心。爹，大青马被压趴下了，不能再装了。这才装几块砖呐，就压趴下了？爹，大青马之前好像是有钱人家养出来的，没干过太重的活，冷不丁让他上山拉石头，他肯定扛不住啊。咋就扛不住了？40两银子啊，买了个花瓶，啥也干不了。但这石头和砖嘛，随随便便磨出来一块都10来斤，所以咱们还是少装点吧，啊爹。他上下扫了大青马一眼，眼神充满了鄙夷。放着，让本驴来试试。爹，他叫我啥呢？好像是要拉车吧，想祸害死他。灰驴又叫了一声，用嘴巴头子拱了拱马车，意思已经很明显了，他要拉车。爹，要不就让他拉车吧，咱们少装点砖，多倒腾几趟，有2、3天的功夫就全拉回来了。行吧，把马车卸下来，套在灰驴的背上。爹，你也看见了吧？他居然比大青马还尿性。嘿呦，5两银子买回来个宝贝，这也太划算了。毛驴子比马还有劲儿呢。嘿嘿，这算啥？有能耐让他走2步。爹，你快看，驴真的把车拉走了。只见瘦驴拉着沉甸甸的大马车，毫不费力地朝前走去。真是见了鬼了，这玩意儿果然是个宝贝。老二，你跟着驴车把砖送家去。与此同时，赵葵花在园子里割了一篮子韭菜，
又摘了些豆角和黄瓜等青菜，打算拿到县城去卖。大嫂，我之前见过猪肉有卖到50文1斤的，可从没听说过韭菜也能卖到50文，咱这价格是不是太高了？哎呀，爹娘不是说了吗？这赶上灾年，啥东西都涨价，特别是青菜。县城那些阔老爷和当官的，就算有钱也吃不到，馋死他们了。希望再能碰到县令夫人就好了，她出手豪横，一口气就能把咱家的青菜都买回去了。咱们俩今天呢，只是去探探路，如果卖得好，就天天去县城摆摊儿；实在不行，就往酒楼送菜啊，他们肯定收。知道了，大嫂。妯娌二人一路步行来到县城，还是上次卖大雁蛋的那条街。哎，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！谁嫩嫩的青菜，刚才从地里摘的，老新鲜了，快来瞧一瞧喽！这是韭菜吗？大婶儿，这是我家地里新割的韭菜，特别新鲜。您回去啊，包饺子、烙韭菜盒子都行啊。就算吃不了，这泡在盐水里腌成咸菜吃也行啊。哦，多少钱1斤啊？50文1斤，不讲价。50文钱都能买多少白面馒头了？这是啥世道啊？以前最便宜的韭菜，现在却卖出了天价，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了？啊，大婶儿，您没事吧？免费送我一把韭菜，不然我就躺在这里不起来了。哈！你果然是想来讹人的，你不是愿意躺着吗？行，出门遇到疯狗了，哎，大嫂，咱回村子吧。蹲了这么长时间，就卖出去半斤韭菜，豆角和茄子啥的，压根就没人买。再等等吧，等外面没那么热了，买菜的人就出来了。就见一年轻男子走了过来。嚯，这年头十里八乡旱得直冒烟儿，你们居然还种出青菜来了？倒是挺新鲜的，一点也不蔫吧？肯定新鲜啊，这都是从我们菜园子里新摘出来的。你们是哪个屯子的？我们是从西华村来的。那你们家还有多少青菜？有倭瓜和菠菜吗？有啊有啊，我们家菜园里几乎种满了青菜，种类多，长得还好呢。行，这韭菜多少钱1斤？50文钱，其他的青菜也都是一样的价。把这些菜都包起来吧，然后送到福满楼去。这一大筐青菜怎么着也有10来斤了，所以就按5钱算吧，你们2个收好。以后家里如果还有青菜啊，你们就直接送到福满楼去，就说是江管事让你们送菜的。哎，好嘞。真是出门就能遇到贵人啊！福满楼可是县城最大的酒楼，在青黄不接的年月，酒楼的生意有些惨淡。妯娌二人把青菜送进厨房后，便走出酒楼，去布庄买了3条头巾，又给田宝宝挑了2个小玩具，这才溜溜达达地往家走。老李家，爷儿几个用了1上午的时间，把大部分青砖和石头都运回来了。当然，这全都是灰驴的功劳。沈大歪见老李家一车车地往回运石头和砖，心里不免有些好奇，可偏偏老李家的人上山，砖堆啥的又出现了。有妖怪呀！自言自语：喂，你搁那嘟囔啥呢？媳妇儿，你说老李家是不是闹鬼呀？大白天的说啥鬼话呢？不对劲儿啊！老李家那个小闺女太邪乎了，她身上的福气越旺，咱们就越倒霉，知道为啥不？那是因为她把咱们家的好运气给吸走了，所以必须把这个妖精除掉，不然咱们村子家家户户都得受牵连。哼，不是，你咋神神叨叨的，说的怪吓人的。你是会除魔呀，还是会抓鬼呀？媳妇儿，你赶紧去把大花娘和春二娘叫过来，人多力量大，这次咱们说啥也得让老李家付出代价。还是把陈月莲和高宝莲给叫了过来。
啥事儿啊？快说！嘿嘿，大花娘，上次刘叔贤让你吃了大亏，你想不想报仇啊？啥意思？嘿嘿，没啥意思，只要咱们抱成团，拧成一股绳，那老李家就算再邪乎，也整不过咱们。哎呀，你们娘俩也怪可怜的，没吃没喝，葵花还跟你们断绝了关系。他在老李家顿顿3碗饭，却不顾你们的死活。哎呀，真是白养他喽！你到底想说啥？别绕来绕去的。哎，嘿嘿嘿，你们这样，明儿个咱们田宝宝啊，就是有福气。我跟葵花都不抱什么希望了，没想到却碰到了江管事。娘，江管事说了，以后啊，家里如果有青菜，就直接送到福满楼去，50文一斤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菜园子里鱼出来的，就摘下来卖掉吧。抛去咱们自个儿吃的，其实也不剩多少了。田宝宝，你就是家里的小福星，有你在啊，咱们家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呀，我李甜甜挥了挥小手，大嫂不用客气，这才哪到哪呀？以后我还要让全家人都过上好日子，连带着让杏花村也脱贫致富，问小康呢。一想到钱百万回家也有2、3天了，可迟迟没把小领带过来，他就知道这事儿黄了。哼，我就不该相信那老小子，改天呐，我非把老四整回来不可。又抽啥风呢？钱百万不是说了吗？老钱家是春芳娘做主，钱百万说了不算。所以说呀，你们男人喝点黄汤子，哪有一句准话呀？老婆子，你说这事儿咋整吧？总不能让四宝在老钱家耽误一辈子吧？嘿，啥叫耽误？人家小两口都有孩子了，日子过得还挺好，哪能叫耽误呢？那肯定的呀，小领是我的亲孙子，哪能让钱百万捡了大便宜啊？晚饭饭桌上，李甜甜抿着小嘴，看着家人们有说有笑的吃饭，心里也蒙上一层满足。老爹老娘，我要月亮干啥呀？你们别摘了。是夜，里屋炕上，咋不睡觉呢？搁那坐着干啥呀？老头子，你说咱家老五要是没丢，现在是不是也长成大小伙子了？老五，五哥哥吗？李甜甜瞬间不困了。爹娘鲜少在他面前提起五哥哥的事情，李甜甜还以为他早都死了呢。老婆子，这都过去多少年了，你咋还提这事儿呢？我能不提吗？五宝是咱们的亲生儿子，3岁的时候就走丢了，我这个做娘的能不担心他吗？李甜甜呜了一声，歪着小脑袋看向老娘。啊，原来五哥哥是自己走丢的呀！3岁的小娃娃，如果碰到人牙子，那铁定是卖到老远老远的地方去了。就算五哥长大成人，也不记得自己的故乡和亲生爹娘了。老婆子，你把心放宽，我觉得咱家老五压根儿就没事儿，他现在过得肯定比咱们都好，说不定哪天呢，他自个儿就溜溜达达回来了。都怪我，我这个当娘的连自己的孩子都看不住，还能干点啥呢？哎呀，这哪能怪你呢？怪就怪小五不老实，总喜欢乱跑，那县城人来人往的，乌泱泱全是脑袋，咱就一眨眼的功夫，小五就没影了。李万全长叹一口气，哎，这一晃啊，小五都丢了10来年了。我合计他应该没跑远，就在这县城和府城周围转悠呢。
该找的地方也找了，哪能一点信儿都没有呢？李甜甜听到这里，心里不免为老爹老娘感到惋惜。自己好不容易养到3岁的儿子，却莫名其妙的走丢了，实属不应该呀。老婆子，你早点睡吧，明天是咱闺女的满月宴，咱全家都精精神神的，别总耷拉着脸，会招霉运的。谁总耷拉着脸了？哎，老婆子，你感觉到没？咱家水缸里的水好像有魔力似的，每次喝进肚里都精力100倍呢。哎呀，起开，别摸摸搜搜的，老不休。哼！老爹老娘，你们是不是忘了这里还躺着一个人呢？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去空间里躲着吧。娘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干啥玩意儿啊？大惊小怪的，被狼撵了。娘，我刚才听魏大花说，高宝莲和王道香他们打算来抓妹妹呢。抓你妹妹？哎呀，就是说他们把妹妹当成妖怪了，打算斩妖除魔呢。呵，就那几头半蒜能扑腾起多大的水花啊！没事儿，让他们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想怎么斩妖除魔。这不，老李家要摆满月席。老头子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咋的了？刘淑贤把王道香、陈月莲和高宝莲等人要抓他闺女的事情简述了一遍。李万全听后直接气炸了。不是，这几个死玩意儿活腻了吧？他们竟然敢拿我闺女的主意！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先消消气，有我在呢，他们不敢把咱闺女怎么样。再说了，还有大宝和二宝他们呢。在一个屯子生活这么多年，刘淑贤早都掌握那几个泼妇的吵架套路了，要想从他这里讨到便宜，门儿都没有。老婆子，你别硬撑着，实在不行啊，我2个大耳刮子就把他们打出去，别惯着他们。行行行，知道了，快去前面招呼客人吧。小院内，老李头子，你们家这是想建宫殿吗？从哪儿整这么多木头和砖呢？嘿，山上有的是，想捡多少就捡多少。真的假的？见吴老三一脸怀疑。我听沈大歪说，你们家去山上啥都能捡到，轮到他上山，连根刺猬毛都看不到，邪门的很。张村长闻言横了吴老三一眼。有啥邪门的？人家就是运气好罢了。你们以后闲着没事儿就多去山上走走，没准儿还能捡到钱呢。嘿，快拉倒吧！我这些年只丢钱了，就没捡过一个铜子儿。大门外，就按我说的办，你们3个可千万别打退堂鼓，不然一切就泡汤了。他爹呀，这事儿能成吗？是啊，我咋觉得有点玄乎呢？高宝莲也是一脸担忧。沈大歪跺了跺脚：“哎呀，还让我说多少遍呢？不试试咋知道不行呢？赶紧进去，快点的！”话落，沈大歪直接把王道香、陈月莲和高宝莲推进院中。老婆子，他们来了。来就来呗。等会儿他们要是说了不该说的，我就……你快省省吧，交给我吧。关键时候还得是自己媳妇儿。大宝爹，你家小闺女呢？快抱着，让大伙儿来看看呀！是啊，听说你家那小丫头长得老好看了，全身都带着灵气儿。我看看是不是真的。哎呦，都说这老李家的小闺女儿啊是个福娃娃，那谁摸她一下就能沾上福气呢？哟，可准了。然而，就在众人嚷嚷着要见天宝宝时，一道不和谐的声音：“区区一个小妖怪，却被你们给吹上天了。要我看，那个
什么田宝宝就是个灾星，不把他弄，咱们村子就没好。此话一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陈月莲身上。这不，陈月莲话音刚落，王稻香又开始骂上了。月莲嫂子说的对呀，依我看，咱们杏花村之所以遭逢大旱，就是他们家那小闺女给克的。你们仔细想想啊，咱村子之年遭旱灾的时候，挺一挺就过去了，哪有3年不下一滴雨的？哼，没错。高宝莲不顾赵葵花的阻拦，也上前喊道：“哎，对呀，咱们杏花村的好风水呀，都被他们老李家给抢走了。咱村子的那口水井，那眼瞅着就干了，老李家可倒好，直接弄了一个水塘出来。那你们也不想想，咱村子的水井那为啥会干呢？还不是被他们家的水塘给吸走了？还有这院子里的木头、青砖、石头，那缸里的小米、白面、大米、高粱米、荞面，哎，还有啊，他们家在山上采的蘑菇、捡的野猪，那我数都数不过来了。这普普通通的人家，就算是时来运转，那也不能那么邪乎吧？他们家的日子倒是过好了，可咱们呢，那却是越来越穷了。这归根结底都是他们家那个小灾星闹的。一番话下来，院里的村民都沉默了。高宝莲见村民们隐隐有些动摇，便扯着嗓子继续喊：“哎呀，大伙儿听我说，这老李家的小闺女儿要是不除，咱们杏花村啊，就一日不下雨。你们如果不想拖家带口的去逃荒，那就赶紧弄死那个灾星。”娘，你还说啥呢？赶紧回家去！这么多人呢，您不嫌磕碜啊？我就是想喝点粮食嘛。等会儿我给您送点过去，快点走！哎呀，你干啥？松手！我呸！你谁呀你啊？你管谁叫娘？我有你这个闺女吗？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，你咋不一下病死呢你？张村长闻言，春燕娘，你又来闹腾啥？老李家不差你的，不欠你的，你还没完了是吧？他咋不欠我的呀？哼，他们老李家把我家的三狗和树林那都送到天牢里去了，他们欠我2条人命呢。没见你这么讹人的。哎呦，那江三狗和赵树林偷鸡摸狗是被抓去劳动改造了，又不是被杀头，怎么就欠你2条人命了？怎么着？我和春燕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这家里没有能下地干活的，如果被饿死了，可不就是2条人命吗？那你们母女2个有胳膊有腿儿，咋就不能下地干活了？我什么我？懒就说懒的，扯那些没用的干啥？大伙儿都在一个屯子住着，你肚子里爬几条蛔虫，我们都知道。咋的？你趴在我肚皮上听过？我听，呵呵，我怕耳朵长疮烂掉。大宝爹、大宝娘，村民们的眼睛可是雪亮的。你们这段时间见天的往家里划拉宝贝，别当我们没看见啊！咱就是说那大青砖，这10里8村的也没有个砖窑，你家那砖是搁哪儿来的？啊，还有那木头，根根都溜直溜直的，跟山上的歪胯子树完全不同。你们又是从哪儿淘腾来的？杏花村旱成这个德行，井都快干了，你们家居然还往出冒泉眼儿？哼，咋的？合着观世音菩萨这一年啥也不用干了，就紧着保佑你们家呢，是吧？屋内炕上的李甜甜听到外面的吵闹声后，忍不住叫了起来：“哎呦，甜宝宝，咋的了？”大嫂，告诉爹爹和哥哥们不用怕，有我在呢。甜宝宝啊，这会儿还为家里人着想呢，真乖。他直接把孩子抱了出来。他一出现，村民们都倒吸一口凉气。嚯，好漂亮的小姑娘啊！哟，他爹，这就是老李家的小闺女吗？太好看了吧！
那个词儿咋说来着？那叫精致。对，精致，可爱的精致。咋样？我没说错吧？他们家小闺女老带劲了，回去咱俩努努力，也生她个7、8个的。哎呀，这都多大的岁数了，也不要个脸！哎，咋不吱声了呢？刘淑贤，你生了个小妖怪，心虚了吧？哼，那肯定是心虚了，没看见吗？他都吓哆嗦了。呵呵，我哆嗦了吗？我那是憋笑憋哆嗦的。嘿，你还好意思笑？高宝莲跺了跺脚，火力全开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把家里的小妖怪交出来，那我们就不走了。就算是张村长想袒护你们，那也没用。哎，大伙儿都听好了，这老李家呀生了个小妖怪，克得咱们杏花村大旱3年，那庄稼地里颗粒无收啊！这百姓饿死的饿死，逃荒的逃荒，那简直就是没活路了。再不把那小妖怪掐死，那大家伙儿啊都等死吧！这不被饿死啊，也得被活活的渴死。高宝莲，你搁这放什么罗圈屁呢？咱们村子大旱3年，我闺女今天才刚满月，咋就克咱村子了？合着我闺女在她娘肚子里还没成型了，就提前3年克上了呗？你说这些屁话也不过脑子，谁信呢？咋的了？本来就是。那你解释解释啊，为啥你们家啊天天的往家里捡宝贝，我们就啥也捡不到啊？又是野猪又是蘑菇的，你们家的运气咋那么好呢？哼，怪就怪你人品太差，老天爷都不稀罕保佑你，你还捡宝贝呢？你连驴粪蛋子都捡不到。哼，小怪，小妖怪。对，这妖怪一日不除，咱村子就一日别想安生。你们3个差不多行了，今儿个老李家给闺女摆满月席，你们想干啥？要闹回家闹去，再巴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哟，张村长，你想咋不客气呀？沈大歪阴阳怪气地走过来。这老李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啊，让你处处向着他们？你少放屁！沈大歪，你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吧？自家日子过得稀碎，还好意思对别人家指手画脚呢？你有那资格吗？你甭管我有没有资格，咱今天就说老李家生了个小妖怪这件事儿，别的不提。话落，沈大歪瞥向刘淑贤。大宝娘，村民们可都看着呢，你闺女渴得全村不下雨，庄稼都旱冒烟了。今天这事儿咱必须得解决解决了。哦，一旦爹想咋解决？你说呢？若不同快把这小妖怪交出来，我就把你们老李家轰出杏花村。哎，大伙儿都团结点，别怕他们。实在不行，请高人过来除掉这个妖孽。沈大歪，你是不是嫉妒老李家日子过得好，自己连汤都喝不到，所以才闹腾这一出啊？嘿嘿，我看像。之前张光棍没被抓起来时，这沈大歪天天惦记人家金寡妇，但张光棍横在中间，他不好下手啊。那家伙给他急的日里夜里睡不着觉啊。如今张光棍被县衙抓起来了，他可算逮到机会了，家里啊活儿也不干了，自个媳妇儿也不看了，天天的往金寡妇家里跑，那给他殷勤的比18岁的小伙子还热情呢。王道香听后直接气炸了。你个狗东西，你不说跟金寡妇没事吗？你给我解释清楚，你跟那个骚狐狸到底有没有事儿？哎呀，你干啥玩意儿？这李万全说话你能信吗？他明显是在挑拨离间呀！我不管，你必须把话说清楚，不然我就阉了你！啊，这虎玩意儿，你阉谁呀？你回家阉咸菜去吧！松开，松开！娘，田宝宝说他有办法堵住这几个人的嘴。闺女有啥法呀？
奶团子小手指着天空，大眼睛清澈闪亮。甜甜说，他可以让老天爷下一场雨。李甜甜吁了口气，不都是旱灾闹的吗？那好，下场雨不就得了？闺女真的能呼风唤雨吗？呀！李甜甜眨了眨大眼睛。老娘可以的，不过等会儿出现的景象有些吓人，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哎呦，娘就知道闺女福气旺，啥都能招来。但闺女啊，千万别勉强，娘有办法对付他们，闺女不用担心啊。呀，老娘我一点也不勉强。看半空中漂浮着一层厚厚的云，而且今天无风，正适合做人工降雨呢。老婆子，快把闺女抱屋里去吧，我把那几个泼妇撵出去。不用，等会儿就有好戏看了。就在沈大歪跟王道香吵得不可开交时，半空中忽然传来一声巨响。啥动静？李万全猛地抬头望天，听这动静也不像是在打雷啊。哈哈，闺女说的没错，她真的可以呼风唤雨呢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好家伙！哎呀，你咋呼啥呀？甜甜明明是我闺女。李万全冷哼一声，沈大歪推开王道香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你这个虎玩意儿，回家我就休了你！你瞅瞅，把我这脸挠的。”好啊，你休了我，回去就去娶那个金寡妇，对吧？行，我祝你一天戴8次绿帽子，去吧。哎呀，你们俩吵吵啥呀？陈月莲无语至极。明明说好了来对付老李家的，你俩可倒好，直接干冒烟了。能不能有点人样？就你有人样。魏老蔫儿背着手走过来，家里一堆活不干，跑到老李家骂街，你可真有能耐。这位老蔫儿平时虽然喜欢占小便宜，但跟老李家关系还行，没红过脸。怪就怪家里的虎娘们儿不省心，3天2头就跑出来给他惹祸。哎呦，二大爹，你咋来了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赶紧滚回家去！人家大宝爹给闺女摆满月席，也没邀请你，你自个儿却来了，不嫌磕碜呐！哎呀，他们家生了个小妖怪，害得咱们村都没好日子过。你瞅那小娃娃像妖怪吗？谁家妖怪长得那么水灵？大宝爹、大宝娘，让你们见笑了啊！魏老蔫儿朝李家二老拱了拱手，李万全勾了勾唇角，没搭理他，而是继续望天。高宝莲见王道香和陈月莲都缴械投降了，光靠他一个人是不可能干过老李家的，打算开溜。你干啥去？你不说我妹妹克得全村3年不下雨吗？等会儿就睁开狗眼看清楚了，天上掉下来的是啥？哎，谁尿尿呲我脸上了？吴老三，你胡说啥玩意儿呢？谁尿尿这么冲啊，都能呲到你脸上？也尿我脸上了，你们看，还湿着的，凉丝丝的。李甜甜抿着小嘴，眨巴着大眼睛。呀，吴叔叔、高叔叔，那不是尿，是雨滴。娘，甜甜说下雨了。金麦芽激动得不行，此话一出，院内的所有村民都惊骇万分。田宝宝给杏花村求来雨了。魏老蔫儿眼里含泪。大伙儿说的没错，李家小闺女儿就是个小福将啊，连老天爷都听她的话，说下雨就下雨呢。很快，细密的雨丝落了下来，让炙热的、旱得冒烟的大地瞬间冷却下来。那一片片热浪在雨丝中慢慢翻涌着，不消片刻，便被一股清凉所取代。雨下的不大，只能浸湿地面的浮尘，
但对于3年没下雨的杏花村和全体村民来说，这已经足够了。他们看到了希望。哎呦，当家的，快，你赶紧回去啊，拿盆煎鱼。媳妇儿，你把家里的棉被和褥子啥的都找出来，铺在院子里，那玩意儿最吸水了。大伙儿都快回去吧，田宝宝求来的雨不能白白浪费掉。高宝莲见状，嘟嘟囔囔道：“明明就是个小妖怪，你们却把他当成小福星了，真是瞎了眼。”春燕娘，我看瞎了眼的人是你吧？人家田宝宝好不容易求来了雨，是咱们村的救星，就你这号人都不配喝他求来的雨水，干脆渴死算了。对，渴死他，不招人可怜的东西。其他村民也开始怒骂高宝莲。王稻香见形势不对，一溜烟就跑家去了。陈月莲更是跑得飞快。爷爷奶奶，你们快看，咱们村子下雨了！李一和跟李二和乐得手舞足蹈，在雨中蹦蹦跳跳。一场人工降雨很快就过去了。老婆子，这席面上的菜大伙都没吃几口，晚上热热咱自己留着吃吧。闺女求雨累着了，咱都小点声，让她好好的睡一觉吧。饭桌上，哇，酱肘子哎，有没有放糖啊？我喜欢吃甜口的。嘿，还吃甜口的呢，能填饱肚子都不错了。这地方肉最香，最有滋味了，多吃点，明天帮爹盖房子。老头子，砖和石头都拉回来了，盖房子用不用找2个瓦匠啥的？不用，花那钱干啥呀？我领着大宝二宝就能整。爹，砌墙码砖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砌得不结实，等冬天刮大风，房子该晃悠了。老子年轻时候也学过几天瓦匠呢，砌出来的山墙虽然不直溜，但肯定不能倒就是了。你要怕砸死啊，就在这茅草房里窝着吧，我领你娘和你妹妹去住大宅子了。哼，这孩子连自己老子都不相信，非要请什么瓦匠，有那个必要吗？老头子，咱村子的吴老三不就是瓦匠吗？你供他2顿酒喝，让他来砌墙吧。行，明个我去吴老三家问问。上次他管咱家借马车，我都没借他，也不知道他记不记仇。吴老三不是那样的人，你去吧。次日清晨，大宝二宝，你们2个把马车套上，去村口挖几车黄土回来。知道了，爹。小六，你别喝水了，拿上铁锹把后院的场地平一平。一和二和，你们2个也别闲着，拿上桶去水塘边多打点水回来。一连串的命令吩咐下去，小子们都爽快地答应了，各自干活去了。哎呦，闺女今天这是咋的了？是不是昨天求雨累着了，还没缓过来呀？老娘，修飞机是个力气活，3、5天都缓不过来。你爹说你修飞机去了，那到底是个啥东西啊？老娘，飞机是长翅膀的大铁筷子，可以飞上天的，很厉害。闺女儿，只要你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的，娘就放心了。咱家现在的日子越过越好，你也不用太勉强自己，有吃有喝的就已经足够了。你呀，别给自己太大的负担。刘淑贤觉得是他上辈子积了太多的德，今生才有了这么乖巧懂事的小闺女。老娘，你别哭啊！我这么做也是为了生活嘛。您如果不吃饱饭，我不就饿死了？老娘，我请你喝汽水，别哭了，橙子味的哦。院内，吴老三，哎呀，这活不太好干呐。老李头，你说你一口气盖这么大的房子干啥呀？
200-300平，我要你多少工钱合适呢？哎呀，我们家人口多，不该宽敞点咋整？再说了，我这辈子也就盖这一次房子了，好歹整大点啊！放心，我给你当小工，搬砖和泥扛木头我都行。供饭供酒不？我早上也得喝一盅。干活喽！吴瓦匠，这黄土里掺草不？掺什么草啊？你们家盖的是大砖房，又不是泥坯堆出来的，不用掺草。行，那我抓紧把泥和上。快点，快点，等会儿大太阳上来，干活就遭罪喽。好嘞。别看吴老三平时吊儿郎当的，这干活速度却不慢，只用了1个上午就把半面山墙给砌出来了。有旺爹啊，多吃点哈，等会儿睡一觉，下午没那么热了再干活。那个，我喝点水得了，还不饿呢。其实吧，我是怕吃了你们家的饭，你家闺女生气，然后就让我倒大霉。就连躺在炕上的李甜甜也咯咯笑了起来。这位吴叔叔真是太可爱了，他有那么小气吗？你呀，净想那些个没用的。来来来，你问问我闺女，她是小气鬼吗？哇！奶团子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朝吴老三伸出小手。金麦芽赶忙翻译：哈，这是甜甜呐，想让吴三叔抱抱呢。哼，真的？我这身上怪埋汰的，万一……我闺女一般人还不让抱呢，她是喜欢你才让抱抱的。哎呦，那我可太荣幸了，嘿嘿，真好，这大奶娃娃我真想生10个8个的。那你回去跟你媳妇儿努力呗。努力啥呀？我媳妇儿都死20多年了。加上李万全他们给他当小工，临近太阳落山时分，2面山墙都已经拔地而起了。老李家，老婆子，你说咱家老三在京城咋样了？为啥不给家里写封信呢？李万全坐在炕沿边泡脚，轻声嘟囔着：“老三走了有段时间了，明明说好常给家里写信报平安的，可是小闺女都满月了。”老三那头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老三上次不是来信了吗？说他在京城的将军府打杂，平时忙得脚不沾地，哪有时间往家写信呢？他忙得连写封信的时间都没有啊！他是皇上啊，那么忙。唉，你要实在不放心，明儿个就赶着马车去京城看他呗，一天天不够你操心的了。要去也得等盖完房子再去，等见到老三呐，看我咋削他！哼！李甜甜处在半睡半醒之间，听到老爹老娘的对话后，她抿了抿小嘴，呼呼地睡了过去。三哥哥为人精明强干，做事很有分寸，头脑也机灵，在外面干活肯定不会吃亏的。更何况他还读书识字，能写会算，不管到哪儿都是很抢手的人才。次日清晨，老李家还没吃早饭呢，吴老三就过来干活了。今天大伙儿努力，把剩下的2面山墙也砌起来。哎呦，瞧瞧这天儿又干巴巴的热，干活真遭罪哦。吴三叔啊，我用凉水给你蒸了几根黄瓜，等会儿热了呀，你就吃上2根，又解渴又解暑呢。早饭对付一口，全家人又都投入到繁忙的盖房事业当中。临近正午时分，老李家大门外走过来一个年轻人。老四，你咋回来了？嚯，山墙都砌起来了。爹，我不是说了吗？家里盖房子，您告诉我一声啊。告诉你干啥？李万全冷哼一声。哼，你那老丈人上次来家里灌了一肚子酒，还许下承诺，打算把小领送回来改姓李呢。这一晃都过去多长时间了？他人呢？爹。李四宝苦笑一声。不是他不守信用，
是我岳母和春芳不同意。那这事儿就没得谈了。爹，您别生气了，大不了我带着小岭净身出户，不跟春芳过了。李四宝连忙追上来。哎，你说那个干啥？你如果突然离开老钱家，我不得被骂死？谁敢骂您呐？我这不是拆散你们两口子的婚姻吗？这种绝户事我可不干。爹，是我自愿不跟他过的，跟您没关系。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想自愿，老钱家还不愿意呢。他们好不容易招来门女婿，又生了个大胖孙子，他们会舍得撒手吗？爹，那您说咋整？这事儿不就难在这儿了吗？李四宝唉声叹气，他这次回来没跟钱百万和钱春芳说，是一路步行从县城走到杏花村的。正在砌墙的吴老三听后笑了笑说：四宝，这事儿你爹没法给你拿主意，还得靠你自个儿想办法。不过我有个招，你想听听不？啊，吴三叔但说无妨。你这样啊，改天在家里摆上一桌，然后把你爹娘和家里人都叫过去，让他们跟钱家二老喝顿酒，把话说开了。那我岳父岳母如果不同意呢？不同意能行吗？你爹才是小岭的亲爷爷。李四宝听后点了点头。这办法倒是挺好，就是怕春芳和我岳母闹腾。爱咋闹腾就咋闹腾呗。你媳妇儿春芳就随了孙红梅了，性格刁，脾气刁，还嫌贫爱富。每次来到咱家，不是嫌这儿埋汰，就是嫌那儿脏的。好嘛，人家皇后娘娘尊贵不也得蹲茅房拉屎吗？不也得擦屁股吗？哎，春芳这一点做的确实不对。我说过她无数回了，她就是改不了。哎，改不了拉倒，爱咋咋地。爹，我帮你。不用，你抓紧回去吧，不然钱春芳和钱百万又来找我要人了。李四宝咬了咬嘴唇，转身进屋去了。又跟你爹吵吵了？啊，没有。这是四哥哥给你买的，可好玩了。谢谢四哥哥，我现在还玩不了这个呢，四哥哥送早啦。四宝，你这次回来，春芳知道吗？我没跟他说。哎呦，你可别跟上回似的，让春芳又来家里闹腾一通。你爹这几天忙着盖房子，心情本来就不好。那钱春芳又是个不会看眼色的，万一把你爹惹急眼了，咱们跟老钱家的关系闹得就更僵了。哎呀，娘，我实话告诉您吧，我不打算跟春芳过了，趁早离了也省心了，我带着小岭自己过。呀！李甜甜听后蹬了蹬小胖腿儿。四哥哥，你别冲动啊！他觉得百万大叔人挺好的，就是春芳嫂子太积极了，一般男人都受不了那样拔尖刁蛮的性格。娘，妹妹说啥呢？听不懂。咱家呀，只有你大嫂能听懂甜甜说话。家里盖房子不缺人手，你吃完中午饭就回去吧。娘，我不回去，等盖完房子再说吧。咋的？你还真不想跟春芳过了？娘，我没开玩笑，您要是换成我，估计也受不了钱春芳。受不了也得受着啊！你如果跟他离了，小岭可就没娘了。我再给他找个后娘呗。换个后娘，万一还不如钱春芳呢？看你咋整。赵葵花刷完碗，去鸡架打算把大雁蛋捡回来。娘，咱家大雁，咱家大雁不见了，蛋也没了。啊？会不会被黄鼠狼叼走了？娘，这山上旱的，连只蚂蚁都见不到，哪有黄鼠狼啊？就连李甜甜都很纳闷，她从空间里拿出的大雁怎么会不见了呢？不会真的飞走了吧？飞了就飞了吧。而此时的李甜甜正在空间内盘查大雁的数量。
1对、2对、3对。啊，这怎么多出来10来只小燕崽崽呀？小燕崽儿长得水灵灵的，特别可爱。李甜甜随手抓一只过来，轻轻捏了捏。你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话音刚落，3只大雁从不远处走过来，仰首挺胸，一脸高傲。见李甜甜抓着他们的崽子不放，3只大雁一股脑地冲过来，对李甜甜一通叫唤。哦，原来你们仨跑到空间来爆蛋啦！李甜甜惊诧：“可你们是咋回来的呀？”空间内灵气旺盛，又有灵泉水的滋润，大雁几天就能爆出崽崽来。算了算了，你们还是出去吧，别在空间里转悠了。记住哦，以后不准随便回来了。3只大母雁发出一阵抗议：“哼，空间内资源这么好，当然比在外面生活舒服啊！”李甜甜可不管他们愿不愿意，小手一挥，便把3只大雁和10几只小雁崽崽赶出空间。娘，您快来看呀！3家大雁又回来了。还真回来了，这咋还带回来10多只小崽儿呢？娘，许是母雁怕咱们拿它的蛋，所以跑到外面抱窝去了。这回给他们圈住了，外面人馋肉都馋疯了，万一逮到咱家大雁，那还能有好吗？哎，知道了，娘。回头我把大雁翅膀剪一剪。李四宝拉着满满一大车黄土往家里跑。哟，停！这不是李老四吗？你啥时候回村的？咱俩这一晃都多少年没见了？瞧瞧你，真是越长越硬了。啥玩意儿硬不硬的？起开，我忙着干活呢。干啥活呀？咱俩唠会嗑啊。四宝，当上门女婿的滋味咋样啊？那钱春芳对你好不好？平时给你使脸色不？跟你有啥关系？下去。哎，四宝，你有没有想过再娶一个媳妇儿啊？你看我咋样？能干活，能吃苦，还能生孩子呢。这人勾引完他二哥，再勾引他爹，未果后又来勾引他了。哎，我娶你这个糟心货干啥？回去给我戴绿帽子啊！这话说的，你要是娶了我，咱俩就好好过日子，多生几个孩子。我给你戴绿帽子干啥？哼，你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，别跟我腻歪。哟，瞧你那德行吧，说话还急眼了。金寡妇搂住李四宝的胳膊，我知道你这些年跟钱春芳的感情不好，你还这么年轻呢，他平时都不让你碰吧？没事儿，你可以碰我呀。咱俩成亲后啊，你想咋碰就咋碰。来，闭嘴！挺大个人了，咋啥都说呢？你不嫌害臊啊？哎呦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啥害臊的？然而这一幕刚好被进村找人的钱百万一家看见了。钱春芳瞪大眼睛：“你们这是干啥呢？”他跟李老四还没离婚呢，这死玩意儿就开始在村里调戏寡妇了。同样感到震惊的还有孙红梅。这些年他本就看李四宝不顺眼，但念在他能挣钱有力气，还能写会算，孙红梅便一直忍着他。如今终于抓到把柄了，他说啥也得给闺女讨个说法。钱百万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他相信四宝不是那样的人，这里面肯定有啥误会，怕就怕老婆子和春芳不相信。你起开，没皮没脸的东西！李老四，你懂不懂怜香惜玉啊？怜香惜玉，我呸！你连土疙瘩都不如，还香玉呢，恶心死人！金寡妇用眼睛瞄了瞄钱百万一家，忽然勾起唇角。哼，李老四，咱俩的秘密你要守住哈。
千万别跟外人说。我先走了，下次来村子里记得找我，我给你留门。颠颠的回家去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跟你有啥秘密？你别胡说啊！李老四！李四宝正要问个清楚，钱春芳直接火了：“你说，你跟那个骚狐狸到底是咋回事啊？”哎呀，春芳，你松手，我俩啥事儿都没有。李四宝也憋了一肚子火，什么叫寡妇门前是非多？这便是了，谁被这金寡妇缠上，准儿没好。孙红梅走上前，哼，李四宝，合着这些年花天酒地的养小寡妇啊，你还能要点脸吗？娘，您说啥呢？谁花天酒地了？李四宝涨红了脸，灰驴和大青马站在一旁，抿着嘴看戏。哼，说谁心里清楚。难怪你整天跟我闺女激闹的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行的。原来是在外面养小寡妇了。我没有，没人跟你们解释，爱信不信，让开。他转身牵着大青马，气鼓鼓地往家走。吴老三还等着黄土和泥呢。李老四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呀，媳妇儿，你差不多得了。四宝在咱家这些年，他是啥样式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再说了，那个金寡妇一直都是水性杨花，谁都勾搭的货色。你不妨去打听一下，这杏花村的男人哪个没被他勾引过？就连咱亲家都被他咬过嘴唇呢。你快别替他说话了，是个男人9个骚，剩下一个是草包。你以为那个李老四是啥好玩意儿啊？哎呀，你小声点儿，这里是杏花村，不是县城，你忘了咱是干啥来了？钱百万在家都跟媳妇儿和春芳说好了，这次来老李家就是想跟他们谈谈小岭的事情的。就李万全那个驴脾气，一提小岭就炸，他这媳妇儿和闺女又不会说话，万一跟人家犟起来，把四宝气跑了可咋整？哼，走，娘带你去老李家，好好说道说道。哎，娘，他们家也太脏了，我每次去都受不了那个味儿。其实娘也受不了，咱姐先忍忍吧。老李家。四宝，你咋才回来呀？这是咋的了？谁招你了？爹，我碰到金寡妇了，她缠着你了。呐，还被我岳母和春芳看见了。啥？你说你理那个金寡妇干啥？她可不是啥好玩意儿啊。爹，我没理她，是她自个儿贴上来的。那钱春芳和孙红梅没说啥吧？没说啥。好家伙，说话老难听了。行，你先进屋去，把你娘叫出来。孙红梅就是个泼妇，她不好对付，好模好样的还行，如今落下了把柄，她更不好解释了。片刻后，刘淑贤快步走了出来。老头子，咋的了？别提了，那个金寡妇去勾引老四，被孙红梅和春芳给看见了。这不，他们一家3口马上就过来了，你看咋整？就这事儿啊？这事儿还小啊。老头子，你快踏踏实实的干活吧，这儿交给我就行。他就不信孙红梅还能把四宝吃了。很快，孙红梅领着钱春风走进院子。李老四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别跟缩头乌龟似的！你敢养小寡妇，却不敢承认了是吧？哎呀，好脏啊！老李家也太脏了，这到处脏兮兮的，都没处下脚了。嫌埋汰就出去，我又没请你来。李老四，你今天就把话说清楚，你跟那个金寡妇在一起多久了？除了她，你在外面还养了几个女人？孙红梅，
干啥？干啥？你儿子在外面养寡妇，我是亲眼所见，你还想抵赖呀？哼，孙红梅，你把我家四宝当成啥了？见异思迁的陈世美吗？难道不是吗？厉甜甜本来睡得挺香的，被孙红梅的大嗓门给吵醒了。她睁开大眼睛，上下扫了扫孙红梅。泼妇，这女人给她的直观印象就是刁蛮、粗鲁、不讲理。我说了，我跟那金寡妇啥事儿都没有，你们咋就不信呢？千百万，爹信啊，爹知道你不是那样人。信什么信？你闭嘴！孙红梅，我儿子四宝这些年在你们家功劳苦劳一大堆，你不念他的好也就罢了，现在还把屎盆子往他身上扣。当初如果没有四宝跑前跑后帮你们经管铺子，你们一家三口早都饿死了。你还有脸说我儿子的不是？嘿，咋的？四宝离开你们钱家就活不了了是吧？刘淑贤一番话下来，把孙红梅对得面红耳赤。哎呀，亲家母，你这么说不就歪道了吗？四宝他是你儿子，他也是我千百万的儿子呀。我知道他人品好，性格好，从不在外面勾三搭四。怪就怪那个金寡妇忒不要脸，谁都勾引。他爹，你说啥呢？你胳膊肘咋往外拐呢？三闺女都被戴绿帽子了，你居然还维护李老四，哎呀，你快拉倒吧，丢不丢人呐？千百万拧紧眉头，傻婆娘啊！她刚想把话圆回来，就被他一句话给绕回去了。我咋丢人了？孙红梅，你要是觉得春芳吃了亏，那咱干脆把话说清楚，省得以后犯口舌。我儿子四宝可以净身出户，啥都不要。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，我过我的阳关道，咱们两家就没关系了。但有句话我得说在前头，我儿子人品正直，跟那个金寡妇啥事儿都没有。即便他跟春芳离了，你们在外面也不准叫他的舌根儿。哎呦，亲家母，不至于，真的不至于啊。我们这次过来就是想跟你们谈谈小岭的事情，这咋说着说着就跑题儿了呢？小岭你们自个儿留着吧，我们老李家不要了。四宝，去送客吧。知道了，娘。诸位，请吧。李老四，你不是人！咱俩过了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！你混蛋你！你咋能这样说呢？我可没想着让四宝跟春芳离婚，咱们就事论事儿，你总扯别的干啥？哼，谁跟你扯别的了？我有那个闲工夫吗？过不下去就离呗。我儿子在你们家受了这么多年委屈，也该有个头了。再说了，四宝长得好看，大高个儿，读书识字有文化，留在村子能种地，出外还会做买卖，还怕娶不到个媳妇儿。倒是你们家春芳人老珠黄，还生过孩子，以后再想找我们家四宝这样的，恐怕不可能了。要嫁也得嫁给官夫、瘸子、酒蒙子、赌徒和街溜子啥的。四宝，你别凶我，你别凶我呀！我以后再也不嫌你家脏了，这还不行吗？松手，你爱跟谁过就跟谁过去吧，咱俩以后没关系了。哭啥玩意儿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区一个臭男人，离开他又能咋地？哼，你可别后悔。如果四宝跟我闺女真离了，小岭就归我们老钱家了。所以孙红梅非常肯定，只要有小岭在，刘淑贤就不可能硬到底，早晚得服软。我说了，小岭信钱，可以给你们。日后四宝娶个好女人，生他7个8个孩子，
每天爬上爬下，子孙绕膝的，我还差小领一个孙子吗？李甜甜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老娘在大是大非面前果然沉得住气。虽然老娘很在乎小领，一早就想把她接回来了，但在孙红梅和钱春芳面前，她丝毫没表现出来。一旦露怯，就得被孙红梅母女拿捏得死死的。柳淑贤，你真的不要小领了？哼，不要了，白给都不要，累赘。完了，这下可完犊子了。当家的，你快说点啥呀？你让我说啥？做呀，来，接着做，我不管了。千百万咬着牙，怒气冲冲地走出去，找李万全求情去了。孙红梅没了主意，笑嘻嘻地看着刘淑贤。哎呀，亲家母，你咋还急眼了呢？咱们关起门来是一家人，你啥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谁跟你是一家人？恶不恶心？呀！奶团子挥了挥小手，恶心人。不是，这娃娃搁这叫唤啥呢？给我闭嘴！膈应人的东西。孙红梅也不知哪根筋搭错了，直接把火气撒在李甜甜的身上。她并不知道老李家的禁忌便是这个奶娃娃，连李万全和刘淑贤都舍不得训小闺女一句，这孙红梅算是什么东西？守在门口的金麦芽和赵葵花听到动静，当即冲了进来，把孙红梅母女团团围住。你干啥？你说干啥？削你！哎，干啥玩意儿？没王法了是吧？不过是个小崽子，我是长辈，训他两句咋的了？我闺女乃金枝玉叶，也是你这种人能训的。娘，跟他废什么话？削他！不是，你们家到底啥意思？说挠就挠，一点情面都不讲是吧？我跟你有啥情面可讲的？哼，说难听点儿，要不是看在四宝的面子上，我都懒得看你一眼。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柳淑贤，你就昧着良心说话吧。这么些年，要不是李老四见天的往家送粮食送钱，你们能活到现在吗？哟，四宝往家里送啥？你是看见了还是抓到了？啥证据都没有，你搁这瞎巴巴啥呢？柳淑贤，叫你姑奶奶干啥？你不得好死！我好不好死，还用不着你操心。有那功夫，你还是先想想咋把闺女嫁出去吧。带个孩子，人也发福了。哎，我看呐，也就叫花子敢娶她吧。哼，小样的，我怼你几句，你还真当四宝没后台呢是吧？钱春芳闻言，气得脑袋直迷糊。刘淑贤，你就嘴损吧，你就等着遭报应吧。就你们家这小闺女，我赌她呀，活不到5岁就病死了，死得老惨。金麦芽，你竟然敢打我！就连李甜甜都是一脸意外，大嫂为了她把四嫂嫂给打了。钱春芳，你真是给脸不要脸啊！居然跑到我们家诅咒田宝宝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金麦芽，我掐死你！刘淑贤，你敢动手是吧？行，那咱俩就照亮照亮。李甜甜听后皱了皱小鼻子，这个泼妇如果敢动她老娘一根手指头，她就敢找块石头砸死她。然而就在孙红梅伸出手打算去薅刘淑贤的头发时，赵葵花捏紧拳头，对准孙红梅的老脸就呼了一拳。我的鼻子！
娘，您没事吧？赵葵花，你个破烂货，你敢打我！哼，削的就是你！再敢跟我娘和甜甜咋咋呼呼的，我就把你的下巴踢下来，看你还巴不不？娘，咱还是走吧。这老李家说谁都行，就是不能说他们家的闺女。咱们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还是撤了吧。你瞅那赵葵花和金麦芽，长得5大3粗的，咱俩肯定整不过他们呢。不行，我不走。赵葵花把我鼻梁骨打断了，他得给我治病。嘿，讹人是吧？来来来，我现在就帮你治好，把脸伸过来。败类玩意儿，看我不把你的牙打下来！啊！打人了！快来人呐！当家的，你快过来呀！他还没动手呢，就吓成这德行。李甜甜一脸无奈，四哥哥摊上这样的老丈母娘，这些年都是咋熬过来的？哎呀，这是咋的了？咋还打起来了呢？当家的，你快点帮我报仇啊！那赵葵花和金麦芽太不是东西了，一言不合就打人。哼，打轻了，打得好！他要是再无脑喊叫的，就给我往死里削！亲家，你说啥呢？这都已经够乱的了，你咋还煽风点火呢？谁煽风点火了？你媳妇儿和闺女要是不说难听的，麦芽和葵花能削他吗？那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吗？非得打的跟你们这些人没啥好说的。闺女，没吓到你吧？呀，老爹，我没事。春芳娘，赶紧领着你闺女出去，四宝和春芳彻底离了。瞧瞧你干的好事，老李家咋不一下打死你呢？我也生老心了。还有你，钱百万又横了钱春芳一眼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啥也不是，给我滚回家去！爹，我的衣服都蹭脏了，滚出去！你咋还不走？出去！以后也别来了。四宝跟春芳离了，咱两家也没关系了。哎呦，亲家，你这是干啥呀？我可从来没想让四宝和春芳离婚呐！要怪就怪我媳妇儿，她太不是东西了。春芳更是不省心。哎，你这样，先消消气儿啊！咱俩喝2盅咋样？开什么玩笑！如果四宝真的把春芳休了，他的杂货铺子咋办？这几年生意本就不景气，春芳又不是做买卖的材料，她上了岁数，腿脚也不好，根本无力经营铺子。没有四宝帮忙照看着，他们全家就得喝西北风去。再说了，就春芳那刁蛮刻薄的性格，真跟四宝离了，谁愿意娶她？我跟你没啥好喝的。哎呦，瞧瞧，还说气话呢！我今儿个舔个老脸给你赔不是还不行吗？哎，是我做的不对，回去后我皮鞭子蘸凉水，狠狠抽他们娘俩一顿，给你们出气哈！李万全听后，跟老婆子对视一眼，转身出去了。亲家，老话讲，宁拆10座庙，不拆一桩婚。你家春芳实在是不像话，把我儿子当驴使，还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整得好像四宝欠你们家似的。四宝可不欠我家的，这些年四宝为我们老钱家出了不少力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是春芳和红梅不知道四宝的好。李甜甜抿了抿小嘴，上下看了钱百万一眼，心里为他感到惋惜。白瞎这个人了，娶了个不分是非的媳妇儿，生了个不着4、6的闺女。闺女儿，睡会儿吧，娘去擀点面条。呀，奶团子咧嘴笑了笑。老娘去吧，我正好困了。哎，娘，我帮您和面。娘，我去往炉子里加点柴火，
烧一锅水。就只剩下钱百万和李甜甜2个人。我听说你能呼风唤雨呢，是真的吗？李甜甜眨了眨大眼睛。钱大伯，不是呼风唤雨，是人工降雨。过几天他打算再来一场雨，大暴雨的那种，村子里的水井马上就干枯了，到时村民们少不了到他们家来打水。哎呀，你说我咋生不出这么好的闺女呢？家里那个败类玩意儿气得我直迷糊。李甜甜弯起嘴角。钱大伯，您是个有福气的人，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但是四哥哥跟您闺女恐怕真的过不下去了。田宝宝，你说我用不用把小玲送回来呢？你爹才是他的亲爷爷呀，这些年我把他养在身边，让他叫我爷爷，我这心里太难受了。钱大伯，您如果在家里说的算，那这些事情都可以自己做决定的。怕就怕孙红梅横八竖党的不同意，钱春芳又是个没主见的，啥事儿都听他娘的安排。你说啥我也听不懂，但大伯知道你这娃娃有福气，连老天爷都保佑你呢。这次你能不能也保佑大伯一次，别让四宝跟春芳离了？你说我自私也好，唯利是图也罢，我们家现在是真的离不开你四哥呀。这事我可说的不算。您啥时候把自己闺女和媳妇整明白，让他们少做样，对我四哥哥好点儿，事情自然会有转机的。特别是您闺女，一来我家就嫌弃的不得了，不是嫌我这埋汰，就是嫌没地方下脚的，真没见过像她这么高贵的人。我去帮你爹他们干干活。你家这大房子盖起来那得老气派了，听说买料啥的1分钱都没花，上山就能捡回来。你啥时候也能让大伯捡点宝贝呢？李甜甜蹬了蹬小胖腿儿。钱大伯家不愁吃不愁穿，啥也不缺，还想要啥自行车呀？钱百万听不懂奶团子说啥，喝了2口水便出去干活了。钱百万，你把砖放下，我这不缺人手。我干活就是慢点，但绝对稳当。等你们家盖好大房子，我高低得来住几天，沾沾福气儿。哼，你这人说话，我一句都不信。四宝啊，歇一会儿吧，来喝口水。我不渴。李四宝皱了皱眉，他可以凶钱春芳，可以对老丈母娘，可唯独跟钱百万吵吵不起来。这老东西就跟泥鳅似的，太圆滑了。四宝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爹知道你跟金寡妇没啥事儿，就是你娘跟春芳太小心眼儿，回家我就……行了行了，您快别说了，我李四宝就算打光棍，也不会碰金寡妇一根手指头。对，那人给块饽饽就跟人不干不净的，你可千万别碰他。今天全家人干活都很卖力，明天就开始上屋梁，然后干一些细活，比如搭炕、搭火墙和炉子啥的。亲家，有酒没？啥菜都没有，你喝啥酒啊？这不是有炉子吗？咱俩将就喝一口呗。我不喝，你自个儿喝吧。喝完酒趁早走哈，我家没地儿留你。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跟六宝他们挤一宿，明天不是要上屋梁吗？我去县城买一挂鞭炮，再整点铜钱啥的挂上去。哼，好家伙，我家盖房子把你给忙活欢了。
哎呀，这不都是为了四宝和春芳吗？他们两口子如果好好的，我至于这么操心吗？这一天我都老上火了。哎，你瞅瞅，我这牙花子都肿大泡了，滋滋的疼啊！亲家，四宝跟春芳的事儿不能勉强，再拖下去也是你闺女吃亏。哎，亲家母，这夫妻吵架都是劝和不劝离的，你搁这说啥呢？真不想让他们过了？过不下去还将就啥呢？说句不好听的，再撑个3、5年，你闺女年纪也越来越大，到时候就更不好找婆家了。我家四宝啊，能力强，长得也不赖，别说3、5年了，就是7、8年，他也能娶到媳妇儿。亲家母这意思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了？那小玲咋整？你们真不要了是咋的？嗨，让孩子自己选呗。如果小玲想跟他爹过，那就让孩子跟他爹生活。小玲想留在你们家，我也没意见。实在不行，咱们就去衙门，让县令老爷帮咱们定夺。亲家母，那照你这么说，小玲真得归我们老钱家，因为四宝是入赘我们家的，他想净身出户，那啥也不能带走，包括孩子。我说了，咱们可以去公堂上对质，看看县令老爷咋说。哎，你说说，这事儿咋就闹成这样了呢？四宝，你是咋想的？我跟春芳没感情了，过不下去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家里的杂货铺子，你说不管就不管了啊？那是你家的铺子，不是我的。咋整？这可咋整呀？都怪春芳和红梅那2个败家玩意儿，把这么好的女婿给气跑了。他以后去哪儿找四宝这么能干的上门女婿啊？行，明天5时咱们县衙门口见。我先回去了。钱百万晃晃悠悠地站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往外走。既然事情已经说开了，他也没有必要逗留了。强扭的瓜不甜，何必呢？天黑透了，要不你住一宿，明早再回去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走着回去也能行宿。钱百万走后，李万全瞥向四宝。你自己的儿子你也不知道争取一下，不想要了是咋的？爹，我娘不是说了吗？明天去县衙让县令老爷定夺。哎，你娘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人家钱百万都说了，万一县令老爷把小岭判给钱家，你儿子咋办？我也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啊。行了行了，走一步看一步吧，吃饭吃饭。老婆子，实在不行，明天你领着老四去县衙一趟，家里忙活，正好上梁，离不开人呐。知道，快吃饭吧，面条都坨了。四宝，到了县衙你少说2句，娘替你说。啊，对了，休书写了没？娘，写完了。驾！里屋，李八宝坐在炕沿边，嘿嘿，妹妹，谢谢你，让家里的日子变好。半睡半醒间的李甜甜睁开大眼睛，咯咯地笑了2声。大哥哥，你不用每天都来感谢的。家里没木料了，我还寻思着给妹妹你做一个小木马呢，等妹妹会走路了，就能坐在上面玩了。李甜甜听后眨了眨大眼睛，这木料用没了吗？这么快，看来他得拿些木头出来了。大哥哥别担心，交给我吧。大白天的干啥玩意儿？二宝，咱再要个孩子呗，这回咱也生个小丫头。你想生就生呀，咱家也是娘命好，生了个福气满满的丫头，你就别寻思了。屋子里就那么大点地方，二和平时又跟咱俩睡，咋好意思干那事儿？我不管，反正我就想要个丫头，你看着办。我还得干活去呢。哎呀，二宝，
你咋一点儿都不疼我？咱俩上山一趟呗。咱上山采蘑菇去，走。出了大门口，迎面正好撞见李大宝。二宝，你干啥去啊？爹让你和泥呢。大哥，我突然有点事儿，等会儿回来啊。瞬间知道咋回事了。用不用拿个床单子和褥子啥的？去吧去吧，我去和泥哈。大家都是过来人，有啥羞臊的？大宝，你二弟呢？跟弟妹上山去了。闲着没事上山干啥呀？爹，人家两口子是想给您生个孙子或孙女呢。恰在这时，院墙那边忽然传来一声巨响。哎，啥动静？去瞅瞅不就知道了。啊，木头！爹，你快看，妹妹又显灵了。只见院墙下方堆着几十根松木，每根都很直溜，不管是打家具还是做马车，都足够用了。爹，这次妹妹招来的木头比上回还多呢，就算用不完也能卖掉啊！咱家盖房子，这前前后后都省了多少钱了？总共是65根，这要是花钱买，得多少银子呀？爹，咱干啥去啊？去感谢你妹妹。李八宝给他背诗听：乡下热如火，农民累弯腰，种地不容易，年年粮空空。妹妹，咋样？这是我自己做的诗，是不是很押韵？奶团子扭了扭小身子，笑容灿烂。八哥哥，你真厉害，都会作诗啦！李万全和李大宝走进来，正好赶上李八宝做第二首诗。杏花村是我家，村民乐哈哈，太阳当空照，满地是泥巴。净搁那儿胡说八道，这天都旱成啥样了，还满地是大泥巴呢，哪来的泥巴呀？哎，爹，以前咱们村子没遭旱灾的时候，每次下雨不都满地是泥吗？那不是以前吗？现在河水都干了，村里的井也快干了，再也看不见泥巴喽。闺女，爹真得好好感谢你。我之前就琢磨呀，咱家要是盖一间大宅子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愁得我睡不着觉啊。嘿，现在有了小闺女，咱家盖房子居然1分钱都没花，爹现在睡觉啊都能乐醒，哈哈。老爹，你不用谢我，我穿越过来也想过好生活，住进大宅子里，总比窝在这小茅草屋舒服啊。与此同时，县衙公堂上，冯县令仔细看了好几遍。你是甜甜娘吧？杏花村的那个？对，是我。好，太好了，他终于有表现的机会了。钱百万一家气鼓鼓地站在一旁，身边跟着一个小豆丁。这小男娃长得浓眉大眼，白白净净的，甚是讨喜。你是我阿奶吗？小玲，不许乱叫，我才是你阿奶。再敢掐我儿子一下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哟，这还没跟春芳离呢，就开始对我无脑喊叫了。哼，李老四，你捂着良心问问，这些年你吃了我家多少粮食，花了我家多少钱？如今在外面养了寡妇，翻脸就不认人了。你说你算啥东西？啊呸！大胆刁妇，公堂之上岂容你随意喧哗？不是，县令老爷，咱有理说理，是他们。放肆！再敢嚷嚷一句，大板伺候。这啥情况啊？难道老李家跟县令老爷认识？小玲别怕，有爹在呢。想跟奶奶回家吗？
去杏花村。哎，钱小岭，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这胳膊肘咋往外拐呢？你连自己姓啥都忘了呀？你给我过来！钱春芳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这里是衙门公堂，不是你们家后院。我训我儿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关系大了，我是小岭的亲奶奶，四宝是他亲爹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四宝娘咋看也不像普通村妇。钱小岭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娘10月怀胎把你生下来，你就向着外人，你快气死我了！钱春芳气得直突突。娘和阿奶总打我，只有爹爹和爷爷对我好。钱百万一听，只感觉心如刀割，疼痛极了。这孩子是知道感恩的，明白谁对他好，谁对他不好。昨晚回去，钱百万想了一宿，觉得还是让小岭跟他爹生活比较靠谱。哎，你这死孩子，奶奶啥时候打过你？你就是打了。衣裳坏了你打我，身体不舒服你打我，拉肚子你也打我，感情我成了你和娘的出气筒了。死崽子，再敢胡说，我就撕了你的嘴！不打你2耳光子，你真不知道自己姓啥了。住手！干啥玩意儿？冯县令皱紧眉头，怒声呵斥：刁妇，你当这是什么地方？县令老爷，这孩子谎话连篇，您不能相信啊！孙红梅狡辩：是真是假，本县令自会判断。来人啊，把那个小娃娃给我带过来。来，把袖子挽起来，让我瞅瞅。小岭将袖子撸起来，露出细小的胳膊，只见上面布满了一片片红印子，几乎都是掐出来的。来人呐，把这2个刁妇给我拿下！您要搞清楚，李四宝是来我们家倒插门的。现在四宝娘过来，想要把我孙子领走，我能愿意吗？这自古以来，入赘的女婿那都是女方家的人，生下来的孩子也归女方所有啊。如今这李老四不想跟我过了，这孩子就该给我们钱家，他们老李家凭啥领回去啊？留在你们钱家受虐待吗？你们2个自己瞅瞅，那孩子才3、4岁，经得住你们这么霍霍吗？本朝律法有规定，虐待孩童者重打30大板，从重发落。你们2个都是自找的。啥玩意儿？当家的，你快帮我求求情啊！这30大板要是落在我身上，就算不死也得8层皮呀！没人心疼你，活该！我这边拼了命的跟老李家缓和关系，你们2个就可劲儿做。现在春芳被四宝休了，看他以后咋整？啥也不是的东西。爹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说这些干啥呀？这县衙的地也太脏了，您瞅我这裙子都蹭上灰了。所以说，李四宝不是无缘无故就休妻的，摊上你这么个媳妇儿，任何男人都受不了。孩子，你跟县令伯伯说，你以后想跟谁生活呀？我想跟爹爹和那位婆婆一起生活。小岭，不许叫婆婆，她是你阿奶，快叫阿奶。阿奶好。哎，好，好，真好啊！闺女又多了一个小侄子。孩子，这话一旦说出口就不能改了，你想好了吗？钱小岭，你这个狼崽子，你忘了娘对你的好了吗？你忘了娘熬夜给你做衣服了吗？那个刘淑贤3言2语的就把你骗走了，你也太没良心了！娘，
你啥时候给我做衣裳了？你熬夜是给自己做裙子，从小到大你连围脖都没有给我织过，都是爹爹从外面给我买回来的。早知这样，他当初就该对儿子好点儿。现在闹上公堂，他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。钱春芳，刘淑贤瞥了钱春芳一眼，随手拿出休书。你跟四宝彻底结束了，拿着这封休书，咱们两家也没有关系了。小岭是自愿跟他爹生活的，你说啥也没用。以后你最好离小岭远一点，不许再来纠缠他。哎，不是啊，我连看望我儿子的权利也没了吗？那你得问问小岭，他想不想见你了。本县令现在宣判，小岭以后跟李四宝一起生活。至于孙红梅母女，你们两个虐待儿童，知错不改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重打30大板，回家好好反省去吧。别！县老爷，您手下留情啊！我这老婆子一把岁数了，真打30大板，我肯定挺不住啊！孙红梅往前跪爬2步，低声哀求。别说是他了，就是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也禁不住这么打呀。这个县令老爷咋这么不近人情？爹，我不想挨打，您快想想办法呀！钱春芳抱住钱百万的腿，哭得泣不成声，泪流满面。小岭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吗？爹，我也没啥东西。听说阿奶家啥都有，不愁吃，不愁穿。我早都想去乡下住了。行，等回到村子，你想吃啥就跟阿奶说，阿奶啥都会做。真的。阿奶，我想吃糖饼。行，我给你烙。阿奶，我还想吃猪肉芹菜馅大蒸饺子。好，家里有的是芹菜，随便吃。啊，冯县令，刚才多谢您为我家主持公道哈。李四宝拱了拱手。嗨，客气啥？那2个刁妇是自找的，没人心疼他们。看向刘淑贤，试探着问：甜甜娘，那位11公子回没回来呀？这都多长时间了，咋一点信都没有呢？还没有呢，等小11回来，我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唉，小11到底是什么身份，让冯县令这般记挂他？啊，行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刘淑贤又带着李小岭买了2身衣裳，这才坐上马车往村子走。老李家，爹，1和2和，你们把耳朵捂住哈，我要放鞭炮了。一切都弄好后，杏花村的第1幢砖瓦房便正式落成了。你咋呼啥？快点放！片刻后，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骤然响起。嚯！这才几天功夫呀，这房子就盖好了。哎呀，这老李家呀，就是有富贵命。之前没生闺女的时候，那他家都穷成啥样了呀？那八宝还跑到我们家要干粮吃呢。嗨，现在你瞧瞧，人家盖了砖瓦房，买了大马车，那粮食爆满仓，吃喝都不愁了。他们家闺女真有那么邪乎吗？大伙儿站在门口议论一番。李二宝和赵葵花是下午回来的。爹，这么快，房梁都架上去了。我又没想上山，是葵花非拉着我去的。没人埋怨你，快去帮你八弟扛木头，他打算坐马车呢。哎，爹，我娘回来了。就见老娘领着一个小男孩走进来。孙子，快到爷爷这儿来。阿奶，这位伯伯是……李小岭不认识李万全，有些怕生，即便以前见过，现在也忘记了。他是你爷爷，
你亲爷爷。那我县城的家里为啥还有一个爷爷呢？县城里那个是你姥爷。啊？以后你就在家里好好生活，缺啥少啥就跟爷爷说哈。知道了，爷爷。李小岭点点头。李四宝又把一和二和以及家里的其他人介绍给儿子，尤其是妹妹。你小姑姑刚满月，你不许吵她睡觉，不许上手摸她，不许抱她，不许亲她。走进里屋，当即看到炕上躺着一个奶团子，粉雕玉琢的，好看极了。李甜甜也眨巴着大眼睛看着李小岭，挥了挥小手。小岭侄子，姑姑总算是见到你了。他很纳闷儿，老钱家的生活条件还算不错，可为啥把孩子养得面黄肌瘦的？李小岭迈着小短腿儿走到炕沿边。你就是我小姑姑吗？长得好小哦。能不小吗？她可是婴儿啊，长大是需要时间的。一阵奇怪的声音从身后传了过来。小岭侄子，姑姑请你喝灵泉水，补充营养。瞧你瘦的都快脱相了。李小岭正好口渴了，端起水碗就灌了一大口。哇，好甘甜的水呀，太好喝了。好喝，你就多喝点儿。这里是老李家吗？你找谁？我是县城福满楼的江管事，你们家还有青菜吗？哎，是你啊！啊，是我，我今儿个来呀，就是想问问你们家还有青菜吗？我想多买点儿。自打上次这两个妇人卖完青菜后，他们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江管事等得心急，便找到杏花村来了。娘，咱们家的青菜还卖吗？卖，当然卖了。我带你去菜园子瞅瞅，你想买啥就让麦芽和葵花给你摘。天气这么旱，你们家居然还有菜园子？这话说的，不种菜园子哪来的青菜呀？刘淑贤忍俊不禁，带着江管事来到后院。江管事就被眼前一片葱绿的景象给惊住了。哇，我的老天爷，你们家哪来的水浇地呀？这青菜长得也太好了吧，绿油油的，特别新鲜，尤其是那韭菜，长得密密麻麻。我们家有水塘，浇地不缺水。水塘？对呀，带泉眼的水塘，每天不停歇的往出冒泉水呢。杏花村大旱3年，你们家竟然挖出泉眼了，这是何等的运气啊！你自己随便看看吧，想买啥就让麦芽帮你摘下来，然后称一称重量。韭菜多少钱一斤？这小园子里的青菜他全包了。50文钱一斤，不讲价。50文钱一斤，你买不买啊？买。一样价，通通50文。物以稀为贵。那我每样都买几斤吧。等下一茬青菜长出来，我再过来买，咱们可以长期合作。江管事，您不用特意挑日子，明天过来，我们家还有青菜。这是啥意思啊？拢共就这么大的菜园子，今天摘的溜干净儿，明天为啥还有青菜啊？这您就别管了，反正以后啥时候缺青菜了，直接过来就行。行，那咱们说定了，以后我会定期派人来买青菜的，就按50文一斤算。你阿奶在后院干啥呢？爹，有一个人来买青菜，光韭菜就买了好几筐呢。是吗？那感情好啊，咱家的青菜越吃越多，卖点出去也能补贴家用。菜园子，这所有的青菜加在一起，总共是5两2钱。行，5两2钱不贵。这是5两3钱，你收好。哎，江管事，你多给了1钱，你不用的。你也给我抹了不少秤啊，来拿着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娘，您瞧瞧，
一早上就挣了5两银子。这片菜园子也算是甜甜种出来的，你们要想感谢，就先谢她吧。里屋炕上，李甜甜被3个侄子给包围了。小姑姑，这是我用草绳编出来的小头花，你喜不喜欢？李甜甜眨了眨大眼睛，仔细一看，直接被惊住了。这朵草编的头花放在现代，起码能卖50块钱，做工精致，造型美观，而且配色也很好看。呀，大侄子，这真的是你亲手做的吗？小姑姑说啥呢？李小岭好奇。啊，你小姑姑问你啊，这头花是你亲手做的吗？娘，是我做的。除了头花，我还捏了不少小泥人呢。小姑姑，你等着，我这就去拿过来。小姑姑快看，这个是小老虎，这个是小兔子，这里还有木簪子和小鲤鱼呢。李甜甜见状，直接怔住了。她第一次发现，家里手最巧的人居然是大侄子。大嫂，这些东西可以拿到县城去卖呀，碰到喜欢的买家，肯定愿意掏钱买单的。换作是他的话，田宝宝是说，这些小玩意儿能卖钱吗？是呀，大嫂，别说卖钱了，指望他发家致富都有可能呢。将来大侄子可以开一家饰品铺子，专门做一些小挂饰和小物件卖，顺带着再做一些油纸伞、装裱字画和抛光打蜡的一些活计，肯定做不了。一和啊，你小姑姑啊，让你好好干呢，你就多捏一些泥人啥的，拿到县城去叫卖。娘，我就是捏着玩的。你小姑姑看人呢，一向很准。既然你有捏泥人的天赋，那就不能埋没了。呵，小姑姑，给你掷弹石。呀，二侄子，这鹅卵石个头太大了，握不住啊。二和啊，你小姑姑说啊，鸡蛋石太大了，她拿不住。哎呀，大宝娘在家呢没？嚯，这什么风啊，把大花娘给吹来了。哎呦，快，大宝娘，我家二花早上起来就上吐下泻的，你能让甜甜帮她看看吗？哼，看不了，我闺女不是大夫，赶紧走。前几日来家里叫嚣时，那家伙的非说他闺女是小妖怪，还要掐死她。这个仇刘淑贤可是真的记着呢。哎呦，大宝娘，之前是我不好，你看咱们村子也没个郎中啥的，我听说村长媳妇儿就是你们家给治好的，你闺女福气旺，只要摸她一下就能消灾去病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你骂我闺女是妖精的时候，咋没想过有一天会求到她呢？这事发紧急，我也没想到二花病得这么严重啊！哼，紧不紧急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去，赶紧出去！这个忙我帮不了。大宝娘，你家甜甜要是能救我二花，往后我当牛做马来报答你们家。哼，快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了。我救你闺女儿是看她可怜，不管咋说，小孩子也没做错啥。闺女儿，你看看她得了啥病啊？中暑啦，喝点藿香正气水就好了。是不是没救了？大夏天的中暑不是很正常吗？
哭啥呀？呀，喂！李甜甜叫了一声，然后随手从空间拿出藿香正气水，掺了些灵泉水，装进碗中，让二花喝进去吧。这是啥东西？咋黑乎乎的？味道也很刺鼻，就跟黄酒似的。要饭还嫌饭馊啊！不喝拉倒。八宝，去把这碗药倒掉。哎，大宝娘，你别倒掉啊！二花，来，张嘴，把药喝了。片刻后，魏二花睁开眼睛，慢慢恢复了精神。二花，你感觉咋样？还难受不？陈月莲急忙问道。哎，娘，我肚子不疼了，胃也不恶心了。哎呦，那你还不快谢谢田宝宝，是他救了你呢。甜甜吗？撇了撇嘴。娘，我谢他干啥呀？不过就是个小崽子，他又不懂医术。哎，八宝，你为啥总躲着我呀？我又不吃人。这个死玩意儿，妹妹就不该给他药喝。二花，再敢胡说，回家看我怎么削你！李甜甜也是一脸无语，看来这魏二花是随了他娘了，脑袋只有一根筋，说话也不过大脑。娘，您不是说老李家遭瘟了吗？为啥还带我来他们家看病啊？咱们快点走吧，这里太晦气了。你给我闭嘴！大花娘，你把话说清楚，我们家啥时候遭瘟了？大宝娘，你别听这死丫头瞎说，我可没说过这样的话。哎，娘，您咋说谎呢？您昨天晚上还诅咒刘大娘不得好死呢，这咋突然就改了口岸？瞎说啥？给我滚回家去！这败类玩意儿，要不是甜甜救他，他早都嗝屁了。娘，您总打我干啥呀？你敢说就不敢承认了是吗？大花娘，弄巧成拙了吧？我家甜甜好心好意的救你闺女儿，你却诅咒我不得好死，这叫啥？恩将仇报吗？大宝娘，我没诅咒你，我少跟我废话。刚才魏二花是怎么把药喝进去的，就让她怎么吐出来。儿子，你快出来，看看我捡到啥了。刘淑贤听到动静，连忙迎了出去。嚯，老头子，你咋捡了一只狗啊？老婆子，我跟大宝装砖的时候，这东西就一直围着我们转，赶都赶不走。我看它长得毛茸茸的，就带回来了。等咱闺女学会走路了，就让这狗啊给闺女当玩。躺在炕上的李甜甜抿了抿小嘴，这只小狗啊，不，确切地说，这只小狼崽儿是她从空间里拿出来的。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，难免会遭人嫉妒。弄一只狼看家护院，威慑力肯定比家狗强。老头子，这狗的嘴巴咋这么长呢？瞅着像狼啊！不可能，山里的狼早就饿跑了，哪还有小狼崽儿啊？反正我瞅着不像狗仔。老头子，你看啊，这狗全身雪白雪白的，还挺胖乎，也就2、3个月大。哪怕是县城大户人家养出来的狗，也不能养得这么好啊。既然它跟咱家有缘，那就留下来呗，闺女肯定喜欢。闺女儿，看，小狗仔喜不喜欢呀？呀！李甜甜动了动小手，推了小狼崽一下。下炕去，好好看家，不许撒脸。好嘛，你居然能听懂我说话，看来没白养你呀！我小白，家里总共就这1亩3分地，你如果照看不好，我就把你杀了只狗肉，不，只狼肉。小主子，你这也忒狠了！
我这么可爱，你舍得杀我吗？呀，咋舍不得？听说狼腿肉多，涮火锅更好吃啦。嘿，真没见过狗掉眼泪的。李甜甜见这小狼崽太能整事，都想把它收回空间去了。瞧着吧，小白长大后绝对是个马屁精。四宝，你这一上午打了几捆柴火呀？爹，近处的真材早就被人打光了，我又往山里走了走，才打了2捆。哎，2捆都不好干啥的，那几个炉子引火烧炕，没有10几捆柴火，炕都烧不热乎。实在不行啊，就走远点，马岭山这边肯定没戏了。李甜甜听着家人们对话，烧柴火多费劲呀，直接烧煤气不更好？热量高，耐烧，储藏方便，非常实用。呀，家人们，你们就去马岭山吧，有惊喜哦。甜甜呐，让咱们去马岭山，说是有惊喜给咱们呢。娘亲去山上走走就知道啦。这句我听懂了，闺女让咱们抓紧上山呢。把驴车套上，咱们直接上山吧。行。李大宝把驴车套上，载着老爹老娘和4个弟弟出了家门。路过吴老三大门口时，一阵争吵声传了出来。苏张，你这也太不像话了，3天2头就往娘家跑，家里的那点小米和黄米面都被你倒腾到娘家去了，你让我爹我娘咋活？吃土吗？哎呀，你干啥呀？喊啥呀？我这总共才拿几回啊？你这家伙的，我不嫌你家穷，心甘情愿的嫁过来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吴有望，你也太不是人了！呆，你骂谁呢？信不信我削你啊？你动我一下试试。这老吴家真是娶了个祖宗回来。哎，说那些有啥用？葵花现在改好了，比啥都强。大宝啊，快点赶车，这天啊忒热了。走着。望着驴车远去的背影，吴老三叹息一声：哎，多和睦的一家呀。家和万事兴，这句话不管到啥时候都适用。山里的景色依旧很萧条，快看前面，好像有啥东西。爹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瞅一眼。老婆子，这可能就是闺女给咱们的惊喜吧？爹娘，你们快来看呀！快来，快来！爹娘，那红压压一片，是山钉子吗？好家伙，还真是山钉子。李大宝随手摘下来一颗，扔在嘴里嚼了嚼。真甜呀！咱沟沟村都旱成这个德行了，居然还长山钉子呢！这么老多，都能装好几麻袋了。哎呀，你轻点喊，这都是你妹妹用福气招来的。等会儿啊，把山钉子都摘下来，悄悄地送回家去。哎，知道了，爹。还有啊，别破坏山钉子树哈，这种树娇贵着呢。好嘞。还好这次上山带了10几个麻袋片，小子们一人拿上一个，站在树下摘起了山钉子。爹，我水喝多了，肚子难受，快去蒿子那边拉去。只见距离山钉子树没多远的地方，还长着一片奇怪的东西。小六嗷嗷叫啥呢？你去瞧瞧不就知道了。朝李六宝所在的林子走去。小六啊，你咋的了？叫唤啥呢？爹，您快过来看呀，这里长东西了。哎呀，不是，这里有一大片沙果树呢。您瞧，这沙果长得都有小苹果那么大了。嘿嘿。只见入目处是一片茂密的沙果林，树枝上结出来的沙果密密麻麻，一个比一个水灵。所谓的沙果树，其实是苹果属的小乔木，果香浓厚，味道甘甜。嚯，这么多沙果呀！我记得这片林子里也没有沙果树啊。爹，这肯定是妹妹送给咱们的礼物。咱们村子里的沙果树早旱死了，我都2、3年没吃到这么新鲜的沙果了。哎呦，这么多，一车也运不回去呀！小六，你快去把你娘他们叫来。娘，你瞧咱家这头驴，总是不听话。驴的鼻子可灵着呢，它许是闻到啥味儿了。
呵，这不是沙果树吗？天哪，这果子把树枝都压弯了。娘，您快尝尝，这果子太新鲜了。确实好吃。老婆子，这回啊，咱们可有的忙了。先把沙果摘下来吧，能装多少是多少。大宝，等会儿麻袋用完了，你就先往家送一趟。娘，你是想一口气把这些果子都摘回去啊？要不然呢，留在这里等着烂掉啊！哎呀，快点儿，都别闲着了。哎，好嘞，干活喽！老婆子，等会儿大宝回去送果子，你也跟着一起走吧。小闺女这会儿啊，该饿了，来给她喂奶了。哎呀，甜宝宝，你啥时候学会喊手指头了？像喝奶似的，小嘴发出吧唧吧唧的响声。咦，大嫂，我没事，你去忙吧。而此时的李甜甜已经来到空间，在一大堆煤炭前停下脚步。这个年代，煤炭还没开采出来，拿出一些给家里用，也不会有人说啥。如果村民们问，就说是从县城买来的黑炭。大嫂，你看，这是啥东西啊？这么老大一堆！哎呀，我也不清楚这是啥玩意儿啊，这还挺沉的，看着有点像炭呢。那咋整？这么老多，总不能堆在院子里吧？先别慌，我进屋啊去问问甜甜，搞不好这些东西啊都是甜甜变出来的。里屋，李甜甜正自己玩着。小姑姑，我再给你念首诗听：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。咦，四指子，换一首。小姑姑，你喜欢这首诗吗？那我多读2遍。哎呀，甜宝宝，你告诉大嫂，院子里的那堆黑玩意儿是啥呀？大嫂，那是煤炭和一烧炉子。哎呀，甜甜说啊，那黑东西是用来烧的。看来呀，咱家以后也不用上山砍柴火了，这烧煤就行了。哎，葵花，快把1和2和小领啊都叫过来，咱们啊把煤都倒腾到仓库去。我啊先挑2块烧烧看。李大宝牵着驴车慢悠悠地下山去了，车上的麻袋落得老高，不敢让驴车走太快，每过一个小坎儿都得加倍小心。娘，您瞧，咱家这毛驴子干起活来比大青马还有劲儿呢。哇，这么多山钉子，还有大沙鼓。3个小包子一见到野果子，眼睛都亮晶晶的，蹲在驴车边上就造了起来。真甜，酸甜的。阿奶，你也吃。酸溜溜的，香酸不焦。阿奶在山上吃过了。一和，你娘烧炉子了。阿奶，我还有个事儿没告诉您呢，您过来。阿奶，快看，煤炭，对，煤炭。煤炭，这么一大堆，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难道又是小闺女儿？闺女儿，那堆煤是你变出来的吗？老娘，烧煤比烧柴火强。还有山上的果子，也是闺女用福气招来的吧？老娘，家里人不能不吃水果，要补充维生素。闺女儿，娘说过，你不用太勉强自己，咱家现在的日子已经很好了。老娘，您咋又哭上了？平时看着挺强势的一个人，咋动不动就掉眼泪呢？老娘，这次我请您喝咖啡，咖啡可以提神醒脑，让老娘气息，省得她总哭哭啼啼的。你呀，就是个小机灵鬼，还知道哄娘开心呢。李甜甜挑了挑眉，心里暗叹：不哄咋整？您比我还能哭呢。爹，你听见没？
树林里有动静，是不是野狼啥的？嘿嘿，哎呀，那过去瞅瞅不就知道了。老大、老二、老四，跟我过来。李万全勒紧裤腰带，领着3个儿子朝前走去。绕过一片灌木丛，李万全直接惊住了。嚯，果然有东西啊！盯着不远处的猎物，只见灌木丛深处游走着一只狍子，通体棕黄色，四肢健硕，一双眼睛明亮明亮的。这看着也不像是野生的呀，为啥不怕人呢？爹，这玩意儿傻乎乎的。胡说啥呢？爹，你别不信，等着。来，吃果子。这不就上套了？慢慢的，棕狍子就被引到驴车旁。李大宝悄悄地拿起绳子，趁他不注意，直接飞扑过去，将狍子摁在地上。为啥会有狍子呢？肯定是妹妹变出来的。你心里知道就行，出去别瞎说啊！哼，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快点把剩下的麻袋都扛到车上去，回家别忘感谢你们妹妹。老婆子，我先把狍子扛到柴房去养一宿，明天杀肉吃。次日清晨，娘，这么多果子，您打算咋弄啊？还能咋整啊？该送人的送人，该卖的卖。天热，这东西愿意烂，扔了怪可惜的。回头啊，你把有望爹、张村长和高亮爹他们都叫过来，能分一点是一点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还有啊，下午得空，你跟你大嫂装上一麻袋果子，赶车去县城卖卖看。我想着肯定有人买。行。片刻后，老李家大门外走来一群人，到老李家来领沙果和山钉子了。哟，大宝爹，你家又捡到野猪了？在山上捡来的？哼，你管呢？没事，等会儿我去孙瘸子那儿买2坛子酒，中午啊就搁你家吃了，哈哈。来就来，还拿东西干啥呀？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你们家有好东西，知道跟大伙儿分享，我再空着手来，那成啥了？连吃带拿的，嘿嘿。行，中午都留下，烀狍子肉吃。魏老蔫儿，回去告诉你媳妇儿陈月莲，我家给你果子吃，那是觉得你魏老蔫儿为人不错。你媳妇儿要是再敢来我家叭叭叭呀，往后啊，你也别进我家门了。这话说的，咱们一个屯子住这么些年了，我魏老蔫是啥样人，你还不清楚吗？月莲是月莲，我是我，他以后再来你们家找茬，看我咋教他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有望啊，你也别闲着，快来帮我把狍子皮扒了，这可真是好东西啊，热的烤脸，比柴火强多了。李四宝嘟嘟囔囔的烧炉子，全然不知周素贞在他身后已经站了老半天了。四宝哥，啥事没啊？有望媳妇儿，你啥时候进来的？四宝哥，我刚来。哎，你们家这大宅子可真宽敞，就跟皇宫似的。这有钱啊，就是不一样。不是，你去过皇宫是咋的？还有啊，你一口一个四宝哥的叫着，我这鸡皮疙瘩都长起来了。出去，我还忙着烧炉子呢。哎，四宝哥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家是不是挖到宝了？乱打听啥？我家挖没挖到宝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哎呀，你瞧你这驴脾气，我就问一嘴咋的了？起眼了呢。真好啊，我要是能住进来就好了。这吴有望到底娶了个啥媳妇儿啊？一看就是嫌贫爱富的主。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。有望媳妇儿，你赶紧出去，这冒烟咕咚的，你搁这儿待着干啥？我想跟四宝哥说说话。四宝哥，你现在是一个人过吧？就没想过再娶个媳妇儿啥的？这枕边也得有个陪你说话的人不是？有望媳妇儿，你自重点啊，别逮谁就勾引谁，我可不吃那套。既然嫁给吴有望了，你就跟他好好过日子，跑到我家来，你来错地方了。哎呀，四宝哥，你一个人过不难受啊？
你要是愿意，回去我就跟吴有望离婚，然后跟你过日子，你让我干啥都行。哼，不要脸的东西！我现在就把吴三叔和吴有望叫过来，让他们看看这老吴家娶了个什么玩意儿。嘿，李老四，这伸手还不打笑脸人呢，你别不识好歹。谁不识好歹了？你个骚狐狸，都白瞎有望那个人了，大白天就勾引男人，你以为自己是谁呀？西施呀？长了个驴脸、猪耳朵、狗鼻子，我要是你啊，早都把自己吓死了。李老四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蠢男人！等会儿有你好果子吃。哎呦，来人呐，快来人呐！李老四欺负人了！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东西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咋回事啊？吴有望，你是不是眼瞎呀？你没看见自己媳妇儿正被人欺负呢吗？素贞，大白天拉拉扯扯的，像什么话？爹，我现在没脸见人了。哼，就你这样式的，谁娶了你，你一天能给他戴8次绿帽子。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去报官。去，现在就去，正好我家有马车，拉着你去。咋的？你不是要报官吗？我陪你去。李老四，你太欺负人了！你玷污了我的清白，你提上裤子就不认账了是吗？谁玷污你了？有啊，咱俩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的。我是啥样人，你应该比我清楚吧？我李四宝就算再没文化，再没水平，也知道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。四宝，我信你。吴有望，我不跟你过了，你起开！好嘛，不跟我过就趁早滚犊子，别在老李家屋那儿喊叫的，滚出去！哎，四宝啊，对不住哈，我这儿媳妇太不像话了，回头我就让有望休了她。今个这事儿啊，是我们做的不对，吴三叔，这不怪你，我压根就没往心里去。日后再见到有望媳妇儿，我绕着走就是了。赶明我抽出空就去县城走走，开个铺子啥的。我也没啥本事，就会做点小买卖，挣个辛苦钱。你自个儿的事情自个儿做主，但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不准跟有望媳妇儿眉来眼去的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老婆子，咱家现在也没啥事儿了，我想去京城找找老三。他这一走都多长时间了，为啥不给家里写信呢？老头子，你瞧瞧你，咋又提这事儿啊？老三肯定是有难言之隐呗。再说了，京城那么大，你去哪儿找老三啊？无头苍蝇乱撞，去了也是白费。不找找咋知道找不到呢？我就怕老三呐出点啥事儿，家里都不知道，真是急死个人。嗨，你着急，我这当娘的就不急了。还有啊，当初老三不是跟冯二小子一起去京城的吗？你去老冯家打听打听，二小子给家里捎信儿没？捎啥呀？老冯领着全家老小都逃荒去了，我去哪儿找他呀？逃荒去了？那可不，就前2天走的，他家那破房子也快塌了。老冯一走，万一哪天二小子回来，还咋找家人啊？老婆子，你还是先操心操心咱家老三吧。李万全都快愁死了，李甜甜舒舒服服地躺在炕上。其实他也很担心三哥哥的安全，但本能的直觉告诉他，三哥哥没有出事，他在京城好着呢。咦，老爹老娘，你们不用担心，三哥哥毫发无损，活得好好的。李万全的心莫名的安稳下来。你就愿意瞎操心，眼前的事儿一大堆，你管也不管，净想那么个没用的。眼前啥事儿啊？老四呗，他跟春芳离了，总不能一直单过吧？得给他找个媳妇儿才是正事儿。行，改天我去邻村打听打听，看看谁家姑娘没出嫁呢，帮老四介绍介绍。没出嫁的姑娘眼光高，老四毕竟结过婚，还带着小领，所以啊，
咱们的条件得放低一些，只要是正儿八经过日子的女人就行。下午时分，金麦芽和赵葵花把2个大麻袋抬到车上，里面分别装着山丁子和沙果。你们俩会赶车吗？用不用我送你们去县城？那有啥不会的呀？我跟弟妹啊赶着大青马去，不用毛驴子。行，如果卖不出去就早点回来，天气太热，别晒中暑喽。哎呀，知道了知道了。葵花，上车。家里有了马车就是不一样，来来回回的跑，可省了不少力气。要是靠着他们妯娌2人扛着麻袋去县城，那得累坏了。许是天热的缘故，县城的街道上没多少行人。金麦芽把马车赶到上次卖青菜的那条街。哎，来来来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喽！新鲜的沙果和山精子，酸甜可口，不甜不要钱喽！嚯，这年头沙果树和山丁子树都旱死了，你们是搁哪儿摘来的？确实挺甜的。你买不买？哼，怎么不买还不能尝尝了？万一这沙果都是虫眼子咋办？你尝也尝了，吃也吃了，看到虫眼子了没？不多吃几个，咋知道有没有？哎，不买不要乱拿，一边2块去。嘿嘿嘿，干啥玩意儿？有你这么做生意的吗？那我问问，这山钉子多少钱一斤？说了你也买不起，你滚远点，别耽误我做生意。小了娘们儿，来劲儿是吧？你信不信老子把你小摊砸了？哼，有能耐你就砸，我还真不信你有那个胆子。不是你们2个当街摆摊还有理了呗？这地儿是人走道的地方，不是你们摆摊做生意的。哼，咋地？不服气啊？我就在这摆摊，你管得着吗？真是给脸不要脸！你们有衙门开的摆摊文书吗？呵，老娘长这么大，还是头一回听说摆摊还要文书的。你要是想吃沙果，就客客气气的，老娘没准心情一好，就赏你2个3个的。哼，你若是这种态度，那就趁早滚远点儿。我家沙果就算喂猪，也不给你。死娘们儿！葵花，拾掇东西，咱们走。行，我把果子都装起来。真是晦气，出门没看黄历，碰见这么个恶心东西，呸！不远处忽然走过来一个人。春芳。金麦芽正了正神，钱春芳也是一脸意外，连忙凑过来。哎，这不是大嫂二嫂吗？你们俩在这干啥呢？哎，沙果，哇，哎呦，真甜！大嫂二嫂，今天呢，咱们就算是不碰见，我也打算去找你们呢。啊，找我们干啥呀？我是想让大嫂二嫂到四宝面前说说情，就说我知道错了，让四宝别跟我置气了。婚都离了，还说这些有啥用？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哎呀，我最了解李老四了，他呀就是跟我置气呢。等过几天消消气，冷静下来之后，大嫂和二嫂就立马帮我劝他2句，就说我们家铺子啊现在生意糟糕透了，没有他不行呢。哼哼，春芳，这忙我们可帮不了。如果你还喜欢四宝，就自己当面跟他说去。哎，还有这沙果和山钉子，我们还留着卖呢。哎，咋的？咱们以前好歹是妯娌，我吃2个果子都不行啊！这么小的忙都不帮我，你们俩还能干点啥呀？等，一边去！我可没工夫跟你闲扯。走就走，回头我自己去找四宝，用不着你俩帮忙。哎，他就是占惯小便宜了，别跟他计较了。就这样的，四宝是咋跟他过这么多年的？换作是我一天都受不了。唉，
四宝也是逼不得已啊。当初家里条件不好，吃了上顿没下顿的，四宝不想让爹娘受罪，这才去当了上门女婿。这些年，四宝可没少往家里送粮食。恰在这时，呵，是你们两个呀？您是？你们忘了，我是县令家的老妈子。上次你们两个来卖干蘑菇，我家夫人一口气买了一大堆呢。啊，原来是您啊！这是山钉子和沙果吗？哎呦，真是稀罕玩意儿啊！这年头居然还能看到这东西，有钱也买不到呢。给，您尝2个，老甜了。行，我这牙口估计都咬不动。哼，好怀念这个味道啊！要不您买点回去，给县令老爷和夫人也尝尝。多少钱1斤呢？啊，这山钉子和沙果都是20文1斤，保证啊个个都新鲜。这一麻袋能有多少斤？我们在家啊都给称好了，这沙果总共是100斤，山钉子呢是80斤。如果分量不够啊，回头我再给您补上，家里还有不少呢。嘿，家里还有啊？那可不，那都快堆成山了。好家伙，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了。你们两个等会儿啊，我先回府。很快，冯县令和孙氏坐着马车赶过来。这不是老李家的2个儿媳妇吗？听说你俩有好东西卖啊？沙果和山钉子都是新摘的。行，也不用尝了，直接抬到马车上去吧。据说你们家还有不老少果子，我都卖完了。20文钱1斤，县令大人不讲讲价了？哎，讲啥价呀？物以稀为贵嘛。这年头就算再有钱，谁家能吃到这么新鲜的果子啊？那倒是，那倒是。大嫂，快帮我把麻袋抬到车上去。哎，好嘞。老李家，李万全背着手在新宅子走了一圈。老婆子，我觉得这房子能住人了，要不明个就搬进来吧？你瞧，这炕和火墙都干了，滚烫滚烫的。对了，四宝的事情你给打听了吗？明个我就帮他问问。四宝条件好，要找也得找个差不离儿的，宁缺毋滥嘛。爹娘，我们回来啦。来到院子，就见金麦芽把大马车停在门口，冯县令的马车跟在后头。爹娘，这回呀，咱家可发财了。冯县令打算把咱们家的果子都买走呢。这咋又是他呀？爹，只要东西好，就不愁卖嘛。媳妇儿啊，瞧见没？这就是老李家，小殿下之前就在他们家住着了。等会儿进去啊，你说话注意点，别没轻没重的，啥都往出说。瞧你说的，我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，你真把我当成蠢妇了。哎呦，县令老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啊，虚礼就免了吧。李大哥，你们家在哪儿摘来的果子呀？还剩多少？我全要了。啊，这不嘛，我们家前几日上山打柴火，路上遇到一个商人，他的马车翻到壕沟里去了。我和大宝啊上去搭把手，那商人就把果子免费给我们了。啥？免费给？是啊，都给我们了。哎呀，老爷，你问那么多干啥？快点买果子吧。没看见主家支支吾吾的，不想回答吗？哈哈，行，怪我多嘴了哈。李大哥，你快把这山钉子和沙果都装进麻袋里，算算总共多少钱。说好了啊，院子里挂着的沙果干我们家可不卖，留着自个儿吃呢。行，回去后我自个儿晾。李大哥，还有那事儿你帮我打听了没？11公子呀，你忘了？哦，你说小11呀？哎，实不相瞒呐，小11走了这么长时间，一直没跟家里联系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那你没打听打听啊？
我去哪儿打听啊？李大哥，这样，我给你点辛苦费，你多上上心行不？别，千万别！你给我钱算是咋回事啊？县令老爷人脉广，找个人还不是轻而易举的？哎，这不是找不到吗？县令老爷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小11跟你非亲非故的，你拼命找他干啥呀？难不成小11是他失散多年的儿子？这就有点太扯了。我就是见那孩子可怜，所以想同情同情他。你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，小11可不可怜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县令两口子唠了会儿家常，这才起身告辞。哎，老爷，他们家是不是暴发户呀？是不是暴发户我不知道，但我听说呀，他们家那小闺女太邪乎了，能呼风唤雨呢。我刚才也看了一眼，那娃娃呀，长得白白净净，水灵灵的，一点也不像农户家养出来的孩子。哎，还有老爷，你看见没？他们家盖了那么大一幢宅子，比咱家的都好呢，里面又宽敞又干净。这么好的宅子，得花多少钱呢？人家还有马车和驴车呢，之前的野猪肉和干蘑菇都是从山上捡来的，赶上其他村民上山，屁毛都捡不到。是挺邪门。你往后多跟老李家走动走动，特别是他们家那小闺女，你可得好好处关系。我怀疑小殿下住在他们家呀，就是奔他们闺女来的。行啊，我心里有数。老李家，李甜甜躺在炕上，小手抓着拨浪鼓，使劲晃了晃。爹娘，你们快来看呀，妹妹会摇拨浪鼓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家人们，至于吗？他只是闲着无聊，摇了摇拨浪鼓而已，你们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似的，抓着拨浪鼓晃了2下。哎呦，老婆子，你瞧瞧，闺女真的会摇拨浪鼓了。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刘淑贤喜上眉梢，看向李八宝。小八，你这几天呀，抽空给你妹妹做点小玩具啥的，不用太大。哎，娘，我给妹妹做个小风车吧，跟拨浪鼓一样，抓在手里就能玩。行啊，还有那小木马，抓紧做出来啊。嘿嘿，行，知道了，娘。阿奶，我可以给小姑姑做纸风筝。好。李甜甜被浓浓的亲情所包围，内心荡着阵阵暖流。次日上午，王稻香站在老李家大门口，朝院内探头探脑。牲口人家摘了那么多沙果，也不知道分给大伙尝尝，没见过这么抠门的。恰好高宝莲挎着竹筐走过来。哎，姨大娘啊，你搁这嘟囔啥呢？春燕娘啊，你瞅瞅这老李家，关起门过死日子，摘了那么多沙果和山钉子，就偷摸着自个儿吃。这左邻右舍的住着，也不说送点过来，恶心透了。沙果、山钉子，高宝莲颇为意外，她这辈子没啥爱好，就喜欢吃点酸甜的东西，特别是沙果，她都忘了是啥味儿了。是啊，你自己瞧，他们家满院子都是沙果干呢。哼，葵花这个死丫头，有好东西也不知道惦记惦记娘家。姨大娘，你让开，我找那死丫头啊，好好的说道说道。葵花，我知道你在家呢。春燕娘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人家葵花早都跟你断绝母女关系了，你这不是热脸往冷屁股上贴吗？合适吗？给你滚一边去！这葵花再不济，那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这打折了骨头还连着筋呢，他敢不认我吗？理虽是这么个理儿，但你跟春燕见天的饿肚子，就差吃土了，
我也没见葵花管过你一次啊。那他是忘恩负义，被老李家给洗脑了。嗨，洗不洗脑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葵花在老李家过的是有滋有味啊，白胖白胖的。如今啊，他们家盖了大宅子，买了大马车，放眼整个杏花村，谁家的日子能有他家过得好啊？哎，不是姨大娘，你到底是跟谁一伙的啊？你跟我叭叭这些干啥？赵葵花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正在里屋哄田宝宝的赵葵花听到动静，猛地看向窗外，不好，他娘又来闹腾了。正好全家人都在，倒不怕他娘能闹出啥新花样来。这高宝莲又想干啥？挨打没够是吧？老头子，你们都在屋里待着，我领葵花出去瞅瞅。老娘对付这种坏人就不能心慈手软，该打打，该骂骂，不打头他下次还敢来咋呼？葵花，走，跟我去看看吧。嘿，赵葵花，你个吃里扒外的玩意儿，你不能好死！家里这么多的沙果干，你也不说给娘拿2串，你那良心都被狗叼走了吗？娘，你咋又来了？哼，我呸！谁是你娘啊？春燕娘，你真是2天不来我家找茬儿，3天早早的啊！咋的？这次来我家，你又想干啥呀？说我闺女是小妖怪，还是找别的茬儿啊？柳淑贤，你给我闭嘴！我今儿个过来是找葵花算账的。葵花，你麻溜的，给我拿几串沙果干吃。娘，你还能要点脸吗？就你之前的所作所为，早都把老李家得罪个遍了，还想吃沙果干？做梦去吧！娘，你还是赶紧回去吧，别出来丢人现眼了。哎呦喂，这把你给能耐的！你过来，你给我跪下！哎，我说春燕娘啊，你跑到我们家呜闹喊叫，动手打人，你到底几个意思啊？葵花现在是我们老李家的人，跟你半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是再胡搅蛮缠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想咋不客气啊？啊，你打我呀！哎，来，你往这儿打，往死里打，我肯定不还手。这但凡敢动他一根手指头，他就赖在老李家不走了。有大宅子住，有粮食吃，有大马车坐，他何必回去遭大罪呢？我呸！打你，我都怕脏了自己的手。你不嫌自个儿埋汰，我还嫌恶心呢。刘淑贤，你们家养了个妖怪，这早晚都得遭报应。回头啊，我就去请高僧和过来，把你闺女打回原形。正在炕上玩的李甜甜直接无语了。好家伙，居然要把她打回原形！她又不是妖精，就算抽了筋扒了皮，她还是她，肯定不能变成熊瞎子就是了。春燕娘，就算我闺女是妖怪，那她也能让我们家过上好日子，想要啥伸手就能变出来。再瞅瞅你和春燕儿，天天吃的都不如我家大雁的伙食好。我要是你呀，早都拿根绳子悄悄地去后山找棵树。哎，这个泼妇，今天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不拿到沙果干，打死我也不回去。刘淑贤，你那嘴咋那么臭呢？家里有好东西，你送给外人，也不知道给我这个亲家母留一点。咱两家……停，打住！谁跟你是亲家呀？你问问葵花，她认你这个娘吗？哼，葵花，你说，我是不是你娘？我虽然嘴上管你叫娘，但心里早都把你给忘了。葵花，娘10月怀胎把你生下来，你就是这么报答娘的啊？爹想把我掐死的时候，娘也没拦着不是？嘿，你春燕娘，大门在你身后，好走不送啊！
以后啊，再敢来我家闹腾，我就把你绑到茅房去。小白狼听到动静，也半蹲在地上，刨动着肉乎乎、毛茸茸的蹄子，打算去咬高宝莲。你敢？我敢不敢，咱试试就知道了。麦芽、葵花，去找个绳子来，把春燕娘给我捆上。嗯，好嘞。干啥玩意儿啊？你们动我一下试试。哎呀，一蛋娘，你就知道看戏是吧？还不是你自找的，想吃沙果干了，你管人家要就是了，何必闹这么一出呢？大宝娘啊，送我2串沙果干呗。不送。嗨，我用芥菜疙瘩换行不行啊？不换。这个油盐不进的老货，不换就不换呗，跟谁使脸色呢？哼，一蛋娘，你瞧见没呀？就这种死人家，那早晚得遭瘟。家里有好东西，也不知道分给大伙尝尝，干脆抠死算了。要遭瘟，也先瘟你们老赵家。麦芽、葵花，你们俩还愣着干啥呢？去，把他给绑上。知道了，娘。